我用煤气罐改装迫击炮，却被武警全副武装包围，就连窗外也有狙击手瞄准我。不要抵抗，让我看到你的双手。陆丰是吧？我们是三乡执法署的，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既然我们把你带过来，就说明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你所做的事情。接下来你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这个假期你都做了些什么？在我舅舅的农机厂勤工俭学。那你说一下勤工俭学的工作内容。为客户提供产品改装、售后以及部分增值服务。说的还挺正规的。那你解释一下煤气罐改装迫击炮原理、钢管切割火箭筒方法、拖拉机改装坦克方案。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我暑假的时候抽空把律师资格证考了一下，主攻方向有国际法、战争法、间谍法、走私法、贩卖军火法。冒昧问一下，我具体触犯的是哪一条？就在这时，一个身穿军装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问的怎么样了？这小子很不一般。听说你的能机厂有改装业务，会议监时能改吗？可以，但是很贵，确定要改吗？能改就行，那我先把他带走了。当陆丰来到工厂时，发现一名少将正在等着自己。这次叫你过来，其实是部队看上了你在机械改装方面的能力，这次咱们算是商业合作，所以你也不要紧张。陆丰点了点头，对方虽然是少将，但自己也没做坏事，确实没必要慌。如果让你来改装这架退役的战斗机，能做到吗？可以改装，不过你们派几十名武警抓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我们军部发现有一家民营企业私自改装了不少东西，而且那些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属于军火了，所以我才拜托警方把人请回来。只是没想到警方那边有些误会，还以为我们是发现了犯罪分子，所以就歼十改装第6代天空像战机，大概需要15到20天的样子，经费1000万。没问题，我这边给你1个月时间，1000万的改装费用，改装需要的材料我这边全部负责。只有一个要求，尽量改装的跟真的一样。什么叫改装的和真的一样？还没等他问，陈一鸣便掏出一张名片递到陆丰手里。有什么需要打这个电话就行。接下来的时间里，陆丰白天上课，晚上就来工厂改装歼十。当改造完成后，陆丰拍了张照发给了陈一鸣。我了个乖乖，要不是知道是模型，我还真以为咱们技术水平又有突破了呢。这是你说的那个农机厂兼职小伙亲手做出来的，完成度这么高，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大学生能做出来的吧？除了陆丰之外，这段时间绝对没有第2个人进入过那间仓库。说真的，我也没想到陆丰能做出这个效果。明天就要开始航展了，这架战机可以拉出来参展吗？没问题。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放心了，这边的事情暂时就交给你负责了，一会儿我要去接人。什么人还值得你王大部长亲自去接？这次航展有2位主攻航空方向的国士要来参加，这边的事我会处理好，你放心去接人就行。与此同时，2位国士正在专机上。知道为什么要带大家来参加这次航展吗？难道不是为了寻找灵感吗？这次航展所展出的都是龙国拥有很久的战斗机，想要从这些老款战斗机身上汲取灵感，几乎是没什么希望。所以这次带你们来参加航展，其实也是为了让你们放松一下。飞机很快落地，众人一下飞机就见到特地来迎接众人的王立安。首长，车辆已经备好了，随时可以返回军区。将来自科研院的人安置好后，政委宋国明找到王立安，准备的怎么样了？首长放心，绝对没有问题。不瞒您说，我也没想到完成度会这么高，这别说唬人了，给科研院的人拿来做参考，估计都没问题。这宣传图怎么这么熟悉呢？就好像刚刚看过一样。不应该啊，这张宣传图绝对没有泄露出去过，怎么会见过呢？在今天之前，这张图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按理来说也不应该传出去。如果真的传出去了，那就说明有人无意中泄露了信息，在军方这种事情的可是十分严重的，所以2人的反应才会这么大。或许是我太累，看错了吧？这架战机什么时候可以运到厂？今天就可以。军区的人已经去工厂拉飞机了，明天航展就要开始了，记得妥善安排，千万不要出问题。宋国明交代完后便回来休息了。忙碌了一天的他却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刚刚看到的宣传图，此刻依旧在他脑海里盘旋。奇怪，刚刚看到的宣传图怎么跟我在2位国士手中看到的很像？可第6代战机的研发是绝对机密的，不可能泄露的，但为什么却和宣传图上的那么相似呢？算了，明天航展就要开始了，到时候再说吧。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一夜没睡好的宋国明再次找到了王部长。王部长，再让我看看之前准备的宣传图。王部长没有多说，直接拿出手机找到那张宣传图。这绝对和我在飞机上看到的渲染图一模一样。这张宣传图是从哪里搞到的？这张图片是一鸣给我的。按照计划，我们对一架退役歼十进行改装，从而达到混淆视听，掩盖我们真正研发战机的目的。所以一鸣找到了一个改装的天才，这张图片就是对方发过来的。改装的天才，所以说对方不是我们部队的人。一鸣可能摊上大事了。
他随手拍张照片，却被军队武装包围。赶紧交代错误，要不然谁也保不住你。我问你，这张图片你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亲手拍的呀。6代战斗机都还没造出来，我们研究院手里的还只是渲染图，你哪来的实拍图？快把事情交代清楚，不然后果你是知道的。你们说的那个图纸，真的是我找的那个学生发给我的。依照计划，我找来一个学生对歼10进行改装，从而做到掩人耳目的效果。那个学生完成改装后，把原理图纸发了我一份，这就是他发给我的原理图。前面的数据我们研究所已经计算出来了，可后面的技术还未攻克。你把原理图发给我，我马上让人验证数据。院长，数据全部正确。有了这些图纸，我们绝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6代机研发出来。等到半年后的国际联合军演上，我们的6代机必然会给世界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喜。那我是不是没事了？直到现在，陈一鸣都没有搞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只不过是找了个大学生来负责战机改造，然后拍了张宣传图，接着就被众人拉到这里，说他泄露了国家机密。要知道，泄露国家机密可是重罪，到时候别说他还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少将身份，估计都得坐大牢。所以陈一鸣一直都是胆战心惊的。你说这份图纸是你找到的一个改装天才给你的？我找的那个改装天才其实就是一个西南科技大学的学生，而我也只是让他做了一个模型，除此之外没有过多交流，更别说泄露国家机密了。学生还是西南科大的？李德又皱起眉头，对方不仅改造了战斗机，还完成了图纸，最主要的是攻克了困扰他们多年的技术难题。别说是西南科技大学了，就算是在牛逼的学校，他也不觉得里面有人能做出来。他顿时就意识到，陈一鸣口中的这个学生绝对不简单。两位国士如果有疑虑，我可以带两位去见一下那个学生，距离这里并不是很远。不行，让两位国士面见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万一出了危险怎么办？谁能承担这个后果？对方解决了6代战机技术难题，还把这份图纸送到了军方的手里，这起码说明对方对龙国的态度是友好的。我想问对方一些问题，从他身上学一些东西。此时门口进来一个航展工作人员，宋政委，航展已经开始了，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展示未来战机模型展览？宋国明下意识点头，虽然这份图纸疑点重重，但那毕竟也只是个模型，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走，我们去看看这个解决了诸多难点的天才究竟改造出一架怎样的战斗机。此时航展里面已经是人山人海，这就是未来战机模型，这也太逼真了吧！你们快看这模型的材料，竟然用的是真正的航天金属，这完全不像是模型的样子了。这真的只是模型吗？我怎么感觉这次航展的主办方借着展示模型的理由，再给我们看航天科研院的最新研究成果呢？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大学生改造的战斗机？是啊，那家伙很负责，不仅一个人完成了全部工作，而且细节部分做的也相当到位，比如金属拼接的地方被他做的相当平整，如果不仔细看的话，还会以为是一整块铁板压铸出来的。对方既然能够拿出完整的图纸，就有可能按照图纸制作出真正的第6代战斗机。他还给我发了说明书。垂直起飞，全息隐身，雷达隐身，动力组还采用了核裂变反应堆。前面那些科技还能说得过去，后面什么核裂变之类的，我听都没听过，更别说见过了。李德佑和赵康平两位博士松了口气，这所谓的功能完全可以当做科幻读物来看的。这样一来，两人也就不用担心机密泄露之类的事情。既然这架战机是科研院研究的，两位国士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战机？挑一点不会泄密的东西透露一下呗，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看着期待的众人，已经不担心机密泄露的李德佑二人，此刻也是来了闲情雅致。当然可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幻想一下未来战机。这可是国士大佬讲课啊，大家抓紧机会。这种机会估计这辈子都没有多少，已经准备好做笔记了。大家知不知道垂直起飞是如何实现的？它和我们现在战斗机常用的起飞模式又有什么不同？李德又说了一大堆后，觉得光是讲解没啥意思，于是便让陈一鸣去驾驶舱拍照片，给观众展示内部情况。陈一鸣刚坐上驾驶舱，耳边就传来一道声音：检测到驾驶员就位，第6代天空象正在做起飞准备，系统正在自检。这他妈不是模型吗？怎么开始自检了？系统侦测到附近有生命波动，自动切换为垂直起飞模式。战斗机正在准备起飞，请周围人员尽快远离。声音瞬间传遍整个会场，在场所有人都懵了。这他妈不是模型吗？这也太逼真了，竟然还自带提示音系统。李德佑两位博士看着驾驶舱内的动静，此刻陈一鸣都脸色苍白，两人顿时意识到了不对劲，自己眼前的这架战机很有可能不是模型。快让所有人立即撤离，这是真飞机。军队发现不明飞行物，刚发射导弹，却发现是误会。危机解除了，警报的原因是宋政委在进行新战机秘密试飞，忘记告知我们而闹的乌龙，可以解除战备状态了。航空系统已经自动发射了拦截导弹，你跟我说这是秘密飞行测试？接上级展览会的模型飞机自动起飞，吓得两位博士连忙封锁会场，并且想办法取得了与驾驶员的联系。一鸣，我这边刚刚收到来自战机的数据反馈，这边显示战机目标升空高度高达18000米，而预测升高到这个高度只需要30秒。这个数据和你那边显示的有出入吗？没有问题，战机的显示屏上也是这样预测的。这个数据太夸张，哪怕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巅峰速度也没有这么快。
当前战机高度为1028米、1320米、1675米，几乎每1秒战机的高度都会攀升到下一个档次，并且速度越来越快。李老，战机攀升速度快，这不是好事吗？在他看来，垂直起飞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减少战斗机的准备时间，速度越快，节省的时间也就越多，这正是大家追求的效果。可他们怎么一副见了鬼的模样？速度快肯定是好事，但问题是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30秒到达18000米的速度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战机垂直起飞的速度已经超过了2马赫，这个速度已经是超过了歼20的最高巡航速度。垂直起飞的速度和巡航不同，它对引擎所能提供的推动力要求极高，起码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引擎也做不到这种地步。咱们龙国什么时候这么强大了？高度已经突破3000米，核裂变反应动力模组开始加大功率，动力模组准备中。我听到了什么？核裂变动力模组，你还真的有啊？不可能，核裂变可是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东西，怎么可能出现在现实里？还被时装到了一架飞机上。准备完成，核裂变动力模组正在提速。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战机引擎的喷口再次扩大，而2位博士看到战机已经突破了音速，并且还在持续上涨，2个人都直接蒙圈了。说好的空气动力学呢？你这东西完全不合理呀！怎么回事？怎么速度越来越快了？这真的是一架战斗机该有的速度吗？这还是垂直起飞，还有这恐怖的引擎，里面到底用的什么技术啊？我感觉这个引擎别说是飞机了，多装几个连火箭都能推动，这样的设备装在一个飞机上，真的好吗？陈一鸣的疑问通过设备传到众人耳朵里，所有人都沉默了。作为龙国在航天领域最顶尖的一批人，2位博士不禁陷入自我怀疑，他们感觉自己所学的知识好像已经被彻底推翻了。一鸣，请问你那边状况如何？报告，我感觉一切正常。现在需要你控制战斗机飞到军区降落，这可以做到吗？可以的，定位最近军区，启动低速巡航。低速巡航已启动，感受着强大的推背感，陈一鸣嘴角抽了抽，看向屏幕，只见上面正显示着3马赫速度。你特么管这叫低速巡航？说好的低速巡航，你给我整个3马赫，那要是高速巡航，是不是直接让我变成光了？一鸣，你怎么回事？让你慢点开，你开到3马赫，赶紧给我降速。李老，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开了低速巡航，莫名其妙就超过3马赫了。这速度是低速巡航，也就是说现在的6代机还处在低速巡航的状态中。彼得又整个人都蒙圈了，3马赫的速度放在寻常战机上就已经是高速巡航了。而在这个6代战机身上却还是低速，更别提上面还有高速，甚至是极速巡航。如果开到极速的话，该有多快？这个战斗机的引擎到底是怎么设计的？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拆解一下。此时，战机以极快的速度朝最近的南部战区飞去，而战区的雷达已经发现战机了。部长，雷达检测到正有东西朝着这边快速接近，而且速度已经超过了5马赫，并且很快就会到达我们这里。是否可以确定不明飞行物的信息？已经锁定目标，但目前还不能确定具体情况。会不会是其他国家闯入龙国境内的探测器？很有可能，毕竟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如果是装有大马力、轻量化的探测器，的确有可能实现这个速度。这群人真是反了天了，居然敢擅闯我们的领空。对方的速度已经达到了10马赫，能做到这个速度的不太可能是探测器，很有可能是导弹。立即拉响警报！顿时，整个雷达部门充满着警报声。身为龙国南部战区功能最全、拥有最多设备的雷达部门，他们的职能远比想象中要多得多。倘若发生战争，这座雷达部将会包围龙国的整个南部，在第一时间检测到敌军的入侵，并且采取反制行动。现在战争没爆发，怎么就会有不明飞行物朝着这边飞过来呢？难道是我们兔子自己的导弹？想到这里，七尾立马给导弹部门打电话：你们是不是在进行导弹实验？没有通知雷达部门，你们知不知道这样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啊，我们没有发射导弹。七尾眉头皱起，如果是导弹部门发射的，那还好说，毕竟自己人不炸自己人，但无法确定不明飞行物信息的话，就麻烦了。启动1级防空警报。此时，航展中心的防空警报同样响起，并且这里的警报更为强烈。原本还在观测战斗机数据，众人一脸诧异。报告政委，1级紧急情况，南部军区上空发现不明飞行物，疑似导弹袭击，我们已采取疏散民众的措施，请政委下达接下来的指示。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导弹的？把具体情况和我说一遍。我们雷达部刚刚检测到一个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并且朝着军区快速飞来的不明物体，原本以为是探测器，但转眼它的速度就提升到了10马赫，所以我部判断这一定是一枚导弹。老齐，你搞错了，你们检测到的不明飞行物并不是什么导弹，是我们自己的战斗机，这只是一次飞行测试，忘记通知你们了而已。齐伟有些愣神，但凡换成其他部门，不管对方是谁，闹出这么大乌龙，肯定是要骂回去的。但看着屏幕上急速飞行的战斗机，齐伟心中只有激动。我们龙国在航空领域终于站起来了。齐伟确认危机解除后，便直接给导弹部打电话。危机解除了，宋政委在进行新战机秘密试飞。你他妈怎么不早说？我导弹都发射出去了。平时演习不见你这么迅速，一遇到事你特么是真出手啊！你赶紧想办法把导弹停了。这是导弹，而且是防空系统自动发射的导弹，已经发射出去了，我怎么停？我告诉你，这次发射的还是防空系统里面最强的 C9 导弹。这种导弹具体参数你也知道，一经发射不可撤回，连弹道都不可能更改，更别说停下来了。
我驾驶刚研究的第6代战斗机，却被自家导弹追了一路，并且还是威力最强的。不好了，政委，刚刚我把消息传到导弹部的时候，他们已经发射导弹去拦截飞机了。他们不知道我们正在试飞战斗机吗？他们是发射完导弹之后才知道的。混蛋，那不仅仅是新式战斗机，上面还有我们的飞行员。现在还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比如说更改弹道、提前引爆，或者让它失效也行。实在不行，就再发射一个，把给导弹先炸了。政委，您说的这些我都提过，但没用，因为导弹部那边发射的是 C9 不能更改航道，也不能撤回，更别说用导弹提前将其引爆了，因为 C9的极限速度是20马赫啊。宋国明心都凉了，原本他以为发射的只是一个普通导弹，因为普通导弹的航行速度一般都在10马赫左右，而此时战斗机的速度也达到了10马赫，在速度相同的情况下，两者还保持着数百公里的距离，只要驾驶战机往反方向飞行，那就有可能在被导弹追上之前耗尽导弹的燃料，可发射的居然是威力最强的赤盾 C9。如果现在派出战机拦截导弹的话，成功率有多大？我们现在战斗机采取的还是传统起降模式，光是起飞就需要浪费很久时间，无论是战斗机还是赤盾导弹的速度，都是这些普通战机望尘莫及的，连跟都跟不上，就更别说拦截了。若朝着其他拥有导弹发射基地的地方飞去，然后通知另一个导弹基地，在战斗机飞过去的同时，提前发射导弹拦截赤盾 C9。虽然这样做的危险性很高，对默契程度有很大要求，但这也许是唯一的办法了。宋国明将事情以及自己想到的办法告诉了陈一鸣。当陈一鸣知道消息后，人都傻了。我这是造了什么孽？不仅稀里糊涂开上了这个飞机，现在还被自家导弹追着，这运气也太烂了吧！丁检测到战斗机被导弹列为目标，导弹速度10马赫，距离战机500公里。该导弹的威胁程度为1，战机开始加速。战斗机接着进入了极速模式，速度在短时间内提升到了30马赫。已经30马赫了，这速度已经快赶上火箭了吧？嘿嘿，本来以为这个赤盾很厉害的，现在看来也不怎么样嘛。刚才是谁被赤盾导弹吓到说不完整话的？现在战斗机速度起来了，你也装起来了。此刻大家脸上都涌现了笑意，原本以为6代机这次必死无疑，但没想到居然就这么保存下来了。陈一鸣开始减速。政委，我刚才是开玩笑的，我没有在和你开玩笑。此刻赤盾导弹正在城市的上空，根据这枚导弹的运行程序，只要跟丢目标就会启动自毁模式，而此刻导弹正在城市上空，如果自毁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明白，政委，我马上降低到20马赫。难道我们只能看着战斗机被击毁吗？事情还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糟糕。现在陈一鸣的位置距离海域还有几百公里，我们完全可以把导弹带到海洋上空炸毁。陈一鸣调转方向，朝着最近的海域飞去，而宋国明为了避免再次发生乌龙，紧急拨通了海军基地的电话。我们正有一架战斗机朝着你们那边飞行，你们留意一下。这算是什么大事吗？登记一下不就好了，还值得打个电话？战斗机的后面还跟着一枚 C9 导弹，它现在被导弹锁定，需要在海上引爆。你们尽快采取措施，将损失降到最小。报告首长，我们的雷达扫描到一架战斗机正在朝着这边飞速行进，并且在这架战斗机后面还跟着一枚导弹。还真有导弹啊！话说20马赫究竟是什么鬼？现在的战斗机已经发展到这种水平了吗？记住这件事千万不要泄露，这属于我们龙国的最高机密。通知海域上空所有巡逻机注意避让，现在正有一架战斗机朝着我们这边飞来，一定要远离。这架战斗机的后面还跟着一枚导弹。此时陈一鸣将战斗机再次进入极速模式，直接甩掉了和他保持距离的导弹。这威力如果被炸得正着，别说战斗机了，就算是航母都得被打成残废。危机解除了，辛苦几位。这事跟我们可没关系，要不是这架战斗机的性能夸张，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哈哈，真没想到在航天这件事上，也有我们这两个老东西插不上手的时候。不过远超赤盾导弹的极限速度，我已经开始好奇这架战斗机的引擎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了。一鸣，现在危机解除，你可以返回南方战区了。我已经通知了那边，不会再有任何事情，你安稳开过去就好。1个小时后，飞机安全降落。众人也赶到了这里。一鸣，之前你联系负责这架战斗机改装的是什么人？是一个在农机厂兼职打工的。打工？是啊，我们这边查到了他对农具改装，并且出售到境外战场的记录，所以觉得他在改装上有一定能力，特地聘请他对歼十进行了改装。这能看出歼十的影子，这哪里是改造，完全是制作了一架新的战斗机。你给我说说细节。他找我要了1000万改装费。谁问你这个了？我让你说的是身份细节。他是西南科技大学的大2学生，听说学习成绩不错。把农机改装成军火售卖到境外，还能对歼十进行改装，甚至改装成了我们一直没有研究出来的6代机，你管这叫学生？世界合金最高强度才700，而我刚研究的战斗机却达到了5000，就连速度也甩导弹几条街。从之前的表现来看，这架战斗机所使用的金属比航母还要强得多。
一家航母用的钢材强度能到5000，这个强度该不会是外星科技吧？毕竟在众人的认知里，蓝星上是绝对不可能存在强度这么高的金属的。接上级战斗机降落后，李德又便给601研究所打电话。接到消息的林泽甫连忙带人赶过来，然后便开始对战斗机测量数据。这是在测什么？测试这架战斗机所用金属的屈服极限。屈服极限，屈服强度就是材料开始有不可恢复的变形时的强度。比如这里有一节钢管，当这个钢管开始发生不可挽回的形变的时候，就说明已经达到了它的屈服强度极限。简单来说，就是表征材料抗变形的能力。这个金属的强度太高了，但强度并不是全部，韧性也是相当重要的。在理想状态下，相同的两种数字才是更完美，任何一项过高都会有不同的副作用。14，这怎么可能？蓝星现在的合金最强的也才12，这战机一开始就测出了14。老李，你说这个战斗机所用钢材的屈服强度极限能达到多少？李德又摇了摇头，眼前这个数据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认知，屈服极限能达到多少，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我现在只想知道这离谱的金属材料究竟是用什么手段制作出来的。如果能够拿到工艺方法制作出来的话，我们龙国这边的战机、坦克甚至是航母都将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测试仪器不断运转，液晶屏上的数字也在不断攀升。坏了，这么容易坏的吗？这可是我们科研院刚刚购入的呀，总共才用了不到7次，怎么这么快就报废了？难道这仪器的极限就能测试到50？林老，我们的仪器并不是因为强度不够，而是我们的管理权限被夺走了，就连底层代码都被修改了，现在仪器已经报废了，返修的成本不低于重新制作一个。这可是刚买的仪器呀，不带这么玩的呀！老李，这架战斗机究竟是从哪来的？是一个大学生自主改装的，我们准备去拜访一下这台战斗机的制作者小陈，你联系一下对方，要不要给这台拖拉机装上履带和炮管呢？是战机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吗？把地址给我上门维修。没有，战斗机没出问题，而且改装效果远超我们的想象。我们这有人对你改装的战机十分感兴趣，所以想要见见你。你看你这边方便吗？明天过来吧，就来农机厂这边。等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行人就到了农机厂。陆峰同学，制作这架战斗机你用了多长时间？如果算上筹备材料等各种繁琐工作的话，大概花了不到1个月吧。大半个月改装出一架6代机，这怎么可能？要知道，制作6代机在没有流水线的情况下，大部分零件都得现场开模、现场制作，制作好了之后还要比对校正，整个流程是极其繁琐。李老，其实陆峰所用的时间是要远远小于他所说的时间。陆峰不仅每天到工厂对歼10进行改装，就连学校那边的课程也没有落下。我派人问过陆峰那段时间的课程是满勤。上课还满勤，改装战机不是提供了1000万的费用，半个月赚1000万，还每天都去上课，这得多爱学习啊！过了半天，众人才反应过来，最后在陆峰的带领下来到工厂内部。他们刚进来就发现了写字板上写着歼10改造6代机方案，下面还贴着一张张精密的图纸。陆峰同学，我想见一见你团队的成员。你已经见到了，我的团队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有一些问题可以请教一下吗？接着李德又问了陆峰很多问题，而陈一鸣像是听天书一样。政委，他说的都是什么东西？你问我，我问谁去？这些问题你上学学过？问题都很简单，花不了多长时间，从这些就完全可以引申出6代机上常见的一些难题。陆峰说着，拿起马克笔便开始书写起来，写的是制作6代机难题的解决办法。科研院无数研究人员计算了几年都没解决的问题，此刻却在陆峰的笔下被完整解答了出来。写完公式之后，陆峰继续讲解起来。在场没有课桌椅，只有认真听课的3位博士，他们遇到不会就举手提问。等到整套公式讲解结束，陆峰都记不清这3位中途举过多少次手。原本计划半小时讲完的东西，硬生生拖到了2个小时。可即便如此，等到陆峰讲完，3位博士却依旧是一脸懵逼。此刻3位博士终于理解了当年上学时教室末尾那群学渣的感觉。必须要把陆峰拉到我们研究院来，这个年轻人对于航天事业的理解已经超过我们所有人，只要把他拉进我们研究院，我们研究院的水平就能再提高几个档次。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想要把他拉进研究所得开出什么条件呢？一大笔钱嘛，各国对人才的引进培养都是相当重视的。如果陆峰这番事迹说出去，哪个国家会舍不得这1万年薪？要不我提前退休？虽然我这个航天院院长可能工资并不是很高，但带来的名誉可不是一般的大，可不是有钱就能搞定的。两人很快就确定了心思，起码现在这个人条件是他们2个人能拿出来最好的。可就在李德佑准备开口的时候，一旁的林泽甫忽然出声了：“那个房间里面的是什么东西？”房间里是一套核裂变反应堆组，6代机引擎用的就是这个，为了避免其出现故障，所以我就备用了一份。啥玩意？核裂变反应堆组？该不会是航展上6代机功能说明里提到的东西？这真的存在吗？李德佑整个人都懵住了。之前看到那份说明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在看科幻小说，没想到这东西竟然真的被研发出来，而且还用在了战斗机上。感情昨天看到的是一架核能歼击机，怪不得这个战斗机的速度能这么快，而且能源就好像用不尽。一个核裂变反应堆不应该是很大的吗？这东西是怎么装到战斗机上的？我制作的核裂变反应堆组没有很大，大概只有5立方米左右。多少？5立方米？
专家研究几十年的1+1问题，却被我仅用半个月破解，而我研究的战斗机速度更是达到了30马赫。当专家知道后，连夜卖站票找到了我。陆枫，你这样的人才不该被埋没。我现在代表601研究所向你发出邀请，待遇方面绝对是按照最高规格来。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保证可以全部满足你。老东西，你什么意思？我带你来见陆枫不感激也就算了，居然还想抢我们的人。这架战斗机在我们战区，陆枫也是我们战区的人，凭什么轮到你？我也是西南科大毕业的，说到底我和小陆同志还是同门师兄弟呢。小陆，你看这2个人情绪不稳定，又能研究出个什么来？不如来我们研究所，我这边所有人情绪都很稳定，在科研方面也是超过他们的研究院。之前的监视原型机也是我们发明出来的。小陆，你如果加入我们研究院的话，我这个院长的位置都可以让给你。所有人震撼地看着李德佑，多少人为了科研院院长的位置争得头破血流，没想到为了这个年轻人，李德佑竟然愿意让出院长的位置。好家伙，没想到我随便找了一个大学生，竟然要成为航天科研院的院长了。就你们研究院的进度，只会拖累小陆的脚步。来我们研究院，我可以把所有资源都划分给你。和小陆比起来，你们能比我们好多少？2个德高望重的博士此刻已经吵急眼了，甚至有大打出手的样子。 3位别这么激动，咱们有话好好说。说什么说？我今天非得给这2个老东西点教训。嘿，你还想1打2，反了你了。谢谢您的好意。林泽甫如遭雷击，而李德佑和赵康平却激动了起来。小陆同志，明确的选择，我这就联系科研院的人，准备帮你入职。也谢谢您的好意。我现在还在上学，所以暂时还没有参加工作的打算。来我们研究院，你就是院长，这你还上什么学？以你现在的知识，有什么老师能教你？加入我们没人可以约束你，你继续上学也没问题，我可以帮你挂职。我这里能联系西南科大，让你直接毕业。此刻3位博士还在源源不断的抛出各种条件，面对这些十分诱人的条件，陆枫却依旧摇头。小陆同志，如果可以的话，现在这家工厂我们军方可以送给你，要求就只是你来挂名一下我的军工部，只是挂名，不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而且在这之后可以正常生活放学，有什么需要的也可以尽快联系我们。那就按你说的来吧。3位博士此刻有些蒙圈，他们争夺了半天的人才，竟然被军区的人给截胡了。干得漂亮！宋国明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然后假装生气地批评了他2句，转身又去安抚3位博士。3位博士放心，陆枫同志在我们军方和在研究院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龙国的航天事业做贡献了。而且我们这边离着国防科大距离近，小陆同志上下学也方便。既然已经和军方达成协定，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小陆同志，你可不可以将你制作出来的6代机暂时借给我们研究院？老林，你就是来砸场子的是吧？人你要和我们抢，战机你也要抢。小陆同志，刚才这个老东西开的条件，我们出双倍。另外，战斗机我们也只是借用，到时候会完好无损的还给你。除此之外，我们航天院院长的位置一直为你保留，只要你想来，随时都可以上任。现在这架6代机并不是我的，我只是负责改装，实际归属还是军方的。不过你们都想要的话，我倒是可以再造一架出来。那可是核动力引擎的6代机，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好像随随便便就能造出一架。我不能白白为你们造一架6代机。首先，我这里肯定是需要一些人来帮忙打下手。第二个就是必须给足经费。小陆同志，你放心，所有经费，甚至包括这期间产生的连环费用，我们航天研究院全部承担。作为航天研究院的院长，只要理由充足，申请一大笔经费还是可以的。不用你们全部承担，我们601研究所承担其中的1半。还有一点，在这些研发经费里，我要抽2成作为我的劳务费。没问题，如果后续还有需求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向我提。那我先走了，今天还有课。陆枫提起水桶一样的大水瓶，快步走了出去，看着对方逐渐远离的身影。宋国明等人都有些精神恍惚，很难想象刚刚被3位博士、2大顶尖研究院争抢的人，竟然还是个大学生，真是英雄出少年呢。3位博士回基地后，开始讨论经费问题。一架5代战机所需要的费用都要花费7亿左右，而6代战机的各项性能提升的实在是太多了，保守估计6代机的制作费用也在数十亿往上。按照陆枫的要求抽取2成，那最起码也要好几亿，这个价格还是挺高的。好几亿又怎么了？给你100亿，你能造出来吗？不管多少钱，一定要出来。这是我们唯一一次能够接触到6代机制作的机会，几十亿缩短数年研究历程，这笔账还是很值的。这么一算账，原本有些苦恼的李德佑瞬间明白过来，这笔账的确很值，就算上百亿砸锅卖铁也得凑出来。这时，王立安走了进来。李老，清单我已经核算好了，总共花费在2000万左右。2000万？没错，就是2000万。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算错了，然后我又核算了好几遍，甚至问了陈一鸣，确定所有材料总共花费2000万。李德佑接过清单，仔细看了一遍，还真是2000万。陆枫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是我们低估了陆枫的能力，而且是大大低估了他的能力。在我们这个领域，真正值钱的并不是材料，而是技术。想当初，咱们龙国为了跟上时代大步伐，许多工业机器都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一旦机器出现什么问题，所有人就只能干瞪着眼睛等外国人来修。人家外国人过来随便摆弄2下机器，画一张图就敢开价10万，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听着李德佑的话，一旁的赵康平和林泽甫也是苦笑着点了点头。他们都已经耄耋之年，同样经历过那番岁月。没想到陆枫的技术竟
竟然这么强，每一个零件的最低造价都非常便宜，从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直接压缩到了2000万，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夸张了。这都不用申请资金了，光是上个项目剩下的余款都够。之前说好让我们付一半的，其中1000多万由我们来。林泽甫说完后，急忙给空军总部打去了电话。老林，发生什么事了？难道是6代机那边又遇到什么难题了？不是，6代机已经制作出来的。林泽甫将事情详细的讲述了一遍。你确定你没有说错？这架战斗机真的是被一个民间天才制作出来的？没错，我确定，那绝对是一台6代机，而且是一台功能远超我们设想的6代机。最重要的是，整架战斗机的造价还不到3000万。听着林泽甫的话，刘伯良感觉自己的认知在被狠狠碾碎。功能远超设想的6代机，那得有多强？现在的民间科学家都这么猛吗？这是真的，我们人就在南方战区，战机也在这里。南方战区距离我大概是1300公里。按照你说，战机的速度是30马赫，如果那架战机可以在20分钟内赶到这里的话，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我刚研发的战斗机速度达到30马力，可总司令却一脸不信，甚至以为我研究入魔了。当他看到第6代战机后，直接震惊了。1000多公里，仅仅3分钟就到了，哈哈哈！30马赫的速度果然厉害。有了这架战斗机，鹰将和樱花国就是个笑话。未来的联合军演，我龙国必能拔得头筹。刘伯良说完，连忙拨通了林泽甫的电话。没想到这台战斗机真的被你们给造出来了，这次我们空军的实力肯定大大加强，这都多亏了你们研究所呀！你误会了，这架战斗机并不是我们601研究所造出来的，这架战斗机的发明者是一个民间科学家，制作过程我们完全没有参与，完全是对方从一架歼十直接改过来的。那个民间天才在哪里？快告诉我具体位置，我一定要见见他。我现在和他在南方战区。好，我现在就赶过去。我现在已经可以熟练驾驶6代机，首长还有什么指示？你把战斗机开回去，我现在也要赶去你们那边的工厂去见见那个民间天才。2个小时后，刘司令赶到了南方战区。小同志，感谢你啊！为了这个6代机，不光是研究院，连我们空军总部也是费尽了心血。我这次来就是代表空军想要与你深度合作。如果你真的可以再造一架6代机出来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考虑从你这里订购6代机。当然可以，我是代表空军总部向你订购，所以这个数额可能会有点大，不知道你这边能不能量产？只要有钱，量产不是问题。你放心，钱的问题一定满足。那我这边就先订购200架。当然可以。谈好合作后，刘国良就找到了陆军总司令老刘。你是说一名大学生仅仅用了2000万的预算，就把歼十改造成了一架真正的6代机，而且这个6代机极限速度能达到30马赫。我虽然不懂你们空军的那些东西，但你这么光，我是不是太不把我当回事了？哼，现在6代机就停在军工厂那边，你要是不信，就跟我来看看。看就看。2名司令很快就来到战机位置。这真是6代机？我怎么可能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这架战斗机的速度我可是亲眼见过的，1000多公里只需要2分钟左右。有了这架战斗机，半年之后的联合军演，我们空军肯定能大杀四方。樱花国他们所谓的战斗机，在6代机面前，充其量就是个玩具。以前我们龙国的战斗机比不上鹰将和樱花国，一直被他们压了一头，现在终于可以翻身了。此时，一名士兵走了进来。司令，国际军事会议半个小时后就开始了。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半个小时后，万志毅卡着最后1秒进入联合会议。哼，没想到龙国的人竟然会如此不守时，为什么要用超时的方式来浪费大家的时间？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时间都很宝贵吗？我并没有超时，也没有耽误大家的时间。虽然我是卡着最后几秒加入的会议，但并没有迟到。如果说你们的时间很珍贵，那你们完全可以像我一样卡着时间进入会议。如果你的时间真的很珍贵，那你完全可以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我相信没有你的存在，我们的会议会比想象中的还要顺畅。该死的龙国，凭什么跟我这么说话？我们鹰将可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万志毅与鹰将大战300回合后，会议才步入正轨。鹰将作为近几次联合军演的第1名，我认为在这次地点选择的流程上，我们鹰将应该享有绝大部分的权利。鹰将真的是一直都是第1吗？我怎么记得在上一届联合军演上，鹰将的战斗机可是在好多方面都不如我们啊！你们的第1是怎么来的？做梦做出来的吗？我没必要在这里和你斗嘴皮子。半年后的联合军演上，我们鹰将会让你们龙国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超级大国。对了，我们鹰将最近研究的战斗机性能再次实现了突破，听说龙国也在研究新型战斗机，情况如何？需不需要我们鹰将传授一点经验给你们？性能突破有垂直起降功能吗？有核裂变反应堆组引擎吗？极限速度能达到30马赫吗？漂亮小丑，半年后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战斗机。会议结束后，鹰将总统收到了来自空军总部的消息。没想到在这种紧要关头，战斗机的性能还能再次提升。上帝保佑，我们鹰将这次绝对可以毫无争议的拿下联合军演。龙国那边最近有没有什么消息？龙国那边的网络上最近流传出了他们要发出了6代战机。不必理会，如果是真的，怎么可能会让这些照片流传在网络
多上，这些不过是他们的虚张声势罢了。团练下去，这段时间紧急生产最强性能的战斗机。半年后，我们一定要在联合军演上将兔子打得落花流水。与此同时，新闻大楼里，没想到这个6代机竟然是你们军方先做出来的，不得了啊！放心，航展机密泄露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鹰将应该没有发现什么。解决了。宋国明在社交平台上搜了一下，出现大量关于6代机的词条，全是吹得越来越邪乎的评论。你管这叫解决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当你知道这架6代机的真实性能之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肯定是不相信啊！你不相信，那就意味着同样有很多人也不会相信。我们要是删除各种消息的话，对方反而会起疑。所以我在处理这些消息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掩盖，而是任其生长。再找技术员在这些视频底下大肆鼓吹6代机的各项参数，30马赫吹成60马赫，到时候就算消息是真的，也没人会相信。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你们战忽局果然能力很强。以后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要再发生了。这次动静闹得太大，几乎一个城的人都听到了风声。再有一次消息，就真的很难兜住了。老宋，这架6代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看这些数据也太夸张，都能媲美火箭了。这是最高机密，我不能告诉你。普通战斗机都是助力起飞，而我刚研究的却是直接原地起飞，甚至30秒就达到了1万多米的高度。报告，战斗机已经到达指定高度，共花费时间30秒。这个效果和之前的6代机完全一样。自从上级和空军司令合作后，6代战机就投入了流水线生产，而现在就是测试第一架成品，表现完美，继续下一项测试。紧接着，陈一鸣开启了最快的极速巡航，速度直接达到30马赫，巡航速度表现依旧完美。接下来测试一下隐身效果。一鸣，你先开启雷达隐身功能，等我让你关的时候，你再关。雷达部门准备好了吗？现在对天空大范围扫查，功率给我开到最大。电话那头短暂沉默过后，声音再次传来：林老，雷达功率已经开到最大，未能发现任何不明飞行物。太好了，这些天的努力我们一点没有白费。没想到这个流水线的能力这么强，不仅只用了半天时间就能生产出一台6代机，并且质量还这么高，这已经可以媲美国际顶尖的流水生产线了。有了这条生产线，5个月时间生产200架6代机完全不是问题。好了，老李，让一鸣将战斗机停下来吧，万一让别人看到再传到网上去可就不好了。先别急，隐身效果雷达测试过了，但视觉测试还没有进行，一并测完吧。视觉隐身测试，那不就是光学隐身吗？这架战斗机还有光学隐身的功能。上一架6代机测试动静太大，被许多人看到了，所以为了后面生产出来的6代机能够放心测试，我就在隐身效果里加上了光学隐身的功能。陈长官可以开始光学隐身的效果测试了。开启隐身后，不到1秒钟，战机就完全消失了。真的不见了，小陆同志，你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只要在战斗机表层加上一层感光涂料，再加一些回报率高的传感器，通过传感器检测周围情况，再由战斗机内自带的智能助理对其进行分析处理，最终将表层的涂料调整至最佳状态。6代机的测试到这一步已经结束，陈一鸣以垂直起降的姿态将6代机停回原来的位置。测试效果非常完美，生产线后续几乎没有调试的必要了，这完全可以直接进行量产。小陆同志，坦克改装的事情进展怎么样了？万司令对你的项目十分重视，所以让我过来问问。自从万智一开完国际会议后，便让陆丰在生产战机的同时也把坦克改装一下。已经在改装了，有许多需要调整的地方，不过大部分功能已经具备了，想要实测也是完全可以的。可以实测了，那我可以参观吗？没问题，到了明天我们就去测试吧。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陆丰改造过的坦克出现在了眼前，而前面则是一辆越野车。这辆车就是拿来和坦克进行比对的，只要落后越野车的部分不超过70%，就算完美过关。比赛一开始，越野车就落后了坦克一大截，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甩越远。此时坦克的速度已经达到每小时100公里，而这个加速过程仅仅用了5秒。要知道，保时捷911 100公里加速才5秒，但不同的是，为了极致的速度，汽车厂商通常会对车身进行轻量化以及空气动力学处理，而这台坦克完全就是一个大铁坨，重量是汽车的几10倍，更没有什么空气动力学可言。可即便是这样，这艘移动堡垒依旧跑出了如此傲人的成绩。怎么搞的？你的车跑哪去了？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了，完全跟不上啊！陈长官，开启高速模式吧，测试一下速度。开启之后，只见坦克一溜烟飞了出去，刚刚还停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此刻已然变成了200小时。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徐正清瞪大眼睛，他研究了几10年坦克，但此刻仿佛遇到了这辈子最大的难题。100公里加速5秒，刚才这辆坦克从100公里的时速飙升到200公里所用的时间似乎也才5、6秒，两段加速所用的时间相差无几，也就是说200公里的时速还远远不是这辆坦克的极限。好了，切换极限速度吧。陈一鸣再次按下一个按钮，坦克的速度再次提升，最终达到惊人的400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还能叫做坦克吗？实在不行，咱插上俩翅膀当飞机。
减速减速，前方是岩石区域，不用减速，全速撞过去，正好进行装甲测试。所有人都傻眼了，以400公里每小时的坦克撞岩石，所有人都得闭眼2年半。而这个憨憨陈一鸣直接踩死油门，撞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下一秒，坦克正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在岩石区横冲直撞。当徐正清发现撞击岩石对坦克没事时，整个人都兴奋了。9点钟方向还有一块更大的岩石，速度加满撞过去。7点钟还有一块，给我撞！徐正清不断指挥着陈一鸣驾驶坦克撞击岩石，很快岩石区就被清扫了大半，而坦克竟然一点损伤都没有。万司令，我们已经在对小路同志新改造的坦克进行实测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棒的坦克，我感觉这就是我们部门研究多年、一直在苦苦追寻的终极坦克。万司令，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过来观看一下。万志毅身为陆军总司令，他和坦克部门负责人的徐正清接触很多，这是一个骨子里有骄傲的人，一般的产品绝对不值得他如此在意。现在徐正清整个人都激动不已，足以证明陆风改造的坦克真的很强。快去准备车，我要去坦克测试基地，速度要快。此时李德佑几人还在苦苦支撑，他们感觉刚吃了没多久的早饭，现在已经涌到嗓子眼了。还好周围石头没那么多，否则今天非得让这几个小年轻折磨死。他刚说完，便看到了陆风正在对坦克进行打分，这才只是合格。虽然我不懂坦克，但刚才那么大的动静，也应该是坦克中的顶尖了吧？结果你只写一个合格，这性能还比不上完整品的坦克，所以只能算合格。好了，装甲测试可以结束了，接下来进行下一项测试，翻越我们眼前的这座大山。翻越大山，你是认真的吗？哪怕是以适应极端环境著称的越野者，平时也就敢爬坡之类的，翻越大山我连想都不敢想啊！小陆同志，要不就测试到这吧？翻山测试实在是太危险了，山体表面凹凸不平，一个意外就很有可能导致翻车，而且坦克重量大，在颠簸的时候更难以稳住重心。是啊，小陆同志，刚才的2轮测试已经能体现出你这辆坦克的性能了。要说翻山测试的危险还是太大，要不就算了。小徐，你说呢？他看向一旁的徐正清，想让这个坦克领域的专业人员来劝阻一下陆风，却发现对方陷入了沉思。我觉得有必要进行翻山测试。我们所面临的战场不仅仅只有平地，山川地貌环境都是不缺少的。而之前坦克唯一被诟病的地方就是太过于沉重不灵活，所以我们部门一直在追求坦克的极致精良化。而小陆同志设计的这辆坦克在灵活方面已经不是问题，现在就看它能不能灵活翻越诸多复杂地形。如果可以的话，这辆坦克时装到陆军部队，绝对可以将我国的军事实力再拉上一个档次。小陆，要不我们还是歇下去吧？老头子，我一大把年纪了，真受不了这些刺激。刚才忘记说了，舒适性方面其实可以开启重力陀螺仪模式的。坦克内部和车身其实不是紧密相连的，我在其中增加了许多气动装置。开启重力陀螺仪模式之后，驾驶舱可以自动适配颠簸，维持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当中，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地形都可以如履平地。你小子有这种好东西，怎么不早点说？他给坦克装上了3D 导航，不仅发射距离达到了80米，就连威力也比刚才发射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炮弹。你管这叫炮弹？谁家炮弹能有这个效果？这他妈是导弹吗？这是我在研究坦克的时候一并研发出来的电磁动能炮弹。这种炮弹的优点就在于可以完美适配电磁炮管，在发射的时候速度极快，而且威力堪比小型核弹。最主要的是没有任何如辐射之类的副作用。堪比小型核弹，而且还没有辐射。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吗？李德又下意识产生怀疑，可回想起刚刚自己看到的那个，又突然觉得自己的怀疑好像有点多余了。好了，大致就是这些东西。之后口径提升威力应该还能再提升一些。小徐，你刚才发给我的真的是坦克实测画面？虽然我也不太相信，但这的确是真的。我的个乖乖，你们是把小型核弹塞到坦克的炮管里了吗？徐正清将刚刚陆风的解释全部转告了万志毅。威力堪比小型核弹，还没有任何辐射。要知道，这种火器在战场上的威慑力还是很大的，因为国际条约规定不能使用核弹。现在各国都在研究如何让导弹的威力更加强大，而龙国却率先做出来了，而且不是导弹，而是坦克上装备的炮弹，这让万志毅十分激动。我已经赶到军工部了，你们就在1号靶场等我，我马上过去。小陆同志，你亲手改装的坦克实在是太好了。小徐给我发了一些视频，我就是被那些视频吸引过来的。这辆坦克就是用59式坦克改装成的。坦克外表我用之前的新型合金做了加厚，强度还可以，内部也添加了一些新型科技，主要是让驾驶员更方便操作，以及增加了操作的舒适性。再其次就是这门重炮了。这个我知道，电磁动力炮弹，威力堪比小型核弹，然后还没有辐射。听到对方这么熟悉，陆风也就没有再多解释。小陆同志，这个坦克的体型是你专门设计的吗？这么大的坦克，灵活性和隐蔽性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啊？王部长可以放心，这辆坦克的灵活性是我见过所有坦克里面最好的。我根本没有考虑过隐蔽的事情。装甲采用的是我研制的新型合金，并且装甲的厚度十分出众，就算是导弹也别想撼动我的坦克分毫。能够硬抗导弹的装甲，外加上这门足足有560毫米的电磁炮，我相信它在战场上的作用绝对要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多。
真的有这么厉害？陆峰说的都是真的。在你们来之前，我们已经对装甲和火力进行了全方面的测试。这辆坦克在400公里的时速下硬撞10几块巨大的岩石，都没能让它的速度减缓分毫，而且火力方面更为夸张，直接达到了80公里的射程。就刚才那一炮，我们就是在80公里外发射的，精准命中。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虽然我参加了这辆坦克的实测，但具体改装过程我并没有参与。3位博士好像一直在帮陆峰同志打下手，我们负责的也只有拆解部分，到了真正改装的环节，根本没有办法参与啊！光是陆峰的计划书，我们看都看不懂，哪怕列出了详细的图纸和操作讲解，我们也只能大眼瞪小眼。为了不帮倒忙，我们自觉撤出了坦克改装。万志毅从口袋里掏出一柄小刀，对着坦克装甲用力一划，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难不成这辆坦克的装甲真的能够抵挡导弹的轰炸？此时，一名士兵走了过来，数据测出来了，刚才用炮弹打的弹坑直径大约有 1.2 公里，爆炸中心点最深的地方有35米。如果按照爆发范围和威力来计算的话，刚才那一发炮弹的爆炸效果，差不多相当于100万吨 TNT 爆炸的威力。100万吨 TNT 什么概念？光是从高空丢下来就能够砸死一大片人。小陆同志，像这枚炮弹实装的话，这辆坦克的装弹量能够达到多少？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装弹量多就意味着持久作战能力强。一共有80枚。这辆坦克竟然可以不间断的对敌人造成80次相当于100万吨 TNT 轰炸，那岂不是说我刚才指挥坦克撞岩石的时候，屁股底下其实还装着8000万吨当量的炮弹？但凡发生一点摩擦燃起来，估计大半个军区都得给炸没了。还好小陆改装的坦克质量过硬，不然就真的完了。现在坦克的实测进行的怎么样？我能上去体验一下你刚才所说的功能吗？当然没问题。带着万志毅体验用不了多少时间，只要能让这位陆军司令心动，那后面开展合作的话也会无比顺利。坦克刚启动，短短10几秒的时间，速度直接到达了400公里每小时，竟然真的能够达到这种极速，而且看起来还很轻松的样子，怪不得小陆没考虑这辆坦克的隐蔽性。这速度再搭配一个专业的驾驶员，哪里还用得着隐蔽？接下来进行火力测试吧，就是你们之前说的80公里极限射程，以及相当于100万吨当量的炮弹。丁已开启导航模式。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导航。在开启导航模式的时候，这辆坦克上的雷达以及诸多传感器会在同一时间运转，将周围环境统统扫描处理，然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现在的导航只能扫描周围10公里范围，如果能连接卫星，这个范围还可以扩大。这个功能放在战场上，完全可以提前预料到敌军埋伏的。这哪里还是导航系统，简直就是外挂，还是透视外挂。前面那座山头是无人区，就用这个山头来进行测试吧。已开启超远视距锁定功能。下一秒，一道火光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远处的这个威力已经可以媲美全世界了。有了这辆坦克，联合军演完全不是问题，鹰将就等着被我们狠狠打脸。现在我们测试的是主武器，接下来可以测试一下副武器的火力。现在距离2号靶场8公里，就用中间的靶子来测试吧。你选择的靶子是用来测试坦克主炮的，这个靶子高15米，宽10米，厚度更是足足有12米。整个靶子的内部由钢筋混凝土混合浇筑，能够抗住一般坦克重火炮的打击。用来测试普通机枪的话，完全没有意义。刚好就这个靶子。下一秒，导弹飞射而出，以极快的速度飞向。巨大恐怖的爆炸声音响起，宛如城墙的靶，此刻竟然消失不见了。小陆，这辆坦克的副武器机枪口径是多少？目前是160毫米。你确定这叫机枪口径？这小子绝对有火力不足恐惧症，不然干不出这样的事儿来。不对呀，就算是160毫米的口径，也不该直接把一栋墙给轰没了。子弹和炮弹不同，内部除了激发装置，可是没有任何火药填充呢。而刚刚我们只开了一枪，怎么可能就直接把整个靶子给打没了？这个靶子制作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不可能，我们的靶子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小陆同志，你的重机枪子弹是不是有什么不同？这个重机枪使用的是电磁动能子弹，我在里面多添加了一层激发装置。当子弹射入敌方体内的时候，这层激发装置才会启动，效果就和炮弹爆炸的效果差不多。好了，继续测试吧。测试的差不多就可以了。这些靶子可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做的，再测试下去岂不是全都要玩完了？这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锁定全部靶子，火力全开。他给坦克装上了3D 导航，不仅发射距离达到了80米，就连威力也这火力还算合格，接下来还有电磁武器测试。刚才你那些电磁炮弹、电磁子弹之类的难道不算吗？如果不算的话，那什么样子的武器才算是电磁武器？李德佑身为航天院的院长，肯定不是只知道航天技术的，电磁科技领域他也曾经涉猎过。电磁武器就是通过电场和磁场发动攻击的设备，这个设备并不像我们之前见到的火炮那样，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武器的杀伤性。电磁武器的效果一般都是在内部发生的。拿电磁枪来说，它的作用就是在扣动扳机的时会射出一阵电磁波长，从而影响到敌人武器的正常运行，对敌人造成干扰。那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还停留在概念，如今还没有研究出什么像样的电磁武器，基本上都还处于干扰通讯设备阶段，类似于手机和对讲机这些。而且这个东西要求技术很高，造价太高不划算。小陆同志，你这个电磁武器的作用是什么？
我的电磁武器一共有3项功能，第一项功能就是能够实现10公里范围内的电磁系统瘫痪。我所说的瘫痪，并不是让这些电磁系统运行出现故障，而是彻底报废。第二项则是可以让方圆5公里的设备机动性能瘫痪。第3项是这个设备的核心功能，设备可以向电离层释放超大功率电磁流，并且通过超大功率电磁流改变天象，制造闪电风暴，威力足以让2公里范围内的一切事物化为灰烬。小鹿同志，你说的都是真的。接下来就要测试这个功能，你们可以拭目以待。不过想要测试这个功能，还需要一点设备。王部长，我需要几辆坦克用来测试这个功能。王立安下意识皱眉，如果是几辆坦克的话，这个成本就有点高了。不对呀，如果陆峰说的这个功能是真的的话，那这一辆坦克的价值就抵得上其他所有坦克了，更别说能实现量产了。嘿嘿，需要什么样子的坦克，我这就准备。找一些退役坦克吧，功能尽量完好的，然后安排到我们2公里的范围内就可以了。没问题，我立刻去安排。很快，一辆辆坦克按照王立安的指挥，停在了新型坦克的2公里范围内。喂，能听得到吗？收到，这里是徐正清，随时可以开始测试。那就开始吧。收到。下一秒，新型坦克内部的电磁武器开始运转，一道道无声无形的电磁波向外慢慢传播出去，肉眼根本观测不到。部长叫我们开着坦克过来，不是说要配合新型坦克实验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王部长没有说，谁知道需要我们怎么配合呢？安静等着就行了。这是什么情况？坦克出现故障了？你问我，我问谁去？王部长他们就在附近，赶紧出去汇报，别耽误了测试。不好了，王部长，我们的坦克车忽然发生故障，内部电子元器件全都损坏，就连通讯频道都不能用了。我们的也是，还有我们的坦克。听着众士兵的汇报，不光是王立安，在场所有人都愣在原地。原来陆峰说的都是真的。开始测试第2项功能。没一会儿，众人就看到又是一批士兵慌慌张张地下了坦克，朝着这边快速奔跑过来。王部长，我们的坦克动力系统受到损坏。电磁武器竟然真的可以把坦克的动力系统破坏掉，这也太强悍了。嘿嘿，更强悍的还在后面。现在开始测试第3项功能。下一秒，原本齐满1分钟过后，刚刚还停放着许多退役坦克的地方，此刻如人间蒸发了一般，没有任何踪迹。如果用这台坦克在军演上展示闪电风暴，别说鹰将了，就算所有国家的陆军实力加起来，估计都比不过这一辆坦克，只能算是合格。小鹿同志，这个闪电风暴的效果只是合格吗？我感觉已经相当完美了。这辆坦克估计会成为核武器之后又一个要被国际禁止的武器了，怎么会只是合格？可在我看来，这辆坦克的功能的确只够得上及格线，算是能用吧。就好比刚才的闪电风暴，2公里的杀伤半径有什么用？必须得扩大一点。除此之外，主武器以及装甲动力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次实测的效果还算不错，不过接下来我还得对这辆坦克进行升级。还要升级？不用不用，就这个性能放到联合军演上，绝对是吊打一众坦克的存在。小陆同志，我现在代表军方想要向你下订单，就订这台坦克，要求你随便说，我一定满足。可以，和6代机的要求一样，这辆坦克的材料需要军方全部供应，而我只负责技术支持。另外，所有坦克的制作经费中，我要抽取2成作为劳务费。没问题，这辆坦克我先定下600辆，至于你的要求一定会满足。合作愉快。到了第2天，陆峰把李德佑和赵康平2位国士叫到了一起。我今天有一个新的研究，你们可以来帮忙打下手吗？小陆同志，打下手的事情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见识过6代机以及新型坦克的威力后，他们对于陆峰的邀请自然是求之不得。我打算研究一种新元素，一种还没有被人发现的新元素。不是改装坦克吗？怎么又要研究新元素了？小陆同志，虽然我不知道你想要研究新元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目前人类能够接触到的元素已经全都被研究了一遍，想要再研究出一种新元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的确是这样，不过你可以说一下你想要研究的元素的功能，我们可以从已知元素中帮你筛选出几个符合的。正是因为没有符合的，所以我才选择研究一个新元素。既然已经没有新元素可以供我们研究了，那不如干脆创造一种新元素出来。创造新元素，这是我能听的吗？这就是我要创造的新元素。2位国士看着这张纸，先是一愣，然后皱起眉头，最后人都傻了。这写的是啥？怎么完全看不懂啊？这是创造新元素的公式，不过想要制造出来，必须要从微观粒子层面出发，所以我需要借用一台粒子对撞机。粒子对撞机是基于高能同步器上发展过来的一种设备，主要作用是令2束粒子相撞，以产生足够高的相互作用反应率，从这个数据判断粒子组合，最终得到想要的元素。而这样的设备造价相当高，龙国现在也只有1台。小陆同志，你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们身上。不过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突然要研究物理粒子和新元素？这跟你升级坦克有关系吗？之所以制作新元素，完全是因为整个世界现存的元素当中完全找不到适合的，而我接下来要制作的元素可以将我的坦克再次进行升级。你这坦克一炮都把山头抹除了，还有再次提升的必要吗？看来你对这辆坦克的要求真的很严格呀。既然你想升级，那我现在就联系，争取尽快帮你把粒子对撞机申请下来。
老沈，你们研究所的粒子对撞实验还在进行吗？刚做完一次实验，结果不是很理想。那你们的粒子对撞机现在应该是闲置的，正好我们需要借用粒子对撞机来制造一个新元素。彼得又聊了一会后，突然满脸失望。小鹿，他们的粒子对撞机量级太低，不符合你之前所说的要求。那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改装来提升这台粒子对撞机的性能。小鹿，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这一台粒子对撞机可是国家的产物，光是建造就花了10年，一共消耗了360亿。想要进行接下来的实验，这台粒子对撞机就必须改造升级。为了改造粒子对撞机，10万士兵一天25小时都在加班，所有加工机器都在轮轴转，直到1个月后才改造完成。接下来，超能粒子对撞机要进行首轮测试。程序测试通过，指标能量测试通过，运行环境测试通过。在场所有人都攥紧了拳头，但凡有一条没能通过测试，就要拆解整台机器进行检修。全部通过，所有人激动地抱在一起。这1个月太过短暂，也太过漫长。这次测试的数据很不错，没有辜负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数据竟然到达了10万伏特，和原本那台粒子对撞机相比，这个数字几乎翻了几10倍。怪不得小鹿说之前那台粒子对撞机不符合要求，原来需要的是这个量级的机器呀。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你们可以休息去了。看到这个装置这么成功，我今天估计都睡不着了。哈哈，我倒是困得不行。这1个月的时间里，我休息时间加起来都没多少。谁不是啊？每天一醒就有好多零件要做，在军工部这么多年还没这么忙碌过。做完这个机器，感觉我的人生都圆满了。人一辈子能参与多少个大工程？以后这种事都是可以拿来给后辈当故事讲的。小鹿这段时间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改装的事情不着急，在休息之前，我打算现在就把新粒子搞出来。彼得又瞬间傻眼了。过去的1个月里，整个军区最忙碌的人就是陆枫，一天甚至睡不到5个小时。可现在超能粒子对撞机制成，对方居然没有丝毫松懈，连休息的念头都没有，还要现在就把新粒子搞出来。小鹿，你这也太卷了吧！司令，流水线第1台坦克研究制作好了。按照制作时间来计算的话，流水线全力运转，平均3小时1辆，一天最多能制造出8辆坦克，1个月就是240辆。240辆，这还只是一条流水线的产量。如果建起多条的话，那岂不是直接起飞呀？1个月240辆，现在距离联合军演还有3个多月，也就是最少会有720辆坦克产出，远超过之前签订的600台。就在他考虑是不是要提高订单量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陆枫并没有在现场。小鹿同志呢？小鹿同志还在实验室，好像在做什么研究。之前小鹿同志说要用新元素对坦克进行升级，他现在在忙的估计就是升级的事情了。升级？电磁坦克都这么牛了，居然还有升级空间。走，我们去看看。小鹿，你不是对这辆坦克进行升级了吗？可和流水线刚刚生产出来的电磁坦克似乎没什么两样，只是增加了一种模式，所以从外表来看没什么变化。万志毅皱起眉头，之前陆枫改装粒子对撞机、制作新元素的事情他也听说了，甚至改装申请这么快通过，其中也有他在推波助澜。原本以为陆枫肯定是要搞大事情，但现在却是只增加了一种模式。万志毅顿时有些不爽，耗费了这么大的人力财力，结果就只获得了这么一点提升，不应该啊！万志毅没有将教训的话说出来，毕竟龙国的陆军想要在联合军演上拿到好成绩，还要靠眼前这个年轻人。而徐正清则是没想那么多，把流水线生产的情况告诉了陆枫。每天能生产8辆，虽然有点低，不过还算是可以的。在我的计算中，这条流水线的日产量应该在10辆坦克，不过8辆也不错，达到订单要求了，甚至还能提前完成订单。这可是和军方的订单呢，还是军火订单？这家伙竟然真的把这当成生意来做。一般人得到这种机会，不都是想着能够加入官方组织，然后端起几辈子都不愁的铁饭碗吗？徐大哥，接下来有件事需要你帮忙，这辆坦克刚制作好，帮我测试一下新功能吗？没问题，我最喜欢干这事。来到测试场地后，众人以为接下来会是一番常规测试时，却发现坦克变成了机甲。小鹿同志，之前我曾怀疑过你，觉得你消耗这么多资源，只更新了一种模式的做法是在浪费。我现在向你道歉，对不起。要知道，万志毅可是龙国的陆军总司令，连军部身居高位的人都很难见到一面。可这样一位角色，现在却是在道歉。没关系，我们继续测试吧。徐大哥，准备开启连接神经操作系统。什么是连接神经操作系统？就是将人体的脑神经和现代电路通过某种方式连接起来。这个连接系统可以直接将人脑的脑电波转换成电磁信号，输出到设备当中。有了这种模式，你的一个念头就可以轻松变成一个极难的操作，大大降低了坦克、飞机等军事设备的门槛。您可能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门槛大大降低，便意味着即便是普通人也可以做到和金牌飞行员同样操作。如果这种装置能够普及的话，我们龙国或许可以实现全民皆兵的构想。现在就看这个神经连接装置是不是能达到我所期望的效果了。徐大哥，现在可以开启连接神经操作系统了。收到，我感觉我好像和这台机甲融为一体了。开始测试机甲性能吧。真的要测试吗？
我担心操作不精会误伤大家，也怕这台机甲的强度经不起折腾了。放心，大胆折腾就行。那我试试吧。徐正清只是在驾驶舱内轻轻跳动了一下，机甲就直接飞了起来。当到达10米的高度后，轰然落地。徐大哥，继续测试。机甲快速跑了起来。巨大的机甲虽然步伐灵敏，但重量却是很夸张，每一步都能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众人感觉眼前这一幕实在是太过科幻，可偏偏脚下传来的地震感却无时不刻在告诉他们，眼前的这一切不是在做梦。就在这时，急促的警报声忽然传来，军区内部大量红色警示灯亮起，整个军区陷入一种恐慌的氛围。这是什么情况？司令您稍等，我这就问问。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拉响警报？王部长不好了，我们在军区发现一台巨大机甲，它正在对咱们军区实行恐怖袭击。赶紧解除警报，这是我们在做测试。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我现在已经熟悉这台机甲的操作了。小陆，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进行火力测试？别，之前测试坦克用的靶场现在还没修复好，剩下的靶场也承受不了这种炮击，所以就别在军区测试了，找个附近的无人山区测试吧。那就找个山区进行测试。收到，我马上让人过去。有山区失火了，现在火势还在蔓延，消防部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赶来。小陆，现在我们没办法测试机甲了，我得赶紧安排士兵去控制火势。如果是控制火灾的话，其实可以测试一下机甲里的冰霜弹。我抽时间设计了几种炮弹，全部装进了这辆坦克当中，其中就有一种叫做冰霜弹的炮弹。这种冰霜弹在命中目标时，弹头会释放出大量液氮，不仅隔氧阻燃，而且有极寒的效果。同时，这些气体迅速释放的同时，还会形成一个爆炸性的冻气云，可以将爆炸范围内的一切物体瞬间冻住。虽然这个冰霜弹不是用来专门灭火的，但是也可以试试。我改造的坦克不仅一炮打伤，就连整座山都给冰封了。当英将国总统知道后，一度认为我龙国作假。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龙国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有造出这种东西的技术？这视频是假的。这份视频发给坦克研发部门的吗？视频给坦克研发部门的负责人看过了，他们和您的翻译一样。如果这个视频是真的的话，那这次联合军演的难度就大了。这次的联合军演冠军，对我们鹰将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必须拿到。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当然，你这接不牢的事情交给我，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还不用多说，你最好一辈子别说话。我有一计，可让龙国无法与我们争夺冠军。下一秒，一条公告突然传遍全网，鹰将国临时修改联合军演的规则，不仅要比拼质量，还要比拼数量。与此同时，陆军总司令接到相关消息后，愤怒至极，厚颜无耻，发现质量比不过，就想要靠数量打败我们。鹰将是怎么知道我们有新型坦克和机甲的？找到了，有人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就是刚才灭火的视频。原来陆丰抵达火灾现场后，他看着满山的大火，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指挥坦克变身机甲，并且朝着山火发射冰霜弹，整座山瞬间被冰封。而不远处正好有人在直播，所以机密才会泄露。自取其辱，现在无论是6代机还是电磁坦克，都已经实现了量产。200架6代机要不了多久就能交付，坦克距离交付也没多少时间，一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就足以抵得上他们1年的产量了。改就改吧，以我龙国如今的实力，还不至于怕鹰将国。这一次龙国要震惊世界，争霸联合军演。与此同时，鹰将国的总统一脸得意，有了这个规则，此次军赛龙国对我们就再也造成不了任何威胁。哪怕网络上流传的那台机甲是真的，这种高技术结晶也绝对不是可以量产的。虽然质量高于我们的坦克，但从数量上龙国必败。我已经通知坦克部门，接下来的时间里全力生产，到时候打败龙国绝对不是问题。等拿下这次的军事竞赛，我们就可以将世界上更多的资源分配权掌握在手中。龙国想要崛起，想要跟我们抗衡，他们不是喜欢做梦吗？那就让他们做梦去吧。万司令，这次军事竞赛一共有多少项目？很多，囊括各国军事的所有领域，就比如战斗机展示，还有坦克列队。万志毅没有什么隐瞒，将所有项目说了出来。现在的比赛怎么还有冷兵器？白刃战士所有战争都不可避免的，战场上随时会有弹尽粮绝的情况发生，这个时候一把好的兵刃就可以发挥作用了。那我能要一把军刀看看吗？当然可以。他们接着来到了仓库，面前陈列着各种各样的冷兵器。陆丰随手挑了一把，打过招呼便直接离开了。看来小陆同志是要改造军刀了。不过一个冷兵器能有什么改造空间？帮我找一块高强度合金金属来，我打算改造升级一下这柄军刀。你去6代机的流水线找他们要1块就行。那我给他们打电话送过来，马上送1块高强度合金来实验室。只要制作出合适的元素，然后做成全新的技术，接下来的流程就轻松了。陆丰将参数调整好，按下启动按钮。这是停电了，可能是因为耗电量太大，所以断电了，实验进行不下去了。先去找王立安吧。
放心，我这就命令军工部把所有设备停下，将电力全部用来供给实验室。不用，超能粒子对撞机耗能太大，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吧，我搞一个可控核聚变发电，应该能解决电力不足的问题。搞一个什么东西？可控核聚变啊？李老在哪？应该在他的办公室里吧。陆枫很快来到李德佑的办公室，将自己的想法转告了他。可控核聚变，可我们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懂，帮不上忙啊。对了，周卫民是核能物理研究院院长，对这方面最了解，我给他打电话问一下。老周，小陆同志要制作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你是咱们几个里面对这方面最了解的，想让你帮着小陆同志打下手。道理我都懂，可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能帮上忙啊？我连核裂变模组的原理还没有搞懂啊！因为你是核能物理研究院的院长，就你在核物理方面造诣最深，万一还能从小陆同志那学点东西呢，对你来说是不是很有帮助？我这可是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小陆同志就在我这，你快过来吧。10分钟后，周老走了进来。接下来可能要麻烦你们一段时间了。没问题，老周就是为了帮你制作核聚变反应堆而来的，你随便麻烦，还有我们2个，但凡有用到的地方，无论是人手还是设备，尽管吱声就可以了。小陆，我听说你最近在研究升级什么新产品来着？怎么突然就要制作核聚变反应堆了？当然是因为最近断电的事情了，改造升级新设备就需要用到超能粒子对撞机，但这个设备耗能太大，军区的电力供应不过来，就会导致断电。与其每一次使用都需要军区将全部电力供应到我这里，还不如直接把核聚变反应堆制作出来，一次性解决发电问题。你说的我倒是可以理解，但你可能不知道核聚变反应堆制造的难题，不光是技术方面的难题，还有制作周期。想要靠这个东西来解决发电问题，可能需要很久很久。这是我画的图纸，你先看一下。居然还可以这么做，难怪所有人都没有研究明白，原来一开始的思路都是错的。周老，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可能都需要你和你们研究院的人手帮忙了。没问题，你需要多少人手，我这就去安排，越多越好，毕竟这是个大工程，而且最好是研究核能的人手。周卫民知道后便去联系人手了。李老、赵老，这个项目需要你们负责带领军工的人员做建设项目。嘿嘿，老周都没问题了，我们更没问题。这时陈一鸣走了进来，他身后还有一个壮汉。这位就是为你们改造升级军刀的小陆同志，这位是特种大队的队长李安，负责军事竞赛上等兵器比拼的人。他听说你给咱们的传统式军刀进行了升级，所以想过来看看。刚才断电了，改造升级款的还没制作出来，这样你们先到我实验室等一会儿，我和王部长说一声，让军区暂时为我供电10分钟，让我完成军刀的升级。我把核裂变反应装在6代机上，速度直接达到了30马赫。当我要研究核聚变时，所有专家都震惊了。这核聚变图纸是一个大学生主导制作的，准确来说，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我们只是负责后面量产生产线的筹备。你觉得那份图纸怎么样？很精妙，很多地方都是我从未设想过的，甚至凭借那一份图纸，我还找到了我们一直以来的错误。不过还需要实验几次来验证就够了。我就是来邀请你们去实验的。实验？什么实验？我这次过来就是因为小陆同志打算研究可控核聚变。他那里需要相当多核能方面的研究专家帮忙，所以我第一时间想到了你们。等人到齐，材料到齐，实验也就该开始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间？说到后面，周维民说话的声音都小了一些。大家都是核方面的研究专家，但身为专家，这群人心里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骄傲？一个70、80岁的老专家去给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打下手，多少会有点不情愿。所以他在用词的时候，特地没有用打下手，而是说去帮忙。可下一秒，孙成基就答应了。没问题，别说去帮忙，就算是让我去打下手都没问题。你觉得成功率有多少？嘿嘿，原本以为说服这些人要花费一些时间，但没想到竟然这么容易。你确定我们这次去了之后，研究的是可控核聚变？当然，我已经见到了全部图纸，起码在我看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小陆同志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并且每次完成的效果都会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至于成功率，虽然可控核聚变的难度很高，但我觉得最少也在90%以上。没想到你居然会对别人的评价这么高。身为核能领域的专家，他当然知道可控核聚变的难度多高，无数科学家穷尽一生都追不到的东西，甚至因为这个研究，还有许多人英年早逝。正是因为其危险性，他们的实验基地才会放在岛上，一点时间上的突破都能让他们兴奋无比。而现在有人却说可控核聚变的成功率高达90%，这让他十分激动。那好，小陆同志那边需要多少人手？目前是越多越好。你去让岛上的人全部处理完手头最后的工作，我们去给小陆同志帮忙。本来以为你们会拒绝我，但没想到会同意。哈哈，你格局小了，知道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吗？在你给我看核聚变图纸的时候，我看到了机会，如果不把握住这次机会的话，我这辈子或许都见不到可控核聚变的出现了。但今天我从你口中的小陆同志身上看到了希望。随后所有核专家带上各种资料，和周维民一起踏上了前往南方军区的路程。而李安并不相信陆枫能够在10分钟内改造出冷兵器。一鸣，你找的这个人到底靠不靠谱啊？10分钟时间连保养一套枪械都做不到，还升级军刀，该不会是重新打磨一遍吧？李安眼神有些埋怨，为了几个月后的冷兵器比拼，他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日以继夜的在练习格斗术。但看着陆枫的
的年纪，以及刚才说出来的话，他总感觉不靠谱。先看看吧，小陆同志从没让人失望过。10分钟后，陆枫左手拿着改造好的冷兵器，右手拿出一块强度高达数千的合金，直接将军刺轻轻搭在合金上。下一秒，军刺表面泛起微光，这是粒子高速振动所产生的效果。陆枫轻轻一划，合金块便被削下来一片。这种金属可是用在6代机和电磁坦克上的，而这个效果岂不是说这柄军刺可以轻松切割坦克和战斗机吗？这是我改造过后的军刀，学名叫做高振动粒子刀。而与此同时，经过大半天的飞机路程，孙成基等几十位专家顺利抵达军区。快带我去见见你说的小陆同志。别急，我们现在就过去。小陆，这些都是我们兔子在核领域的专家，专门请过来给你打下手的。这位就是我和你们说的小陆同志，也是这次可控核聚变研究工程的总负责人。小陆，你放心，就在昨天，我们在可控核聚变的研究上面已经有了新的突破，创造了世界纪录。这次研究有什么难题，你尽管说，我们通力合作，绝对可以攻克难关。不用，可控核聚变里面的难题已经攻克了，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仔细研究这份图纸，等你们研究理解了，然后就可以开始建造了。就是老周发给我的那份，而且是完整的。有什么不理解的可以问我，尽早吃透这份图纸，我们也能尽早开始建造。众人也没什么长辈的架子，看到不理解的就开始请教，态度毕恭毕敬。听着陆枫的解答，众人时而不解，时而皱眉，最终又恍然大悟。此时广场上整齐排列着200架战斗机以及800辆电磁坦克，这些可都是世界顶尖的装备，谁能想到我们居然有这么多台200架6代机，800辆电坦克。这次我们龙国终于不用隐忍了，以我们的实力，必将震撼整个世界。两人眼眶泛红，从最初被其他国家任意拿捏，到现在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其中风霜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为了能够国富民强，让世界刮目相看，短短100年里，龙国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磨难，又有多少先辈前赴后继倒在这场科技的追赶当中。现在终于追上了，并且超过了其他国家，一跃成为整个蓝星最为强大的国家。那就把这次的军事竞赛当做我们龙国的第一场发布会现场。这时陆枫走了过来，小陆同志，这次真是多亏了你，按照之前的约定，相应的劳务费已经全部打到了你的账户上。我知道了，你们这是准备去哪里？军事竞赛准备就要开始了，这些军事设备要先带到竞赛区域。所有装备都准备好了。是的，所有军事装备已经整装完毕，随时可以前往军事竞赛区域。这次我们坦克和战斗机的性能都有提升，并且趁着这段时间生产出了大批量的装备。以这些军事装备的数量和质量，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整个蓝星还有谁是我们的对手。命令所有部队立即前往军事竞赛区域，这一次一定要将唯一对我们有威胁的龙国打个落花流水。西方大国研发出不仅疯狂打压我，更是在联合军演上想把我当垫脚石，却不知我已经研究出了最先进的6代机。接下来的竞赛，我代表鹰将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和龙国一起展示战斗机。万志毅看着鹰将负责人一脸傲然与不屑，心中却是乐开了花。就等你这句话呢，想要自取其辱是吧？那就成全你。万志毅一脸平淡，仿佛没有听到对方话语中的陷阱。当然可以。他原本以为自己要浪费一番口舌，但没想到龙国竟然这么快就妥协了。哼，不知所谓，那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是超级大国，把我们最强的战斗机拿出来，让龙国见识见识。目前鹰将最强战斗机是 F-24勇气，这架战斗机不同以往，是由5代战斗机升级之后诞生出的5代半战斗机，性能达到以往战斗机的巅峰。虽然不如构想中的6代机，但在鹰将负责人看来，这架战斗机哪怕放眼全世界也绝对是顶尖的，吊打龙国是绝对可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鹰将已经拿出5代半战斗机了，那我们就出动6代战机作为回礼吧。他刚才说什么6代机？我们鹰将倾尽全力才制作出了5代半，而龙国却不声不响制作出了6代机，这怎么可能？不可能，龙国怎么可能制作出6代机？这其中需要的科技技术可不是现在的龙国能够拥有的。别说它了，就连我们都制作不出来6代机。以蓝星现在的科技水平，想要制造出6代机，最少还需要几10年时间。龙国绝对不可能有6代机，最多也就是强化改装一下，性能估计连我们的5代半都比不过。战斗机命名很简单，我们也可以将5代半战斗机命名成6代机，甚至6代机半，这不是张口就来吗？听着身后科研团队的议论，鹰将总统也反应过来，龙国真是急了，居然虚构出6代机这种不存在的东西。本来以为你们很有底气，但没想到，哈哈，看来这次竞赛第一非我们鹰将莫属了。看着对方嚣张的样子，万志毅一脸不屑，这会多嚣张，待会脸就有多疼。还在硬撑吗？不过这样也好，现在硬撑，到时候竞赛开始就摔得更狠，去把我们的5代半战斗机开出来，让龙国的这群土包子开开眼界，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战斗机。下一秒，一架战斗机缓缓飞行，而刚做完展示的毛熊代表脸色顿时难看起来。鹰将这个战斗机看起来要比我们的战斗机强很多啊！它的机翼和机身全部都运用了空气动力学，造型真的是太优美了。尤其是战斗机后方的那几个喷嘴，飞行动力绝对不会低。毛熊代表整个人都不好了，
作为蓝星的军事强国之一，他知道毛熊和鹰将的科技水平有差距，但没想到差距会这么大。本来以为我们可以和鹰将对拼一下，但现在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差了鹰将不止一筹啊！不光是毛熊，其他各国代表同样震惊不已。樱花和泡菜两个国家的代表，在见到5代半战斗机后，表情却是兴奋起来。这下龙国必败无疑，想和鹰将对拼，兔子简直就是自取其辱。哈哈，的确不错，这个大玩具是我最近见过最好的了。这就是鹰将的军事装备嘛，的确不错。但这种大玩具不应该去玩具赛场比拼嘛？为什么要来军事竞赛？他该不会以为凭借这个大玩具就能拿下成绩吧？不会吧，不会吧！你们的这个玩具在我们龙国很有市场，我觉得军事竞赛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谈一下合作。我们国内估计有很多玩具厂商愿意和你们合作。听到这里，鹰将总统哪里还不懂对方的意思？鹰将最为骄傲的5代半战斗机，竟然被对方说成是玩具。还没等他开口反击，一道巨大的咆哮声响起，造型优美的6代机出现在眼前。该死，龙国怎么可能会有6代机？他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可看着缓缓驶来的6代机，哪怕不敢相信也得相信。怎么样，我们的新战斗机如何呢？听说你们鹰将在航天领域极为强大，那为什么只做出了5代半战斗机，而不是6代机？是不想吗？你们龙国就喜欢搞一些虚张声势的东西，别以为我不清楚，这里面的猫腻只不过是修改了一下造型，就可以说是6代机了。且不说你们龙国根本没有制作出6代机的实力，光是这个外表就漏洞百出，完全不符合空气动力学。为了外观好看一点，就如此设计。你以为这是科技航展？我们这次竞赛比的是战斗机的性能，喜欢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我建议你们还是去参加一些小航展吧，不要在这里自取其辱了。这架战斗机的外观的确很优美，像是从影视剧中搬出来的，但鹰将总统说的也没错，这架战斗机完全不符合空气动力学。战斗机在飞行的时候，空气动力学可是很大的影响因素。如果是真的6代机的话，怎么可能忽视这一点？希望不是这样吧，不然龙国这次绝对是要出头了。果然，其他国家负责人的想法和我一样，龙国派出这架战斗机就是虚张声势。既然万司令对你们龙国的战斗机这么有自信，那我们不如比拼一下，就比拼速度如何？他和刘国梁对视一眼，忍不住要笑出声来。既然你自己找上来，就别怪我打脸打得太狠了。既然鹰将的人都这么说了，那我们也不好不答应，那就比速度。说完，他便直接朝着龙国阵营的方向跑去。准备一下吧，我们这次赢定了！记住，在开始的时候就将战斗机的速度拉到极限，不仅要赢下这场比赛，而且要赢得漂亮，让全世界都知道龙国和我鸣将之间的差距。随着双方准备结束，2架战斗机分别停在各自的航道上。下一秒，比赛开始，鹰将的5代半战斗机瞬间功率全开，各个引擎吞嘴同时运转，瞬间冲出跑道。而龙国的6代机竟然还在原地不动。看到这一幕的鹰将总统却是笑了：“万司令，你们的战斗机是不是出现故障了？战斗机结构复杂，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改造的。要不要我们这边的工程师帮你们检修一下？放心，免费的。”一架平平无奇的战斗机，却采用了核裂变技术，仅仅3分钟就达到18000米的高度，这可把西方霸国吓坏了。快！龙国已经有行动了，把速度拉到最高，全速前进，务必拿下这次比赛的胜利。如果输了，等回来之后，我一定申请要是你的罪。鹰将总统疯狂催促着，甚至都开始威胁了。而收到他指令的飞行员直接将操纵杆推到5代半战斗机的速度瞬间提升。还好，只要我们的战斗机率先飞到1000公里以外，就是我们赢了。照这个速度，应该用不了多久。龙国的战斗机虽然有垂直起降，但从距离来判断，他们的战斗机位置还在原地。与此同时，当第6代战斗机悬停后，陈一鸣透过战斗机自身的感应设置，已经锁定了上百公里外的5代半战斗机。只要我一声令下，导弹就会出击，将其击落。不过这只是军事竞赛，而不是战场。既然是比拼速度，那就用速度打败你们吧。下一秒，数个喷点同时运转，炽烈的火焰喷吐而出。原本还悬停在高空的6代机，忽然以极快的速度丁，施压舱已启动，那我就可以放心加速了。确认加速安全后，陈一鸣再次推动操纵杆，6代机瞬间冲了出去。3马赫，怎么可能？龙国的战斗机加速怎么这么快？感觉好像连加速时间都没有，一瞬间就追平了鹰将的5代半战斗机，太夸张了。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立刻向龙国订购一台6代机，拆开看看里面的引擎究竟是怎么做的。这个加速效率，估计传统引擎完全做不到吧？龙国究竟背着我们在搞什么？为什么突然就搬出这么强大一架战斗机？这个引擎该不会是核动力的吧？除了这个，我再也想象不到有什么引擎能有这么大的效率了。开什么玩笑？核动力引擎体积巨大，怎么可能装在战斗机上？龙国的战斗机怎么可能会如此强大？给我开启极速模式，必须要赢下这场比赛！收到指令的5代战斗机爆发出最强状态，速度直接来到了3.5马赫，而龙国的6代机速度已经提升到了10马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绝对是数据作假！战斗机的飞行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他完全不敢相信，一架战斗机的飞行速度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简直就是横置火箭了。长官不好了，龙国的6代机好像从我面前飞过去了。
什么叫好价？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应该就是6代机没错了，但它速度太快了，我根本看不清。鹰将总统瞬间沉默了，快到难以看清的速度，那说明龙国战斗机的10马赫速度没有造假，而6代机的性能仿佛没有镜头一样不断飙升。当前速度13马赫、17马赫、22马赫、30马赫，6代机瞬间就到了千里之外。龙国的战斗机率先飞出千里之外，速度竞赛龙国胜利。这也太快了，我都没有反应过来。我一直在计算时间，2分钟不到就飞完了1000公里。龙国发明的究竟是什么怪物啊？哼，你们不是跟我说龙国绝对造不出真正的6代机吗？不是说他们的6代机只是5代机改造来强行充面子的吗？谁能给我解释解释，一个充面子的产物为什么能在2分钟之内飞完1000公里？从这架战斗机来看，兔子的科技至少领先我们好几百年。比赛还没结束，接下来就是隐身性能测试。我们不仅在引擎上面做出了改进，隐形涂层上面同样改良了许多，这一次必须要扳回局面。接下来是第2场比试，隐身性能测试，请3方开启雷达。下一秒，3个硕大的雷达同时对着天空开始探测。下面有请鹰将的 F2C 猛禽开始测试。裁判来到毛熊国的雷达前进行检查，然而操作台上并没有鹰将战斗机的影子。不愧是鹰将，这架战斗机竟然真的逃过了雷达的探测。想要达到隐身效果，隐身涂层和机身设计缺一不可。看来鹰将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努力啊！能够逃过雷达监测，那岂不是说明如果战斗开始，鹰将的战斗机可以随便出入毛熊的领空了？而龙国这边的雷达屏幕上正有一个小红点在不断闪烁，并且持续转向、变速、拔高，但无论是什么动作都被雷达一一检测到。鹰将的战斗机躲避了毛熊雷达跟踪，但没能摆脱龙国战斗机，成绩合格。接下来由龙国的6代机上场。6代机垂直升空，并且开始高速飞行，而毛熊国的雷达一开始就检测不到6代机的存在。鹰将总统对于这个结果丝毫不慌，他满怀自信地探向自家雷达，可显示屏上干干净净一个小红点都没有。什么情况？你们忘记开启雷达了？开了，现在还是最大功率。工作人员不断调整参数，可无论他怎么调，始终没有探测到龙国6代机的踪迹，就好像在起飞的同时，6代机直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测试时间结束，龙国的6代机再次获得胜利。等等，龙国的战斗机的确厉害，隐身性能是我见过最强的，但比赛还没有结束，普通雷达没有办法检测到，但我们有更先进的雷达，给我开启超深空矩阵空间雷达。这雷达和传统的雷达运转方式不同，超空间雷达将无数小型高性能雷达组装在一起发射信号波，再由其中的人工智能计算，最终得到目标物体的位置。这种雷达性能强大，但需要太空卫星雷达配合才行。为了鹰将的颜面，消耗点卫星寿命算什么？一定要把龙国的战斗机监测出来。随着雷达的开启，原本干净的屏幕上多出了一架战斗机，连龙国的6代机都能监测到，这下真的是万物无所遁形了。这下坏了，本来以为龙国赢了，没想到鹰将竟然还藏了这么个大杀器。万司令，你看看屏幕上面的战斗机，是你们龙国的6代机吗？你看看是我们雷达的显示效果好，还是你们那么普通雷达的显示效果好？你听说过光学隐身吗？不可能，你们怎么可能会有光学隐身的技术？你们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罢了。一鸣，开启光学隐身模式。下一秒，战斗机开始一点点变淡，直至消失不见，而雷达也失去了目标。这怎么可能？你们龙国在作弊，请裁判组严查。他没想到这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技术，龙国不仅制作出来了，而且还实装在了6代机上。万司令，如果你不能对你们6代机的表现做出回应的话，我可就要让组织会取消你们龙国的参赛资格了。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们的战斗机是如何长时间保持30马赫的？不包子，因为我们的战斗机用的是核动力，动力用不完岂不是很正常？军队在比赛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眼前的坦克不仅比房子还大，就连速度也比高。这还是一辆坦克吗？高达4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外加坚不可摧的钢铁装甲，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龙国实在是太恐怖了。本来以为鹰将能在这项比赛中扳回一城，看来是我太高看鹰将了。不对，是我们太小瞧龙国了。谁能想到这辆巨大坦克体内竟然有如此恐怖动力引擎？我已经不敢想象这辆坦克将来踏上战场之后的表现了。仅仅几分钟，鹰将的坦克已经看不到龙国坦克的尾灯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说好的领先全世界，说好的必胜呢？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刚才的这一届已经把我的必胜所是统统否定了。这些科研人员来自鹰将顶级的研究院，按理来说他们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掌握技术最多的人，可看着那辆在沙场上疾驰的重装坦克，却是完全想象不出究竟是什么样的技术才能将这一幕实现。希望龙国的坦克能在半路发生故障吧。半个小时，龙国的坦克直接就过去了，而鹰将这边却才跑完了1/4。你们这坦克也不行啊！本来以为能遇到对手呢，没想到在全球观众面前展示了一波龟兔赛跑。但可惜我们这个兔子不会睡觉，你们的坦克才跑了1/4就用了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还很长。要不我们睡个午觉等等你。
鹰将总统都快炸了，他们以往都是在世界上强取豪夺的鹰将，竟然也会有被羞辱的一天，而且是当着全世界被羞辱。不行，必须得想办法制裁龙国了。只要在比赛中利用规则找到龙国的失误，说不定就能反败为胜。或许可以凭此从龙国那边薅一点羊毛过来，甚至可以索要龙国的先进技术。接下来的火力测试，你们有什么要说的？从火力进度方面来看的话，龙国应该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的坦克不仅采用了当前进度最高的瞄准模组，就连驾驶坦克的也是我们国家的金牌驾驶员。这次的火力测试是打水泥靶子，而咱们装备的是传统能力770的最新穿炸弹，效果肯定不错。希望这次不要让我失望吧。接下来的比赛是火力测试，请双方选手将坦克开到靶场。接下来的火力测试，我们将在靶场进行。随后坦克停驶往。而龙国的坦克刚跑20公里就停下来了。龙国的坦克还没有到达靶场，怎么就停下来了？还有80公里呢？难道是因为刚才的高速行进导致坦克出现故障了？那岂不是说明这场比赛鹰将自动获胜？这让鹰将捡到大便宜了。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全速前进，龙国的坦克出现故障了，这一场我们必胜。万司令，您方的坦克为什么突然停下了？是出现故障了吗？还是你有什么其他的打算？都没有，之所以停下，是因为我们的坦克已经抵达开火区域了。坦克距离靶场还有80公里的距离，您确定已经抵达开火区域了？是的，我方坦克已经抵达开火区域，随时可以开火测试。开什么玩笑？80公里，估计连目标靶都看不清。你万之一这么做是在哗众取宠罢了。等到了后面的数量比拼，必须要狠狠羞辱华夏。1个小时后，双方坦克准备，鹰将的坦克忽然射出一枚炮弹，穿越10公里，精准命中目标。厚重的水泥靶子直接被打了个对穿。这个火力居然直接把水泥靶子打穿了，感觉比毛熊的坦克的威力还要强啊！这一炮放到战场上，足以打穿一个坦克了，在坦克阵列里绝对是属于 T0梯队的。万司令，你们的坦克为什么还停在这里？难不成是真的不打算参加这次火力测试了？还是说坦克出现了问题，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来掩盖？需不需要把你们的坦克牵引到靶场？不然这么远的距离，别说火力测试了，感觉你们能不能击中目标靶都是问题啊！80公里刚好在我们坦克的射击范围内。至于牵引，你们那么的像蜗牛的坦克，真的可以牵引动我们的坦克吗？还是算了，我怕把你们的坦克累出故障来，到时候你还得反要我们一口。一鸣可以开火。下一秒，一道恐怖的光束喷射而出，以极快的速度朝靶场飞去。该死，怎么会这样？80公里射程外的一炮，居然可以命中靶场上的水泥靶子，这个火力真的是坦克炮弹打出来的效果吗？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他们的坦克火力能如此强大？我怀疑对方这一炮的威力之中，很有可能掺杂了核武器。那个蘑菇云不就是核武器爆炸之后的标志性效果吗？除了核武器之外，我已经想象不到其他可能性了。裁判，我方现在有理由怀疑对方在火力测试中采用了核武器，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核武条约。我要求比赛结果作废，我希望大家能联合起来，一起制裁惩戒这种违反规则的家伙。制裁我们有种试试，100年前我们就不怕你，更何况现在。如果没有动用核武的话，你们的炮弹为什么能打出蘑菇云？一颗小小的炮弹为什么能在顷刻之间清空整片靶场？如果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今天这件事就算没完。如果我们动用了核武器的话，现场肯定会有辐射，已经有人去爆炸现场进行辐射测试了，到时候结果自然就知晓。经探测，现场没有任何核辐射，龙国并没有掺杂核武。怎么可能一点辐射都没有？如果不是动用了核武器，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我们已经验证过了，没有就是没有。接下来最后一项比拼，军工数量竞赛，同一类型当中拥有更多军事装备的国家将会获得胜利。以鹰将的重工业能力，估计没有国家可以和他们比拼的。龙国这边的武器的确很先进，但这样强大的武器制作起来难度也非同凡响。况且龙国的资源调集能力和重工业发展还不如鹰将。可惜龙国之前拿下了那么好的成绩，没想到最后会以这种情况败在鹰将手上。前面输了又怎么样？接下来的数量比拼，我们一定可以碾压龙国。现在有请参赛双方展示各自的军事武器，所有人员即刻出动。为了赢得军事竞赛，西方军队准备了200辆坦克和60架飞机，而且全都是最先进的。我们在装备性能上输了，但数量一定是你们比不上的。既然龙国可以制作出这么先进的武器，产量也一定不是问题吧？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钢铁洪流。下一秒，800辆坦克出现在眼前。800辆坦克，为什么龙国能在3个月的时间内制造出这么多坦克？原来龙国才是第一制造大国，这个产能哪怕是普通坦克也很强力了吧？更别说这还是电磁坦克。光凭这800辆坦克，从今天开始，龙国的陆军就已经站在不败之地了。国际局势要变动。还有战斗机展示，龙国的6代机采用的是核动力，所以根本不可能实现量产。坦克阵列展示结束，6代机群起飞。下一秒，战斗机群出现在眼前，200架6代机。
此次数量比赛，龙国以800辆电磁坦克和200架6代机的数量，以碾压的姿态获得第1名。按照现在的比分，龙国已经赢了，而且是完胜。但还有最后一场比赛，这次我们研究出了一种新型合金，这种合金的强度和韧度都很强，这种合金打造出来的军刀绝对可以碾压龙国。这一次必须赢，必要的时候可以下杀手。在他看来，这是鹰将扳回一局的最后办法，如果再输的话，可就彻底没脸了。长官放心，我马上安排下去，这次绝对可以把之前的耻辱全部发泄在龙国射手身上。最后一场比赛中，双方都会派出各自最优秀的兵王进行格斗，而且必须使用军刀这一种武器。接下来你们2人将代表各自的国家出战，有一方主动认输或者失去作战能力的时候，比赛才算结束。如果没有比赛，将一直持续下去。听到比赛开始，2人当即朝着对方冲了过去。当2柄军刀碰撞在一起时，鹰将的长刀居然直接断成2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不是说军刀所用的金属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合金吗？怎么一刀就斩断了？这次竞赛你们和我保证过无数次，但没有一次竞赛能够胜利，现在更是让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件事没完。咱们的军刀绝对没有问题，从制造出来就经过了严密的测试，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军刀。更何况咱们的水手也亲身实验过。那你们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场面？等我回去再收拾你们。自从军刀被断后，鹰将选手就一直在前面跑，而李安则是在后面追。接着他按下军刀中的按钮，军刀直接变成了长度达到4米的恐怖玩意。怎么还能伸缩的？这真的是军刀吗？难道说这是一柄伸缩刀吗？伸缩刀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的刚接度啊？我突然想起一个来自龙国的笑话，先让你跑99米，然后我就要挥动我100米长的大刀了。这场比赛，龙国再次以绝对的碾压姿态获得了第1名。这一切多亏了小鹿同志啊！从最开始的6代机到电磁坦克，再到现在的高震动力子刀，每一个产品都帮助我们取得了第1名。有小鹿同志，以后每一场军事竞赛都将由我们来统治。被鹰将压制了这么多年，终于能出一口气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老周啊，你这个电话来的正好，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先别说话，我这有个更好的消息。就在刚刚，我们在小鹿同志的带领下，可控核聚变的计算机模拟已经成功了。这说明之前的研究没有出错，只要按照计划开始施工，就可以制作出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我知道了，我们这边军事竞赛已经结束了，马上就可以赶回去。感受着周围人的目光，彼得又愣了一下。刚刚是不是不小心暴露了机密？龙国难道真的制作出可控核聚变了？不可能，以龙国现在的科技水平，完全不足以制作出可控核聚变，里面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太高了，即使是我们也做不到。或许龙国只是做出了一些小的突破，而且他们说的还是模拟，这和实操相差可是很大的。原来只是一点小突破。万司令，我们刚才听到你们模拟成了可控核聚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只是有一些小突破而已，距离真正制作出可控核聚变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众人一时间都选择了相信，在他们的观念里，龙国不可能制作出真正的可控核聚变。按照万之乙的说法，再结合他们现在的国力，他应该没有说谎。这次军事竞赛结合各个国家的表现，龙国获此次竞赛的第1名。军事竞赛这么多年一直被鹰将统治着，这下终于一睹了，真不容易啊！我看龙国赢得挺容易的，全方面吊打，鹰将总统脸都黑掉了。鹰将不舒服，那我就舒服了。我们和龙国的关系一直很好，就算不能受其福泽，最起码也不会产生冲突。至于某些国家，可就不好说喽。我们鹰将这么多年的超级大国，以为一次失败就能打倒我们，拿下这次军事竞赛的冠军，就当做是你们最后的狂欢吧。即便没有这个位置，我们鹰将依旧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下次军事竞赛必叫你们一败涂地。这只是个开始罢了，下次军事竞赛，下次军事竞赛依旧会是我们的演军场。属于你们鹰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后，李老，我刚才听你说可控核聚变已经制作出来了。没有，只是模拟而已。彼得又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就因为军区停电的缘故，小鹿同志就搞出来了可控核聚变。我虽然不懂技术，但也知道重要性。那这个可控核聚变究竟什么时候能造出来？现在只是通过了计算机模拟，而且具体我也没有参与，究竟什么时候能造出来，估计只有小鹿同志最清楚。那还等什么？赶紧回去啊！接着众人就坐飞机回国了，几个小时后才抵达南方军区。小鹿同志，我听说你搞出来了可控核聚变。还没有，只是刚刚模拟通过。哈哈，有了可控核聚变，对于我们龙国来说绝对是一件大好事啊！取之不尽的能源，如果能铺开的话，以后再也不用向其他国家购买资源了。快，你带我去看看。万司令，现在只是模拟通过，还没有开始建造呢。模拟和实造完全是2个概念，所以我也没办法带你去看。原来还没建造出来啊！那这个模拟通过对于可控核聚变建造的实际意义是什么？说明我们之前准备的方案是正确的，接下来就可以放心建造。既然现在计算机模拟通过了，接下来开始实际建造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的话，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大概20天时间吧。
军队研究了几十年的问题，却被大学生破解了。可控核聚变并没有想象中困难，而且我已经做好了计划表，实际建造起来的话，只要按照计划表施工就可以了。20天是我的最多预算，如果加班加点可能会更快。不过这段时间大家都太累了，我觉得还是慢慢来的好。20天还是最多预算，我参加过很多国家试验，随便拎出来一个时间都得按年算，而那些工程的含金量可是远远比不过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的。结果这个含金量最高的建造时间却只需要20天，离谱，太离谱了。既然小陆同志都这么说了，我肯定是相信的。你们加班加点做了这么长时间，今晚不如休息休息，明天再开始吧。到了第2天，一切工作准备就绪。现在是上午9点35分，我宣布可控核聚变项目正式开始。没有礼炮，也没有剪彩仪式。到目前为止，可控核聚变的研究还属于机密项目。随着项目正式开始，所需的材料大批运输过来。1周过后，陆丰看着无所事事的陈一鸣，反手给他安排了任务，让我去拉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的原料。好。这些天里，几位国士忙得不可开交，而他一个只会开飞机开坦克的，着实有点帮不上忙，只能站在一旁干着急。小陆同志，你把原料的地址发给我，我现在立刻安排车辆，我亲自开车去拉。陆丰随即掏出手机，将一个定位发了过去。你快去吧，这是整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中最重要的原料，别耽搁了。又是几天过去，核反应堆正式建成，这就完成了，速度也太快了吧？他知道速度快并不意味着粗制滥造，而是对方的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质量已经到顶了，剩下追求的自然是速度。好了，接下来就差原料了，等原料送到，这台机器也就可以运转起来了。就在这时，远处正有一辆运输卡车朝着这边快速驶来。小陆同志，要的海水我拉过来了。陈一鸣申请卡车的时候怎么说来着？不是说接到重要任务去拉核心原料吗？拉来一车海水是什么鬼？为了保护重要原料中途不产生意外，我还安排了士兵沿途保护，结果保护了半天就拉来了一车海水。小陆同志，一鸣是不是听错了？怎么拉来一车海水？要的就是海水，这就是可控核聚变的原料。重要原料是海水，这东西可不缺啊！海洋的覆盖面积有3.6亿平方千米，足足占了整个蓝星71%的面积。整个世界上存在的水量有97%都是海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原料岂不是用之不尽？王部长，你可能不太了解，核聚变的原料一般使用的是氢的同位素，也就是氘和氚，其中的氚在海水中储量丰富。以蓝星的海水所有量来看的话，现有的资源就都人类使用几十亿年。几十亿年，如果建成的话，我们岂不是真的有了无尽能源？不过氘在海水中储量丰富，那你口中的那个氚要怎么解决？氚虽然不存在于自然界当中，但可以通过中子同理作用产生。海水中也含有大量的锂，按照我们计算得出来的成果，只需要0.03克的氘元素就能释放出相当于300升汽油的能量。合着所需要的原材料都可以在海水中得到，海水什么时候这么有用了？你想错了，是核反应堆厉害能够释放这么大能量的设备，我们是不是得想办法好好保护起来？王部长，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建造在这里吗？因为距离军区近，有南方军区在，如果有境外势力攻击的话，绝对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拦截的。如果拦截不住，也就意味着和我国全面开战。现今世界上还没有这么胆子大的国家。然后是你所担忧的辐射，之所以称为可控核聚变，就是因为它的反应是可控的，在产生能量的时候，它不会产生任何废料，没有环境污染，更没有放射性物质释放。海里有氘元素，这个我能理解，但也不能直接拉海水过来用，提取可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不需要提前提炼，只要将海水倒进去原料口，傻瓜是一键操作，所有的提炼工作就会在里面自动完成。什么玩意？傻瓜是一键操作？这真的是应该存在于可控核聚变这个装置上面的。老人机上面有傻瓜是一键操作，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也有。陈长官，麻烦你把海水倒进原料入口。接着一整车海水都被倒了进去。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建造完毕，原料也已经装填好，首次点火，正式开始。陆丰来到了操作台上，按下红色按钮。丁正在启动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检测到原料填充完毕，元素提取正式开始。等进度条被填满，元素就提取完毕了。丁元素提取中，当前进度为50%。丁元素提取完成。这速度也太快了吧！老周，如果让你们人工提取氘元素的话，这么多的量需要多少时间？最短的话也需要12个小时。12个小时，而且还是在有专业设备、多名专家通力合作的情况下。可在这个傻瓜是一键操作提炼装置当中，却仅用了1分钟，这差距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丁元素提取完成，可控核聚变点火倒计时开始，10、9、8。数字每跳动一次，众人心中的紧张便多1分。可控核聚变他们并不是没有研究过，可这么多年全都失败了。这是距离可控核聚变实现最近的一次。3、2、1，一缕缕蓝色的光在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中闪烁。丁当前反应堆内氘元素和氚元素反应占比10%。这个数据有点太低了。他接着开始操作起来，反应堆内的蓝色光芒愈发浓郁。丁元素反应中，当前反应占比15%，几乎是以每秒1%的速度在上涨。短短半分钟，反应占比达到了30%。
成了，真的成了，而且达到了最高临界点。有了这个数据，就说明我们之前的准备没有白费，甚至十分成功。这个数据还远远不够。小鹿同志，不如先稳定下来，以后再继续向着高利用率研发。这个数据完全不够，如果只是30%的话，那这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建造起来的意义就没有了。30%就叫没意义了？那我们研究了几十年，还没有丝毫进展的怎么说？陆枫又开始操作了起来。小鹿同志，你这是做什么？快，先停下来！陆枫每在键盘上敲击一下，他的心脏就会抽一下。小鹿，你究竟要做什么吗？你好歹说出来，不然我这颗老心脏真有点受不了。在我原本的设定中，这两个元素之间发生反应的占比应该达到100%，也就是完美反应，这样才能将能量从原子层面释放出来，这样就达到最大利用率，能量才能最大化。30%的反应占比已经相当不错了，没必要提到100%，真的不能再提了。放心，这件事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周老，小鹿同志究竟是在做什么？怎么我听不懂啊？你们怎么一副看起来很慌的样子？要相信小鹿同志吗？他很厉害的。在理论中，30%已经是一个临界点了。再想往上提升1%，难度都会成几何倍上涨。而小鹿同志却说自己要将这个数据从30%提升到100%，这样做能量释放将会被提升到最大。但如果产生意外失控的话，就会跟氢弹爆炸一样。爆炸还和氢弹一样？开什么国际玩笑？要知道，这个核基地和南方军区的距离可是很近的，更别说氢弹爆炸的威力，估计整个湘省都在劫难逃。小鹿，赶紧停手吧，这个失控的后果我们可承担不起啊！放心吧，不可能失控的。他每动一次手指，军队就会紧张1分，只要失误1次，整个南部战区就会成为一片废墟。周老，小鹿这个操作成功几率有多少？还有个毛的成功几率，都准备升天吧。达到临界值之后，反应占比想要提升1%，都是比上天还要困难的事情。而要将这个数据从30%一口气提升到100%，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岂不是说和氢弹威力一样的东西要在我们眼前爆炸？成功几率还是有的，就好比中彩票。中彩票直接给我宣判死刑了是吧？他心里原本的一点希望顿时烟消云散，看向面前反应愈发剧烈的核聚变反应堆，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反正已经见过6代机了，这辈子已经没什么遗憾了。丁，元素反应效率提升，当前元素反应占比为40%。丁，重力稳定器启动成功，是否启动能源转换装置？居然真的达到了！妈妈，我渡劫成功了。重力稳定器是什么？还有那个能源转换装置，我咋没听说过？这两个装置就是可控核聚变反应堆里面的装置。重力稳定器可以把能量反应稳定在100%，持续时间很长，而且不会发生意外。能源转换装置就更好理解了，就是把核聚变所释放出来的元素能量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电能。哦，怪不得刚才这么有底气，原来是在里面装了一个重力稳定器啊！不是说好了这次只是点火测试吗？怎么连能源转换装置都整出来了？什么时候说这只是点火测试了？既然已经建造好了，当然是直接拿来用了。如果不能用，那费这半天劲干啥？众人一时间陷入沉默，好像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就是有点吓人。王部长，麻烦你和军工部的后勤人员说一声，切断现在的电源，这边要准备接入新的电力系统了。喂，电力部门嘛，准备切断电源，这边要有新的电力系统接入，尽快完成。丁，能源转换装置已启动，反应堆中的蓝色光芒愈闪愈快，在能源转换装置的作用下，这股能量很快变化作电流，通过电缆输送向整个军工部。下一秒，军工部当中熄灭的灯光重新亮起，现在的灯光比之前还要亮堂许多，好像要把整个军区都照亮一般。终于成功了！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真的可以见证可控核聚变的诞生。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从现在开始，我们龙国已经彻底崛起了。从今往后，无论是科技层面还是能源科技，都不会再有人能够超过龙国，这才是真正的领先全世界。陆枫小同志，这次真的是多亏你了。俗话说得好，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没有大家的帮助，这次工程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就结束的。丁，当前总电能值为1亿千瓦时。我刚才听到了什么？1亿千瓦时的电量，元素反应可是达到了100%，产能这么高效也能了解。居然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产出了1亿千瓦时的电量，这足够一个300-400万人口的城市足足用1年的用电量啊！1亿千瓦时的成本就只需要1卡车的海水，1车海水就是1亿千瓦时，100车就是100亿，海水几乎就是无穷无尽的资源，这得产出多少电量啊？居然才1亿千瓦时，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啊！说真的，如果不是跟着小鹿同志做事这么
么久，我都要怀疑他脑子有问题了。的确，换做其他人，我现在都要准备联系精神病医院了。一车海水，5分钟产出1000瓦时还不够。小鹿究竟想要做什么？难不成真的想做一个无尽能源出来？年轻人真是恐怖如斯啊！与此同时，海军司令部里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你们2个老东西还要不要点脸啊？有这么厉害的人才，竟然还藏着掖着？怎么怕我们海军厉害了，把船开到陆地上去，抢了你们的饭碗是不是？你跟我说，这6代机是怎么来的？歼十升上来的。这个坦克你呢？59是坦克升级过来的。好，凭什么只有你们军队可以升级军事武器，我们没有？瞧不起我们海军是不是？你们的6代机和电磁坦克都是从老旧装备升级过来的，是吧？那就必须升级。我们海军也必须改装升级。你们空军、陆军有的东西，我们海军也必须得有。他指着2个人，咬牙切齿，憋了半天，最后还是叹了口气，眼神中满是委屈。身为海军负责人的他，最近在忙着一项秘密任务，昨天刚回来就听说了6代机和电磁坦克。空军和陆军找到了一个超级天才，这些都是出自这个天才的手，甚至这个天才还是空军先找到，然后推荐给了陆军。听到这些消息后，邓金业顿时有一种被背叛了的感觉，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个局面。什么意思？3军都是为国家服务，结果你们哥俩好，把我踢出去了。你们空军和陆军就是亲妈生的，我们海军就是后妈养的。尤其是你刘国梁，我听说这个超级天才还是你们空军先发现的，然后你推荐给万志毅，为什么不推荐给我们海军？我们海军得罪你了？这不是要参加军事竞赛吗？你们海军又不在竞赛项目中，所以我不找你们，你们还打算瞒着我？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的错，这是大首长的命令，是他老人家要求我们保密的。大首长都要求保密，岂不是说这个超级天才就连大首长也相当看重？那好，你们跟我去见大首长。来到大首长这后，邓金业便向大首长抱怨：好了，你别太着急，也别怪他俩，这个保密措施的确是我下的令。前段时间军事竞赛，结果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的走向，所以他们的任务要大得多。而且小陆同志加入军区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将咱们国家的军工实力提升了数十倍，这种天才必须要严格保护，你能理解吧？居然这么厉害，现在能理解了。你们来的正好，我正打算找你们商量一下，要不要将小陆同志的权限提高一些，只是提升在科研方面的权限。在科研领域上，小陆同志的命令就等同于我的命令，他有需要，各大部门必须无条件配合他下达的指令，所有部门也必须无条件顺从，务必做好各种资源的供应以及技术上的支持。我同意。谁能想到咱们在军事竞赛赛场上的6代机，竟然是由退役的歼十改造出来的，还有电磁坦克的原型，竟然是退役的59式坦克。我了个乖乖，上个世纪的东西在他手里焕发出了第2春。其他2人同样点头表示肯定。好了，这件事情说完，接下来就是正事了。关于明年全球联合理事会，这次军事竞赛咱们国家拿下第1名，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拥有了争夺联合理事会会长这个位置的资格。所以接下来你们的任务非常重，拥有了这个职位，才是真正占据了国际上的主导地位。因为鹰将常年霸占军事竞赛第1名，之前这个位置一直由他们来担任，而现在军事竞赛第1落到了龙国手里，这个位置自然也要争取过来。想要争夺这个位置，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别敌一切国家的军事实力以及外交手段，后者外交部已经在努力了，而军事实力这个任务则是要落在你们肩上。从今天开始，你们所负责的所有军种配备、武器数量必须要增加，这个增加没有上限，能造多少就给我造多少。军队装备了最新型武器，却唯独海军没有。气的司令直接找到了首长。大首长，他们2个的军队都装备了最新型的武器，为什么我们海军连毛都没有啊？这段时间海军设备的研究一直停滞不前，用的军事武器都还是10几年前，甚至几10年前的，这样不公平啊！我想向陆军和空军这边申请一下，借那个小陆同志一段时间，好歹也帮我们海军的武器升级，不能让我们成了那个拖后腿的。还真是这么回事，不过这件事得你亲自去找小陆同志商量。另外，把你之前那一套作风收起来，不许强迫人家。明白，保证客客气气的。首长，这里是南方军区的军工部。就在昨天，我们成功将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制作出来了，并且在陆丰同志的帮助下，这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已经成功开始产能了。你确定是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确定啊！现在我们军工部已经用上由核聚变产出来的电了。帮我安排行程，我要亲自去一趟南方军区，见见这位超级天才。而与此同时，南方战区所有人都不知道，这里即将迎来一位贵客，此时在和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前，孙承基等人依旧守在这里。小陆同志、孙老他们就这么从昨晚站到了现在。是啊，怎么劝也劝不走，他们哪个不是年过耄耋的老爷爷了？这一宿一宿的站着，年轻人都受不住，就更别说这些老人了。再这样站下去，迟早出事。算了，我再去劝劝吧。孙老，这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经过我的调试，肯定不会出问题的。您几位还是先回去休息吧。孙承基直接无视陆丰，就那么死死盯着不远处的反应堆。这就算真出意外了，你们在这站着也没用啊。见没人搭理他，陆丰也不再劝，转头便回自己的房间歇息去了。
万司令怎么会在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国明啊，我现在在京城，你们赶紧准备一下，一会大首长就要到了。虽然在军区中，宋国明的身份已经很高了，但那可是大首长，哪怕是他，一年都见不上几回面壁人物。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准备。宋政委，发生什么事了？大首长怎么了？刚刚万司令给我打电话，说大首长已经在路上了，要我赶紧准备。走，我去帮你，这可是大事。回去之后，宋国明将所有士兵组织起来，轮换守岗，整个军区立刻进入了戒备状态。军区之外，但凡是能产生一丝威胁的地方，都有士兵前去搜查。第二天早上，大首长一下飞机就直接来找陆丰了。这次来找你的目的，就是代表国家从你这里购入反应堆。你放心，规矩我都听万志义他们说过，人力物力我们出，并且这次成本造价多少，你的劳务费就是多少。没问题，这个任务我接下了。请问您要采购多少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我们对你的核聚变反应堆产生的电力辐射范围还不太了解，如果完美覆盖整个国家，究竟需要多少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我和国士昨天已经算过了，130个反应堆就足够了。大首长没有怀疑，直接将这个数字写在了早已准备好的合同上，而陆丰也没有犹豫，接过合同直接签字。小陆同志，你就不好好看一看这份合同，万一里面有什么你接受不了的条件呢？或者我在里面写了对你不利的隐藏条款呢？你这么贸然行事，以后可是要吃大亏的。因为您开出来的条件实在让我无法拒绝，有钱拿还能增强国家的力量，无论哪一条对我来说都是好事。另外，至于您后面说的隐藏条款，您是代表国家来的，我如果连自己的国家都信不过，那我还能信谁呢？这么一看，倒是我觉悟低了。有你这样的新生代，也是国家的幸事啊！你放心，你这么相信国家，国家肯定也不能让你吃亏。放在以前，这种超级人才十有八九会投向国外的怀抱，不仅因为国外的科技水平远超于龙国，所开出的酬劳也是很高的。现在这个反应堆建造时，总花费了20多天的时间。那按照这个速度的话，130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大概需要6、7年的时间。提前统筹资源的话，这个时间应该能缩减到5、6年左右，简直就是神速啊！开什么玩笑，5、6年的时间都够覆盖全球了。只是130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最多5个月。5个月时间建造130个反应堆，你确定你是认真的？当然，流水线统一制作核心零部件，基础构造同时进行的话，估计5个月时间都用不到。这会不会不太妥？流水线的制作不比人工，万一出现一点小差错，那后果是你我无法承受的。是啊，不如咱们放缓时间，慢慢来。5、6年时间和我们之前发展的时间相比，已经很短了。重大变革不急于这一时。我说的流水线可能和你们理解的流水线不太一样，我是要建造一条专门用来生产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核心部件的流水线，其精度和准确度自然是最高的。至于你们说的手工制作，都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你们怎么能保证手工制作核心部件就不会出现错误呢？好了，听我说2句，都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们既然选择了小陆同志，就要相信他。这个手机我已经为你开放了所有的军工通道，以后就是你用来联系和指挥各个军工部门以及科研部门的方式。只要由这个手机打出去的电话、发出去的指令，不管是人力还是物资，都可以无条件、无限量供应。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以用这个手机直接联系我，不会有通话阻拦。大首长竟然为陆丰开启了这么大的权限，无条件、无限量供应，哪怕是几位国士都没有这个权利啊！6代机以及核能研究都是国家的重点项目，即便是这样，他们在申请物资和支援的时候，都要通过层层审批。而大首长掏出的这个手机，却是能够跨过这些门槛，对所有人下令的钥匙。有了这个手机，陆丰在科研领域的地位已经和大首长相同。谢谢首长，客气什么？你可是咱们国家的未来，以后的发展就靠你们年轻一代了。军队最先进的装备，我却不放在眼里。这也叫单兵外骨骼装置，太差劲了吧！小陆，你是对这个外骨骼装置不满意？这个装置放在世界上都是顶尖的，其他国家都没有呢。还世界领先，其他国家都没有，那他们得多废啊！麻烦你先把这个外骨骼拆下来，送到我的实验室，到时候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外骨骼。自从接到生产可控核聚变大单后，陆丰这2天都在忙着搞流水线，处理完就被几个国师拉来观看外骨骼装置，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小陆同志，你这是打算研究外骨骼装置吗？你还缺不缺打下手的？你看我怎么样？大家也看到了，这是接下来要进行的工程，这个工程量还是很大的，并且是机甲技术方面的一个新的突破，仅靠我们几个人制作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所以接下来我希望你们能帮我找一些帮手。没问题，小陆同志你放心，你说找谁我就去找谁，他要是不同意，我就把他绑过来。那倒不必。李老，您认识纳米科技领域的人才吗？我刚好认识纳米科技研究中心的领导，需要我把他叫过来吗？不用，一个人可不够用，如果可以的话，把他们所有人都带来吧。全打包过来，这是要搞个大的。嘿嘿，你放心，我现在就去。林老，我记得您和沈一年沈老关系挺好的，麻烦帮我联系一下对方的团队，我要用。沈一年的老家伙，自从圣子离开之后，一直念叨着想要过来，我给他打个电话，他马上就能到。孙老，拜托你集结一下之前的团队，咱们一起开个会，讨论一下机甲核心能源的问题。
机甲核心能源问题，这是要把可控核聚变装进机甲里。真要做到这样，技术可不值得革新一次啊！这是个大动作啊！得到陆空的指令，众人纷纷开始行动起来。这些老博士都是一脸亢奋的样子，明明70、80岁了，还跑得飞快。首长，小陆同志究竟是要做什么？我怎么有点搞不明白啊？搞不明白就对了。之前和小陆同志接触的时候，我也总觉得他神神叨叨的，总是说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不过呢，他却每次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他看了一眼李安，发现对方还是一脸不解的样子。这次机甲改造是小陆同志出手，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如果在科研方面还有小陆同志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这件事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所以放心就好。与此同时，纳米科技研究中心里，李老，您刚才说你们的国家队开辟了一个新项目，要我们团队加入。是这样的，您的团队不是航天研究项的吧？和我们的纳米团队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啊！而且我们这边最近也有一些新的研究进展，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不去了。这是国家一级动员调令，你自己看着办吧。这种调令相当于大首长的命令，所有部门必须无条件配合。现在这张国家一级动员调令被李雷又拿出来，那就说明新项目十分重要，甚至关乎到国家兴衰。李老稍等，我现在立刻将所有人召集起来，咱们马上出发。此时林则甫觉得电话里很难说清楚，所以当即找到了沈一年。老沈，这次你有福了。什么有福了？自从上次参观了陆丰改造粒子对撞机，并且制作出一种全新的元素，沈一年就感觉自己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脑海中的奇思妙想止不住的泉涌。可当他开始实验，才发现居然一个都做不出来。今天我们去参观了军工部自主研发的外骨骼装置，结果小陆同志对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不满意，甚至打算亲自步入这个领域，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单兵外骨骼。然后小陆同志就写下了一系列工程计划，并且点名要来你过去帮忙。可我一点都不懂单兵外骨骼，难道这个装置要用粒子对撞机？这次应该是个大动作，估计要用到粒子对撞机。那还等什么？我们赶紧走！你不收拾收拾东西，这次可能要在军工部那边住很长一段时间的。收拾什么？最重要的知识都在我脑子里了。快，别叫小陆同志等急了。很快所有人都到齐了。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研究当中关于纳米科技研发部分的图纸，你们先看看吧。这么快就把图纸画出来了，这速度也太快了吧！现在距离参观单兵外骨骼装置才过去了半天不到的时间。这份图纸真的是我能接触到的吗？我研究的只是纳米材料的基础运用吗？他研究了10几年的纳米技术，从来没有想过这项技术还可以这样用。重复翻阅了好几遍之后，马云哲有些麻木的抬头看向陆丰。不好意思，陆工，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我问你对纳米技术了解多少？抱歉，重新回答一下，我对纳米技术一点都不了解。马云哲虽然只有30、40岁，但他可是纳米技术第一人，现在却觉得头皮发麻，以为他对纳米技术的了解和认知，参加这个项目完全足够了。看到图纸，他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么可笑。不了解没关系，以后有机会慢慢了解的。从现在开始，合金机甲项目正式启动。这次项目总共分出3个部分，分别是机甲材料方面、纳米科技方面，还有能源科技方面。机甲材料方面由我和沈老的团队负责，纳米科技方面就是马叔的团队来负责，能源科技方面由孙老带队。听到陆丰的指令，大家纷纷点头表示同意。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就要辛苦大家了。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要造出与人体完美贴合的超级机甲战衣。玩这么刺激吧？马云哲以为就是利用纳米技术做一些基本武器之类的，此刻却发现似乎和自己想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沈老，接下来需要你带领团队配合我做实验，我打算做出一个新的金属元素，用在这次的机甲战衣上。好，我们一定全力配合。那个能源方面要用最新科技的储蓄电池吗？不是，都要研发超级机甲战衣了。你打算给我的战机上面装一个电瓶，你当造电动车呢？小陆同志，你不会真的想搞微型可控核聚变吧？那玩意的技术可是很难的。虽然我们已经实现了可控核聚变，但想要装在和人类大小的机甲上，这其中的技术很困难，甚至要超过我们研发可控核聚变的难度。军队为了研究新装备，一夜之间召集所有科研博士，并且命令所有人听从我指挥。当我把计划说出来时，博士却质疑我的方案。不是我不相信你的技术，而是微型核聚变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尤其是装在贴身机甲上，其散发出来的高温第一时间就能将人烤熟，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热核聚变的温度确实不是人类能够承受得了的，所以我要搞的是冷核聚变。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里面的技术难度太大了，根本不是人类掌握的技术能搞出来的东西。此话一出，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认同。难道我不是人？陆丰一句话瞬间给众人干清醒了。回忆着之前的工程，陆丰所掌握的技术还真不是人类能做出来的。我已经将实验计划表分发给大家了，接下来你们只需要按照计划表执行就好了。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来找我。接下来各组进入了工作状态，而陆丰来到粒子对撞机操作台上，将所有的参数设置输入。下一秒，装置开始了自检模式。小陆，我们为什么还要研发新的金属？之前研发出来的变形金属不就挺好的吗？并不是这样，变形金属制作出来的坦克属于大型作战单位，在这种作战单位中，我们
最先要保证的是驾驶舱内的驾驶员的安全，所以对于变形金属的硬度要求很高。但换做单兵机甲战衣，这个要求就显然不太符合。我们必须考虑到士兵面临的各种情况，所以对材料的各方面要求会更高。变形金属显然不符合这个条件。变形金属的各方面性能已经做到世界顶尖了。小鹿现在需要做出一个远超变形金属性能的金属，那得多强啊！嘿嘿，我已经开始好奇了，感觉我们会再次打破材料学的上限。丁，自检完成，装置运行正常，可以开始实验了。接着将一块10几米的变形金属放进了实验舱当中，下一秒对撞机开始高速运转起来。丁，当前坍缩等级为5级。神了，现在把坍缩等级提升到7级。丁，当前坍缩等级为7级。原本10几米的变形金属块，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压缩到了3米左右。太好了，实验成功了，足足缩小到了之前的1/5。这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目标是1立方米。神了，把坍缩等级提升到9级。丁，当前坍缩等级已达到9级。丁，当前坍缩能效8000瓦。丁，当前坍缩能效1亿。此时，原本10几米见方的金属块，现在却只有一个箱子大小。真的被压缩到了1立方米。工作还没有结束，接下来还要对金属进行编译，需要使用极强的隧穿质子光束，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常规，成为超越普通金属的存在。接下来由我来操作吧。在陆峰的操作下，一道道质子光束不断地对这块金属进行隧穿。这个过程一共持续了5分钟。当质子合金锻造完成后，他们对新金属进行了检测。硬度不仅足足提升了10000倍，整个物质的分子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我根本看不懂，这已经是一种新的元素了。沈一年瞬间懵了，足以碾压所有物理学的超级金属元素，竟然就这么诞生了。回想起在来到军工部之前，自己苦苦研究多年却没有任何成果的实验研究，再看看陆峰的轻松写意，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打击。神了，赶紧把材料送到隔壁的纳米核心构建实验室中去吧。与此同时，陆军司令部里，海军司令走了进来。他上次被大首长警告过后，就一直在想如何接近陆峰这位超级天才。现在刚刚结束完任务，他连办公室都没回，就直接来到了万志毅这边。老万，我记得帮你们改造军事装备的超级天才就在你们军区的军工部吧，帮我引荐一下。当然没问题，只是这段时间不行，我和老刘正打算去视察一下新的反应堆工程呢。这样吧，你先等着，等所有核聚变反应堆全部落成之后，我一定带你去见小陆同志。你放屁！之前陆峰和大首长约定的时间是5个月，现在距离核聚变全部落成，最少还要2个多月的时间。明明就是引荐一下子的事情，哪里需要这么多时间？邓金叶冷着脸，共事这么多年，他岂能不知道这俩人安得什么心思？有什么要求你俩就直说，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一定做到。但要求是你们必须马上带我去找你们说的那个超级天才。嘿嘿，我听说你那边珍藏了几坛女儿红，40多年份的，不如送我2坛。我要求比他少，1坛就够。邓金叶看着两人，直接气坏了。但一想到陆军和空军都有了自己的秘密武器，自己的海军可是落后了一大步，只能不得不答应了。好了，我答应你们的要求，你们可以去带我见陆峰了吧？老邓，我得提醒你，我们只是答应带你去见陆峰，可不能保证他一定会答应你的要求。大首长的态度你也见到了，待会儿见到陆峰，就算他不答应你的要求，你的态度也一定要好，千万不能强迫陆峰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放心，我还记得呢。之前大首长说过，这种超级人才绝对不能留到外国去，想要让对方留在龙国，就必须满足他的各种要求，更不能强迫对方。毕竟这种超级天才，如果流出去的话，将会是整个龙国的损失。你这么急着见陆峰，是不是已经想好了要升级的装备？我打算升级航母。那你要升级航母的哪个方面？雷达、火力还是什么东西？都不是，我要拜托这个超级天才升级的东西是一整艘航母。万志毅两个人瞬间懵了，毕竟航母和飞机、坦克不同，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可以说是军事能力的核心标杆了。一艘航母的作用，甚至可以比过许多常规部队。如今全世界的航母水平都在一个基准线上下，只要陆峰升级航母其中一部分功能，就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的航母水准。但让他们两个人没想到的是，这家伙居然这么贪心，要改造一整艘航母。你们之前的飞机和坦克我都看了，在小陆同志的改造下，你们这2件武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然能全面升级，那为什么不搞个大的？我已经想了很久了，这次升级就搞航母。3位司令刚坐上飞机就被不明飞行物追踪，并且速度达到了10马赫。能够达到这个速度的东西，恐怕也就只有导弹了吧？难道我们被导弹追踪了？报告首长，那2个不明飞行物和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我改变很多次航道了，可这2个不明飞行物都一直跟在身边，估计我们已经被锁定了。锁定功能加10马赫的极限速度，除了导弹，我想不出更合适的答案了。但问题是在我们龙国境内，为什么会有导弹？而且还是跟踪了我们海陆空3位司令的运输机，这简直就是想和我们龙国开战。整个龙国除了6代机之外，再难有飞行器可以达到这个速度。没想到居然有国家的导弹可以发射到我国境内。3位司令面色愈发严肃，看着雷达界面上正在快速接近的2个小红点，3人沉思片刻，实在是找不出可以达到这种速度的飞行器。目前我国可以达到这个飞行速度的飞行器，也就只有小陆同志发明的6代机了。但现在6代机已经被严格管控，如果起飞的话，肯定是要报备的。现在看来，我们的确是被追踪导弹给锁定了。
如果我们现在驾驶的是6代机，倒是可以利用速度优势将其甩开，但这只是一架再普通不过的运输机，速度甚至连1马赫都到不了。而那2枚导弹却是在以10马赫的速度飞行，短短300公里的距离，眨眼间就被缩短了1半还要多。再这样下去，我们肯定会被命中。汇报现在的情况。报告首长，那2个不明飞行物还在朝着我们快速接近，速度依旧保持在10马赫。按照剩下的距离来推算的话，估计要不了5分钟就能和我们正面撞上。以我的本事，最多能拖6分钟的时间。我建议3位首长立即采用逃生方案。现在运输机的速度不高，我们完全可以直接跳伞，然后逃离这里。目前只能这样了。3位首长，那2个不明飞行物的速度似乎慢下来了，应该是开始减速了。导弹是如何会减速的？这么说的话，不明飞行物可能不是导弹。不是导弹，可它又追踪，速度又快。之前之所以认定这东西为导弹，当然是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太夸张，以及出乎预料的锁定能力。但你看这个轨迹图，这2个不明飞行物在距离我们只剩50公里的时候，竟然齐齐开始减速，而且它们的速度还是稳步递减的。如果换作这种规格的导弹，燃料一般情况下都相当充足，就算是不充足，也是骤然失去动力，而不是缓缓减速。按照他们这个减速的规律，对方应该不会直接撞上来，而是停在我们面前。停在运输机面前，难不成是想碰瓷？导弹和无人机这种东西，在不被人操控的情况下是绝对会歪的。那也就是说，这个朝着我们快速飞过来的，其实是个飞行器。可军工部最近也没有新的飞行器产出，而且不像是军工部能产出的东西。就在这时，穿着机甲的陈一鸣和李安来到运输机附近。少将陈一鸣见过3位首长，特种部队大队长李安见过3位首长。一鸣、李安，是你们在说话吗？首长，确实是我们。你们的声音是怎么传过来的？还有机舱外面的2个金属人形机器，不会就是你们搞的鬼吧？首长猜的没错，外面的2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李安，我们身上穿着的是陆丰最新研究出来的单兵作战机甲。就在刚刚，我们正在测试机甲性能的时候，雷达检测到了您几位的军机朝着这边飞来，所以小陆同志就让我们过来给您打个招呼。现在我和您对话，是因为刚刚作战机甲的智能系统通知我们可以尝试破解军机的通讯系统，用这种方式和您几位打招呼。老刘，刚才雷达屏幕上显示出来的这2个东西的飞行速度是多少？好像是10马赫。飞的战兵作战机甲，而且速度达到了10马赫，这可是10倍音速啊！当今世界除了我们龙国仅有的6代机之外，所有战斗机都达到不了的速度。不仅如此，对方的雷达功能在300公里之外就检测到了军机的存在，并且还破译了通讯系统。嘿嘿，加快速度，抓紧抵达军区！你们也抓紧回军区，一回让我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善兵作战机甲，竟然能这么厉害！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南部战区。这样一套一体制成的机甲，你们是怎么穿戴上的？总不能是以人为模型，直接制作在2人身上的吧？陈一鸣2人伸手在胸口的能量核心上点了2下，下一秒，机甲全部钻进了能量核心里面。什么情况？刚才的金属机甲怎么不见了？你们胸口闪蓝光的是啥？刚刚你们点1下机甲就消失不见了。这是机甲的能量核心，按照陆丰的说法，这个能量核心采用的是核聚变技术，里面有源源不断的能源，而我们刚才身上的金属机甲采用的则是纳米技术。纳米科技、冷核聚变，这真的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技术吗？这2个技术竟然还用在了同一款产品上。老万，这是你们陆军的新武器？你没看到他们刚才是怎么飞的吗？这肯定是我们空军的新武器啊！这是在我们南方战区发明的，而且名字叫做单兵作战机甲，关你们空军什么事？你们开的是飞机。2个身份极高的司令为了这个机甲丝毫不顾及形象，直接争吵起来。算了，不跟你说，归属哪个部队，咱们去问小陆同志，看看他怎么说。哼，去就去，说的好像怕你一样。老万，不对，万哥，一会你可得帮我好好说服陆丰，一定要让他帮我们改造武器。只要这件事办成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哈哈，我可决定不了什么，但你要记住，哪怕陆丰拒绝了你，你也不能有什么过激的举动，否则别说我，就连大首长都饶不了你。我明白，我明白。邓金叶点头如捣蒜，紧张的掌心都渗出汗水。我都多少年没有这么紧张了，上一次这么紧张，好像还是在我是个小团长却被大首长亲自接见的时候。士兵在站岗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眼前不仅聚集着几位国士，就连难得一见的海陆空3位司令也在。他们对着少年露出从来没见过的笑容。小陆同志，这位是海军司令，听说我们陆军的坦克和空军的飞机都是由你改造的，所以特地过来见见你。这么久不见，没想到你又搞出这么大动静来啊！刚刚我们在军机上看到一鸣和李安的样子，可是把我们吓坏了，还以为在拍什么科幻电影呢。结果一问，原来他们穿的是你最新研究的外骨骼机甲。没错，在这之前，我们还没听说过单兵机甲能有这种效果的，不仅能飞，速度还远超普通战斗机，甚至还轻松破解了军机的通讯系统，也多亏这是你发明的。如果是其他国家的机甲，我们几个今天说不定就凶多吉少了。
小鹿，你怎么突然就开始搞单兵作战机甲了？军工部研究出来的外骨骼机甲太差，我接受不了那么差劲的玩意。但凡它先进一点，我也不会在这搞机甲了。万司令，之前的机甲我感觉不太满意，所以又改进了一下，现在还差最后一个步骤，不如我先去将它激活了。之后你们有什么事情，咱们再详谈。陆枫已经感觉出来，这3位司令过来找自己肯定是有事情的，但对方没有直接说出来，那就说明这件事情或许不是很急。既然不急，那自己不如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当然可以，正好也让我们见识一下你新研制出来的机甲。陆枫来到操作台，上门放着一个淡蓝色发光的装置。这蓝色的东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万志一抬头看了看陈一鸣胸口还在发光的蓝色装置，这2个东西好像一模一样。一鸣，你之前说这东西是什么来着？这是纳米机甲的能源核心，采用了冷核聚变技术的。此刻能源核心就像一个玩具一样，被陆枫随意抓在手里。小鹿同志，你就这么抓着，能源核心真的不会出现意外吗？要不咱稳妥一点，这东西要是出点意外，咱们整个军区都要没了。不用，这东西安全的很，没有这么娇贵。他将手里的能源核心抛起再接住，这一动作直接给万志毅3人看傻了。在他们眼里，陆枫捏着的哪里是什么能源核心，简直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微型氢弹了。叮，能源已经接入，湮灭者激活成功。而陆枫返回操作台上，双手开始快速敲打，一行行编译代码被不断写出。叮，管理权限已开启，该战甲已接入当前所有军事武器。不好了，司令，我们陆军所有的电磁坦克、机甲坦克忽然同时启动了，明明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进行任何操作。刚刚空军基地打来电话，所有6代机毫无征兆的启动了，不过也只是启动，并没有起飞。2位司令不要紧张，这其实是我所设计的一个功能，不光是坦克和飞机，就连这所实验室以及经我改造过的所有实验场地，此刻都被控制了。而控制这些东西的，就是我刚刚激活的机甲。小鹿，你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功能？为了将所有顶尖军工武器统一管理。2位司令也知道，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每过一战局的走向都会随之瞬息万变。而我设计这个功能，就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倘若突发事件发生，我们就不需要在人员调动上浪费太多时间，只需要穿上这一台机甲，就能同时操控所有军工武器，甚至还能操控军工部的实验室，让其立刻开始准备武器供应。所以你们可以理解为，这台机甲的定位并不是想要创造一名可以飞天遁地的特种兵，而是可以指挥万军的将领。那岂不是意味着，只要掌握这台纳米机甲，就相当于掌握了千军万马？确实是这样。除此之外，这个功能还有一个附加作用，就是方便后续的管理。最主要的是，这个功能还是可以随时启停的。和平时期这个功能基本发挥不到作用，但到了战争时期，这个功能就绝对是一个大杀器。上百台战斗机以及近1000辆坦克同时组成空地大军，在同一个人的指挥下紧密配合。而与此同时，军工部也能在第一时间响应调动，每生产出1架飞机，空地大军就能再添一份战力。我了个乖乖！按照这个说法，世界战争的格局都会因此发生改变。万志毅彻底震惊了，同时他们也对这台机甲产生了浓重的好奇心。嘿嘿，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亲自试试这台湮灭者机甲了。3位司令，这次性能测试我打算自己上。所有人都愣住，以前负责测试的不是陈一鸣，就是林正清。陆枫从来没有上场过，而这次他却要亲自测试。但既然陆枫都这么说了，他们也得配合。行，那你说你要测试什么项目，需要什么样的场地？我现在就派人帮你准备。我要测试的是海陆空3栖全天候作战以及极端暴力环境测试。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怎么这么喜欢吹牛呢？他并不是不相信陆枫，而是身为陆军司令的他知道这些测试究竟有多困难。海陆空3栖就是要让这项武器在这3种截然不同的作战领域当中发挥作用。小陆，其实没有必要进行这样严酷的测试。你这台机甲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哪怕测试出它还存在弱项，也依旧改变不了它在外骨骼技术领域中的地位。我既然能说出这2项测试，那就说明它绝对能通过。那好吧，我帮你找个人，然后你来培训他如何使用这台机甲。等培训通过了，我们的测试就立刻开始。不必了，这样太浪费时间，我亲自来吧。不行，绝对不行！损失1台纳米机甲固然可惜，但如果你也跟着机甲出现了意外，那对于整个华夏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甚至原本正在高速发展的科技都会因此停滞。你是我哥，咱别闹了。我的航母还没开始升级改装，甚至还没有开始立项。如果你出现意外的话，那空军有6代机，陆军有机甲坦克，我们海军可还什么都没有啊！小陆同志，不如这次测试就让我来吧。我现在已经可以熟练使用守卫剑锋1号了，上手这台湮灭者也会很轻松。这次测试由我来担任吧。绝对不行，还是我来吧。我接触纳米机甲的时间比你早，操作肯定比你熟练。2人顿时争抢起来，一是为了率先体验这台号称湮灭者的机甲，二来也是为了保护陆枫的安全。算了，你们就别掺和了，这次测试我亲自上。为了测试军队装备，我不仅把机甲开到3万米的高度，更是让其自由掉下来。
3万米的高空，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些飞机可以实现了，但陆风开的可是一台单兵作战机甲呀，这东西能飞到3万米高空。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穿上你们的机甲，跟着小鹿飞上去。如果出了意外，一定要保证小鹿的人身安全。陈一鸣和李安在能量核心上面点了2下，纳米金属瞬间将2人的身形包裹起来。接着2台纳米机甲也同时升空，可陆风起飞的时间比他们早，而且机甲的性能也超过他们身上的守护天使，速度跟不上就意味着，如果陆风真的出现了意外的话，他们想要保护陆风，所要面临的困难也就更为明显。不光是他们，所有人都攥紧了拳头，背后渗出冷汗。丁，湮灭者当前高度为海拔12000的高空。丁，湮灭者当前高度为海拔3万米的高空。随着系统声音结束，陆风也安全来到3万米的高度。还好没出事情，不然的话，陈一鸣他们或许还真帮不上什么忙。接下来测试机甲的防御能力，测试内容为3万米高空自由落体。听到陆风的话，原本放下心来的众人顿时不淡定了。陆风准备的机甲防御测试，竟然是玩自由落体，而且还是从3万米的高空自由落体。别说人了，就算是河马从3万米高空自由落体，也得变成河马将。你就穿着一套薄薄的纳米机甲，也敢这么做？他一时间反应不过来，陆风究竟是对自己设计的机甲自信，还是对3万米没有概念？老万，怎么这个超级天才这么喜欢作死啊？我一进来就看到陆风随手抓起一个能顷刻间毁灭整个军区的能量核心，再然后是提出各种艰难的测试，最后这些测试他还要亲自上。邓金叶顿时有点麻了，他过来是为了谈航母改造升级项目，结果他还没开始聊，陆风便穿着机甲开始疯狂作死。一鸣、李安，快去劝一下小鹿同志，实在不行就直接把他绑回来，不能再让他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首长，并不是我们不拦着，因为完全拦不住啊！不光拦不住，他还劝我们跟他一样去进行3万米高空自由落体来测试机甲强度。首长，我们已经劝不住了，要不您试试吧？放心，3万米高空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这3台机甲内部都有我自己研发的系统，势能吸收率高达100%。不可能，这根本违反了物理学，不可能做到100%，这太夸张。别说90%，就算是99.9%，剩下的那一点力量作用在使用者身上，使用者也活不了。主要还是高度太高了，3万米自由落体简直闻所未闻。丁，你已到达目标地点，所有功能已关闭，开始自由落体。下一秒，湮灭者机甲喷吐的火焰顿时消失，就好像突然没油了一样，开始直直的朝着地面砸了过去。而见到陆风的行为都这么干脆，一旁的陈一鸣和李安同时关闭动力模组，开始自由落体。陆风之所以有信心关闭引擎，在设计时考虑到现实不是游戏，敌人在攻击你的时候不会先提示，所以他将这套机甲的动能吸收缓冲效果直接设置成了被动效果，只要穿着这台机甲就可以吸收来自任何角度的伤害。地上瞬间被砸出一个个巨大的深坑。报告首长，我们已经找到了陆公和陈长官他们坠落的地点。马上准备车辆，同时安排医护人员准备就绪。不用了，我没有什么事，现在防御测试通过。这可是从3万米的高空自由坠落下来，其中蕴含的能量已经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哪怕砸在一台飞机上，也该把飞机砸穿了。可这股强大的动能落在3人身上，却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小鹿同志之前说他的外骨骼机甲的势能吸收率高达100%，也就是说，刚才他们3人从高空中坠落下来的强大势能，全部都被他们身上的外骨骼机甲吸收了。这其中蕴含的势能已经完全不亚于炸弹贴脸爆炸了，可这股势能竟然被他们身上的外骨骼机甲全部吸收了，离谱，离了个大谱。小鹿，既然测试通过，那你就回来吧。这么大的动作，机甲也应该检修一下，再进行接下来的测试。不用检修，因为机甲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怎么可能？剧烈撞击之后，能量核心不应该检修一下吗？万一出现什么问题，那就是氢弹爆炸呀！我已经把这台机甲现在的数据情况发送过去了，李老那里应该有这台机甲的标准数据，你们可以对照着看一下。这是之前还在做纳米项目时，小鹿同志教给我的，但那时候我根本看不懂，所以就搁到了现在。众人将2项数据比对了一下，发现这台机甲和刚出炉的时候几乎没有差距，竟然一点问题都没有，离谱，太离谱了。接下来是第3项海洋测试，他们要去哪查一下？他们接下来可能要去的是马里亚纳海沟。能做出从3万米的高空垂直降落，只为了测试机甲性能这件事的人，转而去马里亚纳海沟进行海洋测试，似乎也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问题是，为什么每一项测试都要选择这么危险的场地啊？可能小鹿同志是为了测试出这台机甲的极限性能吧。就像之前测试电磁坦克的火力覆盖范围的时候，他也是在极限射程范围之外进行测试的，只不过这次换成了纳米外骨骼机甲，而且还是穿在他身上的那种，所以就看起来比较危险。
你们确定小鹿同志要去的是马里亚纳海沟？这可是当前蓝星已知的最深的海沟啊，其深度高达1万米，哪怕将世界最高的珠峰塞进去，也会被全部淹没。以现在蓝星所有的顶尖科技水平，也从来没有国家成功抵达过这片海沟的海底。能不能叫他们回来？这次测试的危险程度，可能比从3万米高空自由落体的危险性还要大。他做出来的决定，没人能劝得动。我们还是祈祷这套盔甲真的能够抗住上万米深的海底压强吧。万志毅颇为无奈，身为陆军总司令，一般他开口谁都得给3分薄面，也就是陆丰谁的面子不给，完全心意行事。最主要的是，他的身份还得到了大首长的肯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20多岁看起来还没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和自己已经是平级了。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军队为了测试最新装备，不仅在3万米高空自由落体，甚至硬扛压强下潜到海洋最深处。接下来进行海洋测试，下潜到最深处，目标海平面1万米以下。刚刚小鹿同志说，这次的目标是潜入马里亚纳海沟，而且深度是1万米以下。那可是马里亚纳海沟啊，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之一，极低的温度，无比黑暗的环境，外加上夸张到无法测量的压强，就连当今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核潜艇都不能够潜入海底。陆丰他们穿着并非海底专用的外骨骼机甲，究竟是怎么敢把目标定到这么大的？万司令，如果小鹿同志他们在海底出现什么意外，那可就真的完了。万司令，快想办法将小鹿同志他们拦截下来吧！再这样下去的话，迟早要出事情了。此刻的万志毅也明显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立刻扭头看向身旁的邓金义。放心，我这就通知部署在周围的海军，立刻对他们实行拦截。现在在马里亚纳海沟区域，有3个来自南方战区军工部的科研人员正在尝试入海。通知周围巡逻的海军，立刻对他们实行拦截。切记，语气一定要柔和，千万不能惹对方生气。在他命令下达的瞬间，位于马里亚纳海沟周围的舰队立刻开始行动，朝着陆丰的位置火力全开。按照这个速度，估计要不了2分钟就能抵达。看着正在快速移动的红点，邓金叶松了口气，眼神中浮现出些许骄傲。这种情况还是得靠我啊！司令不好了，陆丰他们已经冲进海中了。此刻大屏幕上的画面已经发生变换，只见陆丰3人此刻已经进入海中，而且他们掌心和脚底的火焰并没有随之熄灭，反而更加旺盛。推动模组正在全速运转，推动模组在进入海洋当中竟然还能运转。最主要的是，陆丰3人竟然没有丝毫减速的迹象。那可是海底啊，每多深入一些，压强就会呈现出几何倍上涨的地方。就算是龙国最先进的潜艇，在潜水的时候也都是小心翼翼。陆丰只是穿着外骨骼机甲，难道他真的不怕死吗？此时，所有人就像被卡住了脖子，整个实验室的气氛一时间陷入死寂。而看着大屏幕上的画面，邓金叶也愣住了。既然已经进入海洋，那被召集过来的舰船岂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了？这也太果断了。别太紧张，马里亚纳海沟附近还有我们的潜艇，现在那些潜艇也在朝着陆丰他们的方位靠近，肯定能在危险发生之前拦住他们的。潜艇大概在海平面以下6000米左右的位置，随着下潜，陆丰等人的速度肯定会越来越慢，而全速前进的潜艇一定能提前到达预定位置拦截住他们。当然，如果拦截不住更好，那就意味着在抵达海平面以下6000米的位置之前，陆丰等人就知难而退了。能够拦住就好，这下多亏了邓司令，不然就真的完了。当前潜水深度为1000米，这才过了多久就潜了1000米了？当前潜水深度为2000米，2、3秒的时间又是1000米。当前潜水深度为8000米，当前潜水深度为1万米，已抵达目的地，总耗时35秒。35秒1万米，换算下来每秒就能下潜将近300米，也就是时速1000多公里。目前蓝星下潜速度最快的潜艇也才77公里，一个外航设备把内航暴打了，太夸张了。最主要的是，他们竟然抗住了海底1万米的海洋。按照公式计算，海底1万米的压强最少也在101兆帕以上，而我们生活中的空气压强也才只有101千帕，足足1000倍的差距。一头成年大象的体重在3到5吨重，而陆丰他们潜入到1万米之下的感受，大概就和2000多头大象踩在身上一样。那这么说，陆丰他们身上的纳米机甲的坚硬程度可以扛起6000吨到1万吨的重量，这也太离谱了吧！不光是这样，你再看看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屏幕上一片漆黑，完全看不到陆丰他们的身影，但屏幕角落却是实时显示着他们周围的环境数据。怎么回事？这温度感应器是不是出现问题了？怎么上涨的这么快？300多度，这是开水吧？温度之所以上升的如此之快，是因为陆丰他们正在海底高速移动。因为在海底1万米的地方，有的几乎和地热只隔着一层薄薄的地壳。当温度高了的时候，就说明他们所在的位置几乎和站在火山口没什么区别。但我好奇的是，他们测试完潜水模式，为什么还要在海底逗留？打开纳米探测仪，开启照明功能，开始探测方圆10里范围，探测目标类型为矿物，探测元素氦3。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小鹿同志说的应该是探测元素氦三。他怎么知道海底会有这种元素的？海底1万米，在这之前根本没有人深入到这种地方，所以说这里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未知的。可陆枫怎么这么熟练？甚至我感觉他之所以下潜到海底，就是为了探测元素。海底怎么可能会有氦三？这种元素存在最多的地方不应该是月球吗？老李有没有办法联系上陆枫？我有些话想要问他。其实我也不知道陆枫有没有设置通讯系统，毕竟他现在在海底1万米的地方，就连屏幕上还能接收到他的信号，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上万米的深度，按理来说信号应该已经被阻隔了，但现在大屏幕却没有任何信号中断的征兆，甚至连画面都清晰无比。不用尝试联系我了，我们的联系一直畅通着，我可以听到你们说话。其实我也不知道海底有没有存在氦三这种元素，只是既然已经来到了海底测试机甲性能，不如顺带着探测一下。如今机甲的能量核心所用原料就是氦三元素，这种元素在蓝星极为匮乏。既然海水中含有氦三，那海底是不是也拥有这种元素呢？尤其是人类目前还无法探索的马里亚纳海沟深处，没准真的会有惊喜发现。326号探测器检测到目标元素。379号探测器检测到目标元素，智能系统的声音接连不断，每响起一次，实验室众人脸上的表情就兴奋一分。这么多探测器探测到目标元素，那岂不是说明真的如陆枫所说，海底存在大量氦三元素？没想到氦三元素竟然这么容易就被找到了，看来咱们的运气还是很好的吧？什么运气好？你没听到刚才智能系统播报的探测器编号？陆枫最少放出了700个探测器，一台纳米机甲究竟是如何携带这么多探测器的？我身上的纳米粒子通过不同种类的排列方式组合起来，就能实现出不同的元素。所谓的探测器，其实就是这套外骨骼机甲中的部分粒子组合出来的产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刚才小鹿同志是释放出了一大片类似于浮游生物的东西，那就是探测器。应该是没错了。如果不是探照灯将海底照亮的如同白昼，还真看不到那些纳米探测器。这么做不会导致机身需要的纳米粒子不够用吗？听起来很危险啊。士兵难得一见的3位司令，此刻却全部聚集在一起，他们眼睛死死盯着屏幕，生怕下一秒出现意外。而屏幕里的机甲是他们刚研发的装备，此刻正在探索1万米下的海底。探测器已经发现了氦三元素，我们准备过去看一下情况。如果真的能搜集到氦三元素，那我们国家当前的窘境就可以完美解决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这些元素的含量，只要超过1吨，就可以被搭配正在实行的全国核聚变计划，为整个龙国带来最清洁、最廉价的能源。这可比从海边运输海水要划算的多了。此时陆枫3人一边扫描周围的矿物资源，一边往前面推进，高达上百兆帕的压强，此刻在3人面前就好像完全不存在一样。而看着陆枫3人这么悠闲，实验室的众人脸色逐渐精彩起来。这也太恐怖了，还真是吸收100%势能啊，感觉完全不符合物理学啊。跟着小鹿同志做了这么久的实验，不符合物理学的事情发生的还少呢，习惯就好了。话倒是这么个理，但我感觉他们能不被海底的压强压扁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看来，他们似乎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受到。如果不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潜入马里亚纳海沟，我甚至会以为他们现在是在拍科幻电影。在陆枫面前，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生出了一股无力感。他们苦苦研究了这么多年的物理，就好像白学了一样。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陆枫身边打下手，或者像现在一样喊666。此刻陆枫3人正在快速前进，完全不像是在承受着上百兆压强一样。早知道我也争取一下纳米机甲的测试资格，我还没去过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呢。别说你了，整个世界都没人能够潜入过，更别说还是以这种方式在海底行走。陈一鸣他们不懂技术啊，如果再有这种情况，我肯定得抢一下测试资格。那下次小鹿同志搞出军事武器呢，你是不是还要扛2炮来测试一下性能？虽然我已经60岁了，但如果让我穿着这台纳米机甲在海底行走，就算是死我也愿意。看着紧紧跟在陆枫身后的陈一鸣和李安2人，几位博士别提多羡慕了。要说对这个机甲的认识，陈一鸣他们肯定不如在场的博士，可测试资格却偏偏落在了他们手中。检测到远处海底正在发生板块运动。嘿嘿，活了这么久，我只在书本上见过所谓的板块运动，真正的还从来没见过呢。你们见过真正的板块运动吗？板块运动完全是毁灭性的灾难，每出现一次就会伴随着大量人类死亡。我要是见过，现在估计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正巧前面不远处在发生板块运动，我们要不去看看？小鹿同志，万万不可啊！那可是板块运动，而且还是发生在海底，太危险了。板块运动，海洋也会随之产生波动，在那些海浪面前，军方的重舰都难以保持平衡。你们现在只是穿着外骨骼机甲，所处的位置更是海底1万米，这个地方出现板块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必定会带动你周围的海水，威力比在陆地上要危险不知道多少倍，千万不要以身试险啊！马里亚纳海沟的海底是位于海平面1万米以下。
也可以说你们现在出现地壳以下10公里的位置，再往下，你们就可能遇到地热系统，到时候熔浆喷发，可不是开玩笑的。海底火山喷发威力可是不容小觑。就算是没有被炽烈的熔岩正面击中，光是被其束缚住，在海底1万米的位置也是相当致命的，更别说板块运动。马里亚纳海沟周围的裂壁也会受到影响，到时候陨石砸落，被掩埋在海底，想要救援都没有办法。所有人都紧张坏了，他们不希望陆枫在海底出现任何意外。此刻的陆枫就好像是没有听到一样，静静看着李安和陈一鸣二人。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们过去看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离远一点。而且以这套机甲在水中的速度，灾难应该追不上我们。既然你们都没什么意见，那我们即刻出发。下一秒，陆枫忽然缓缓漂浮起来，能量推动模组开始运转，火焰喷射而出，不断将周围的海水煮沸。三人眨眼间就消失在了原地。陈一鸣和李安参加这次测试，除了因为自己想开机甲的缘故之外，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其实是保护陆枫。很快，三人就来到预测的地方，就是这里了。可周围怎么一点关于板块运动的景象都没有？难道是来早了？而实验室的众人在看到这幅场景之后，却没有什么欣喜，反而一个个的皱起眉头。我怎么感觉接下来会有意外发生？如果这片板块真的会出现运动，那可就不好了。按照以往的规律，板块运动的准备时间越长，最后带来的灾难便会越恐怖。几位司令，能不能让小陆同志他们快走？我感觉他们接下来会有危险了。是啊，得赶紧把小陆同志召集回来，不然等危险出现之后，一切都晚了。警告：驾驶员当前所处位置的板块正在运动，即将发生碰撞。真的要地震了吗？他们的运气竟然这么差。身为海军司令，对于海底地震的恐怖他可是相当清楚。板块碰撞引发海底地震，还会引发地震海啸，届时巨浪足有几十米高，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能横跨整个海洋，这还是地震所引发出来的效果。现在陆枫他们正在地震海啸即将引发的正中心，危险程度还要翻上几倍。完了完了，陆枫、一鸣，你们抓紧离开！如果是真的地震海啸，那你们就有危险了。可话音刚落，屏幕里的画面开始剧烈变动，原本还算平坦的海底，顿时隆起一个将近100米的山峰。那些鱼类此刻也慌得到处乱跑，时不时就会有巨石砸下，将这些鱼类砸成肉酱，看得众人一时间脸色发白，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甚至连呼吸都下意识停止。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陆枫，快跑，快点远离这里！不用担心，都是小问题。启动核聚变打击。下一秒，一道恐怖的光束直接从陆枫的胸口爆射而出，岩石被光束击中后瞬间消失不见。这哪里是外骨骼机甲，这简直就是一台行走的核武啊！他给机甲装上了可控核聚变，只用30秒就到达了海底1万米，而威力更是众所周知，真理只在大炮射程范围之内。如果这个能量核心可以装在我们的坦克上，那岂不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万智一已经想象出，到时候坦克开上战场，叱咤八方的样子。待会儿一定要好好问问小陆同志，如果能把这个核武器加在坦克上，花多少钱都可以。一旁的刘国梁此刻也是同样的想法，而最为激动的还得是邓金业。本来我还觉得，哪怕陆枫是超级天才，但改造一整辆航母可能会有点困难。但现在简直太轻松了，起码也要用核动力，还有航母省的大炮，要不要装上这样的武器？那到时候我们的航母岂不是可以称霸整艘海域了？等完成这次测试，一定要和小陆同志商量一下接下来的改造事宜，不能再拖下去了。丁，探测器已完成检测，正在汇总当前区域的氦3矿物元素储量。丁，计算完成，当前区域氦3矿物储量总和为5000万吨。整个蓝星地面所储备的氦3元素全部加在一起，才不过500千个，而陆枫竟然在海底检测出了5000万吨氦3元素矿物，足足是地面储量的1亿倍啊！月球上的氦3储量也就只有26万吨，而26万吨如果全用于核聚变的话，可以满足全世界2600年的能源。我们国家还在研究如何能够从月球运输氦3元素回来，但现在我们却发现了新的氦3储量，而且是月球的将近200倍，足够整个世界用50万年。50万年，我们的科技到时候都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了。你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点，这还是指当前区域的元素储量，如果放眼整个蓝星的海底呢？嘿嘿，这都多亏了小陆同志啊！没有他前往深海，这个宝藏我们可能再过多久也无法发现。不过大家不要过于激动，这件事对于我国来说是一次发展的契机，这条消息万万不能传出去。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关乎到祖国未来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上万年的发展，绝对不能放松任何警惕。一向态度温和的万智一，此刻脸色无比严肃。丁，据定位检测，蕴含氦3的矿物位置并不浮在海床，而是在位于海底6382米之下的位置。这下白高兴一场，哪怕浅一点也好啊！居然有足足6000米。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刚才众人有多么兴奋，现在就有多么垂头丧气。陆枫，换一片海域吧，深度低一点的或许还能够实现。不要紧张，埋藏深度高这是件好事。虽然以往我们开采的难度不高，但其中的杂质也相当的多。深埋的矿物就不一样了，在这种环境下的矿物杂质更少，纯度更高。这就意味着我们运输一次，相当于在其他环境下运输好几次，时间最少能节约1倍。埋藏深度越高，开采难度也
就越大。在这种环境下，开采活动都无法开启，考虑运输成本还有什么用？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开采为什么要担心这个？这不都是小问题吗？小鹿同志什么意思？难道你有了开采的办法？开采矿物的东西早就造出来了，而且都实现量产了。我之前研发的那一批机甲坦克，不就是开采矿物的吗？陆枫十分无奈，他总感觉这群人好像怎么带都带不飞一样，明晃晃的开采装备在那摆着，却因为这点小事发愁。坦克还能入水，这不应该是在陆地的武器吗？怎么还能下水？看那机甲的样子，也不像是防水的样子啊。喂，小王啊，你抓紧去我办公室，办公桌左边的抽屉里有一份文档，是关于坦克机甲使用的说明书，抓紧时间给我送过来。之前机甲坦克正式交接之后，万志毅直接将说明书丢在了一旁。在他看来，这坦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变身机甲，除此之外都只是陪衬。这辆坦克居然还有这么多功能！看着密密麻麻的文字，万志毅突然有一种心痛的感觉。这么多功能，而他们只用了变身和电磁炮这两个，这种感觉就好像买了一款最新的智能手机，但你却只拿它来接打电话，真的是血亏啊！老万，这里面到底有没有说关于潜水的功能？机甲在开启潜水功能的时候，会主动将气密性调整到最高。另外，遍布机甲各个位置的装置还可以将海水分解，将氧气部分传送回舱室里。除此之外，坦克内部的意识功能也能保证驾驶员观测海底的情况，潜水深度保险估计在3万米以上。很难想象，这样一台装置竟然是以坦克的形式出世的，更是第一次听说坦克可以入海，甚至还能在1万米以下挖矿，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啊！按照说明书来看，用坦克机甲来开采矿物应该可以实现了。嘿嘿，深入海底这种工作原本应该是海军的，反正怎么说也轮不到我们陆军头上。但想要开采矿物，还是得靠着我们陆军的坦克机甲。这下3军当中谁的实力最强？不用多说了吧。老万，像这样的坦克机甲，你们向小鹿同志订购了多少？没多少，也就只有几百辆吧。我记得军事竞赛的时候，你们不是只有1辆吗？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后来我们找小鹿同志订购了一批，可惜只有几百台。你们背着我联系陆枫这个超级天才也就算了，怎么连我们海军的活都盯上了？这还让不让我们活了？老万，你们这坦克机甲既然可以在海底作业，那这装备就应该分给我们海军一部分。但这东西毕竟是你们和小鹿同志交接的，所以我也不多要，80辆。你们订单花了多少钱？我按照原价给你。哼，我们自己争取来的装备，而且名字也是叫做坦克，凭什么要分？而且你要1台2台还有的商量，张口80辆，真当这东西是大白菜啊？不可能！你别想从我手里掏走1辆坦克机甲，想都别想。老邓都这么说了，我没记错的话，您的坦克机甲还是会飞的。既然你要分给海军一部分，总不能不给我们空军吧？我要的不多，60辆就行。哼，你们想都别想。再说老刘也没见你要分几台6代机给我们，现在张口管我要坦克机甲，你好意思吗？嘿，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坦克机甲无论是谁的，作用都是保家卫国，所以你也别那么小气。好东西都是要一起分享的嘛。3位司令放着先进潜艇不用，却派坦克和飞机去海底挖矿石头。刘司令，接下来需要你们空军利用6代机将坦克机甲牵引过来，到时候我们的深海挖矿项目就可以正式启动了。老万，让你们的机甲坦克开到广场上，我现在就让空军基地的飞行员将6代机开过来。6代机一到场，计划立刻开始。没问题。那我们海军呢？这可是在我们海军的地盘，如果深海开矿的事情我们海军都参与不上，岂不是显得我们太没用了？邓金业刚说完，就来到大屏幕前，对着麦克风和陆枫讲道：小鹿同志你好，我是邓金业，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我们海军帮忙的？一定全力配合。开采矿物只需要空军和陆军就可以了，能够抗住海底1万米超高压强的只有陆军的机甲坦克。虽然航母可以把坦克从陆地运到大海上来，但和6代机相比，速度可就慢了太多了。让海军的舰船离远一些，体量轻的有可能会被坦克入水的海浪掀翻。邓金业顿时感觉自己的自尊心被刺痛，这哪里是在吩咐他事情去做，而是让他们海军躲得远远的。明明是在他们海军的地盘作业，可谁能想到，海军不仅帮不上忙，反而因为自身安全要赶紧撤离。坦克变身之前就像是一个钢铁堡垒，变身之后更是足足有10几米高，这样的庞然大物砸进海里，还真不一定是你们海军的舰船能够抵抗得住的。那我现在就让附近的舰船帮忙远离。他转身还没走出2步，陆枫的声音再次响起：等这次测试结束之后，我会酌情帮海军提升一下装备的。小鹿同志，等这次测试结束，矿物开采完毕之后，我再把构想转告给你。邓金业快步走出了实验室，有了武器改造升级的希望，他现在整个人都激动得不行。喂，是海军基地吗？让马里亚纳海沟附近巡航的舰船和潜艇抓紧时间远离，就说是我的命令。而与此同时，王立安坐在自己的办公位上，看着面前的档案，却提不起一点干劲。也不知道小鹿同志的新机甲测试结果怎么样了？那可是纳米合金机甲，听说还用了核聚变当作能源，得多强啊！可惜脱不开身啊。
万司令，您刚刚说调集全部坦克机甲，然后把它们运到太平洋上，这是要填海吗？没错，就是要将机甲坦克运到太平洋上。你先调集所有机甲坦克以及驾驶人，将其全部开到广场上面。时间紧，任务重，立即去安排。把坦克机甲运输到太平洋上，这是要干什么？即便心中有万般不解，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王立安快速拨通电话：“喂，是坦克大队吗？我是王立安，现在让你们的人抓紧把所有机甲坦克开到广场上，而且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会超出你们的理解，但不要惊慌，因为这些都是万司令下达的指令。”不行，得去指挥室出动上100辆机甲坦克和6代机，这已经和战斗的规模没什么两样了。当他抵达指挥室时，就见3位司令已然在里面。见过3位首长，不用这么紧张，交代你的事情都已经做好了吗？所有坦克机甲正在朝着广场聚集，很快就能到场。万志毅点了点头，坦克机甲都在军区内，况且那还是时速能够到达400公里的坦克，估计用不了多少时间。老刘，你们那边的6代机什么情况？多久能到场？命令已经下达了，因为6代机起飞的时候并不需要跑道，所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现在应该全速朝着这边飞过来，以6代机那夸张的速度，估计用不了几分钟就能抵达了。万志毅点了点头，6代机的速度他可是亲眼见过，高达30马赫，极限速度甚至能甩开赤盾导弹。哼，真就不带我们海军完备。等陆丰给我们造出新的航母来，就轮我孤立你们2个了。此时广场上停放着整齐的机甲坦克，而看着这些整齐的钢铁堡垒，邓金叶羡慕的眼睛都红了。而与此同时，300台6代机同时从空军基地起飞，没有丝毫绕弯，笔直的朝着南方军区飞去。你们快看，那不是咱们国家刚刚研发出来的6代机吗？虽然之前在军事竞赛上见过，但这种东西对于国家来说，不应该是一种大杀器吗？怎么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出现了？究竟是什么情况？竟然出动了这么多6代机？难道是有什么任务要执行？笑死！什么任务需要这么多6代机？难道是歼灭哥斯拉？该不会要打仗了吧？有可能。难道是3赛季要开始了？既然都到场了，那计划就可以正式开始了。所有人听我命令，前往太平洋海域，目标马里亚纳海沟。下一秒，6代机喷射出绳索，缠绕在巨型机甲的关节处。为了保证效率，每台坦克机甲由3架6代机负责牵引，300架6代机，上百辆机甲坦克排成规整无比的阵型，纷纷朝着太平洋海域飞去。万司令，咱们怎么忽然有这么大的动作？这究竟是要做什么？是不是有战争要开启了？别这么紧张，如果真是战争的话，咱们可就不止派出这么点装备了。万志毅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好了，这里的指挥任务暂时交到你手上。关于这项消息，我还要向大首长汇报。明白，保证完成任务。而与此同时，大首长正看着当前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的部署情况。速度真快呀！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华夏大半的版图就已经部署上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了。照这个速度下去，估计用不了多久，华夏的人民就都可以用上反应堆提供的能量了。到时候能源问题就再也不是其他国家扼住我们脖子的手段了。小王，什么事？首长，陆军的万司令打过来电话，说是有紧急事情汇报。把电话接过来吧。明白。接着万志毅的电话就被转接了过来。志毅啊，这么急着打电话过来，是工程上出了什么问题吗？你去问一下陆丰，问问需要什么补救方案，必须全力支持。可控核聚变反应堆计划刻不容缓，知道吗？首长，可控核聚变反应堆计划还在稳定进行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我打电话过来是为了汇报另一件事。万志毅将自己参观陆丰的机甲测试的事情说了一遍。陆丰刚刚研制出来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就琢磨将核能装在单兵机甲上了，而且还成功了。首长，我可以向您保证，这是我这辈子以来见过最科幻的武器，它的效果也很夸张。我这里有视频，马上给您发过去。你等一下。大首长先将手机放下，接着看向勤务兵。这样，你去把我那几个参谋叫过来，就说有紧急事件。龙国派战斗机去海底挖矿时，西方霸国却以为要攻打他们，连忙开启导弹防护模式。马上开启自卫反击模式，只要龙国敢动手，就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长官，龙国派出来的部队太强力了，如果真的正面发生碰撞，估计我们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整个基地就都被他们给摧毁了。你什么意思？我们在太平洋基地配备的武器可都是最先进的，怎么可能连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难不成龙国出动核武了？如果是核武，那龙国就率先违反了国际条例。龙国出动了数百架6代机和电子坦克，这的确不是核武，但比核武都要可怕啊。他们搞这么大阵仗究竟要干什么？难不成是真的想要和鹰将清算？不可能，不可能！龙国绝对没有这个胆子。他疯狂安慰着自己，龙国一旦入境，那就是为所欲为。毕竟距离军事竞赛过去这么久，他们都还没有研究出反制这2种军事武器的方法。不行，这件事必须得上报。虽然他是鹰将国防部的部长，在整个国家已经算是权力最高的一批人了，但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稍有不慎就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灭顶之灾。他很快就来到了总统办公室。长官，不好了！监视基地刚刚传来消息，说华夏集结了大批量的军事武器，正在
在通过飞行的方式朝着他们快速接近，而且大有开战之势。你这件事情可是调查清楚了。我告诉你，如果这只是你的主观猜想，之后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可都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长官什么时候这么热爱和平了？以前不都是抓住华夏不放，然后在国际上严厉谴责，最后趁机索赔吗？怎么这次？要不和太平洋的监测基地连线，先看看第一现场。连线吧。下一秒，视频连线很快接通了。这里是白宫，请汇报你们现在的情况。就在刚刚，我们发现了华夏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大量的6代战机和坦克机甲正在朝着东部海域集结。我怀疑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军事动作，而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我们。难不成华夏真的要和鹰将开战？让我看看第一现场。下一秒，画面切换了过去，大量6代机和坦克机甲在天空中飞行，这些坦克已经变换成机甲状态，俨然一副随时进入战斗的样子。难不成华夏真的要和我们开战？一股莫大的危机感在他心中开始疯狂蔓延。以他对华夏的了解，虽然拿下了军事竞赛的第1名，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随便开战。长官，华夏的战斗机群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了，要不要启动紧急预案？如果他们真的要攻打我们，用不了多久，战斗机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国门外。紧急预案就是调动出鹰将现有的全部军事武器，其中包含但不限于蘑菇弹。就算我们打不过，也要和他们同归于尽，届时其他国家都会给华夏带来压力。国防部部长说着说着开始有些语塞，他没想到曾经傲视群雄的鹰将，如今却会被逼到如此境地。立刻启动紧急预案，出动所有军事武器，通知所有部队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同时通知我国所有民众，让他们做好迎接灾难的准备，然后把动用核武的消息传播出去，引发恐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逼不得已。要怪就只能怪华夏，并非真的动用核武，而是让全球所有国家给华夏施压。在这种庞大的压力面前，华夏定然不会再敢向鹰将开战。下一秒，鹰将散布的消息开始朝着整个世界快速蔓延，而此时毛熊国的国防办公室中，国防部长看着网络上的消息，整个人都严肃了起来。300架6代战斗机还牵引着100辆电磁坦克，而且还是朝着鹰将的国土去的。难不成龙国真的要打鹰将？有这种好事不带我？不行，得抓紧问问。他接着拨通了万志毅的电话。万司令，我刚刚在网络上看到你们华夏要攻打鹰将的消息，请问这个消息属实吗？如果消息属实的话，有需要可以尽情说，我们一定会倾尽全力。你误会了，我们华夏向来是热爱和平的国家，不会轻易挑起战争的。这次的军事调动目的只是要去挖矿。还没等他细问，万志毅就以很忙的理由挂断了电话。难道是去挖鹰将国土上的矿？这就是优美的华夏语言吗？不仔细思考一下，还真领略不了其中的意思。不行，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汇报上去。而万志毅挂断电话后，直接在网上搜起了资料。想通过同归于尽的方式让其他国家感受到危机，然后让全世界给华夏施压吗？这可是鹰将的惯用手段了，打着自由和平的旗号，在国际上为所欲为。如果这次鹰将得逞，下一步就是为了世界和平，华夏必须将军事武器的技术共享全球。都说全世界都在备战 S3赛季，我们华夏又何尝不是？更何况鹰将从来都没有被我们华夏放在过眼里，我们所做的准备可不是为了世界大战，而是为了与世界大战。不过可惜，这次我们还真没有和你们鹰将动手的意思，我们只是想挖矿罢了。此时一名士兵走了进来，报告大首长，国际联合会议半个小时后开始，联合会长要求我们必须参加。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我们大范围的军事调动引起了其他国家注意，不过他们并不知道马里亚纳海沟下面蕴含着大量的矿物，自然也不清楚我们此次军事调动是要去采矿的，所以就会产生一种误会，以为我们华夏的军事调动是要发起战争。现在的会长依旧是鹰将的人，这次会议他们很有可能会对我们华夏开始发难。如果换在以前，我可能会在收到消息的时候立刻加入会议，为自己证明。但几时不同往日，现在的华夏岂是你鹰将能够招惹得起的？别说我们根本没有想过发起战争，就是真有这个打算，鹰将也只有乖乖等死的份。一旁的几位司令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以现在的军事实力，想要覆灭鹰将虽然不能说容易，但也绝对不会太难。至于鹰将说的投放大量核武，那就要看看是你们的核武先发射出来，还是我们搭载核武的6代机先飞到你们鹰将上空了。他们不是等我给个解释吗？那就让他们先等着，等会议即将开始的时候，我们再加入进去，这样既不会落人把柄，又能显示出自己的态度。这种小事没必要浪费太多时间，我们还是讨论一下等矿物开采出来之后要如何处置的问题吧。我派坦克去海底挖矿时，却吓得西方霸国进入了一级防御，甚至联合全球200多个国家制裁我。请问华夏方代表，视频中的军事武器是不是来自你们华夏？没错，请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没有告知联合理事会的情况下，就贸然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集？你们究竟是想要做什么？除此之外，你们的行动现在已经在蓝星引起了大范围的恐慌，在全世界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我身为理事会会长，在此严厉的劝告你们，立刻终止行动。哼，谁告诉你们，我们华夏出动6代机和坦克机甲就是要发动战争了？你们口中的军事武器，在我们这儿不过是挖矿的工具罢了。进行这次调集，只不过是想去深海挖矿，你们有点太看得起自己了。不可能，战斗机和坦克这东西是用来挖矿的吗？理事会会长，我要求现在就对华夏进行制裁。你爱信不信？大首长说完，直接挂断了会议。哼，什么臭鱼烂虾，还想让我给出一个解释？时代早就变了，现在的华夏早就不是之前的那个华夏了。我们华夏早就做好了大战的准备。现在所有国家都在为 S3赛季做准备，但大首长想的 S3赛季可不是世界大战，而是华夏大战整个世界。等开采出海底的矿物，华夏的资源也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充足，到时候我们就谁都不怕了，谁都不能和我们大声说话。而鹰将总统在挂断视频会议后，便一直阴沉着脸，立刻调集所有卫星，搜寻华夏的上空。必须要搞清楚，他们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究竟是要做什么？调动探测卫星监测他国领土，这绝对是赤裸裸的挑衅，更别说还是当前世界上最不好惹的华夏。我给你1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找不到华夏军事调动的目的，你就准备引咎辞职吧。下一秒，鹰将在太空中的探测卫星纷纷开始朝着华夏的上空移动。报告长官，我已经找到了华夏此次军事动向的目的地了。从卫星传回来的坐标来看，应该是在马里亚纳海沟上空。华夏派出这么多军事武器去马里亚纳海沟做什么？难不成是打海怪？华夏的坦克机甲真脸男，太平洋基地不说，是6代机拖拽着坦克机甲吗？去哪了？我们也没有发现。那我要你们干什么吃的？给我找！必须搞清楚这次华夏军事调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下一秒，硕大的屏幕上出现了一道机甲身影。这不是华夏的坦克机甲吗？怎么从水里出来了？难道他们在测试这个武器的潜水性能？放大，看看那台坦克机甲究竟是什么情况。屏幕的放大后，坦克机甲和背后的巨大石块出现在眼前。难不成华夏这次的军事行动真的是去挖矿了？可这是马里亚纳海沟啊，至今都没能被人类探索的神秘地带。华夏难道攻克了10000米潜水的难题，而且还是用坦克攻破的？那潜艇是做什么用的？鹰将总统只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100米潜水深度，潜水的还是坦克。最主要的是，他们还在10000米深度的地方挖矿。去叫相关部门的人过来研究一下华夏挖的究竟是什么矿石。请你们物质研究小组的人马上来办公室。很快，2个科研人员跑了过来。长官，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看看，华夏现在正在开采的究竟是什么矿物？如果没看错的话，华夏正在开采的应该是银海氦三元素的矿物原石。氦三元素可是冷核聚变的核心材料，他们已经挖了多久了？这个不清楚，但可以知道的是，从刚才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那些坦克机甲足足运送了10几次矿物原石出来，又被悬浮在海面上空的6代机运走。初步预测，每块重量都在400-500吨上下。这短短的10几分钟里，华夏一共获得了将近7000吨的氦三矿物原石。整个南森也才不够5000吨，他们究竟是怎么知道海底有这种矿物原石的？马上召集会议，必须阻止华夏这种行为。很快，各部门出现在会议室当中。现在的华夏在擅自开采我们的矿物，在不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们？众人纷纷陷入沉默，大家心知肚明，这部分的资源哪里是鹰将的，国际上都没有承认。不过他们却没有说出来，心里也十分想要获得这部分资源。马里亚纳海沟的位置属于公海，这部分海域所产生的资源应当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享。我们以维护全球200个国家权益的名义，向联合理事会发起申诉，要求华夏归还这部分矿物，并且对他们擅自开采矿物的行为进行谴责。这样一来，虽然我们会损失掉部分资源，但起码也能拿到一些。我们宁愿不发展，也绝不能再让华夏继续强大下去。现在通知研发部门，要求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发出来潜水深度可以达到10000米的潜艇设备，并且还要具备开采矿物的功能。马里亚纳海沟下面的氦三矿物原石，我们必须争取。在下达命令之后，鹰将总统来到自己的办公室，直接拨通了联合理事会的电话，然后将现在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马里亚纳海沟的位置属于公海，里面所拥有的资源是属于全球人民的。现在华夏没有通过全球人民的同意就随便开矿，这是什么行为？从现在开始，我们鹰将将会利用所有渠道将这件事情散播出去，让世界人民知道华夏的丑恶嘴脸。必须要让华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让他们为自己这种无耻的行为付出代价。与此同时，战呼局中，万司令嘛，这里是情报部门。我刚刚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图片，是有关坦克机甲和6代机，现在已经遍布整个网络了，热度根本压不住。所有网友都要求我出面解释，我接下来该怎么做？没什么好隐瞒的，这次的行动是为了在海底挖矿。群众既然问了，那也不用压热度，该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吧。我这边还忙，先挂了。
飞机、坦克和挖矿能有什么联系吗？而且挖矿用得到这么大阵仗吗？几百架6代机和坦克机甲，这阵容都能打下一个国家了。局座，现在全网的网民都在好奇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是不是要出来回复一下？我已经打电话问过万司令了，这次的行动并没有传的那么夸张，只是日常的海下挖矿而已。不用紧张，国家既然没有隐瞒这次行动，就说明这次是公开的。至于真假，估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都知道了。军队在海底发现稀有矿石，却被西方霸国盯上，更是利用世界舆论攻击我国。如果能将华夏现在开采出来的矿物掠夺一部分到我们手中，那核聚变计划就可以直接进行研究了。现在就看看华夏能在世界舆论中坚持多久，让你们部门的人加大力度。而与此同时，在京都某座小白楼中，我说你听着，然后全部发到我们对外的通告上面，不用任何精简。明白。本国在此郑重声明，对于鹰将之前发布的言论，我国并不认可，并且对鹰将这种想要不劳而获的行为进行严厉斥责。同时，我国建议鹰将想要矿物资源，大可以自己动手。如果你方有这个实力的话，开采多少都不会有人对你评头论足。但如果你想要我们交出矿物，想要不劳而获，绝无可能。有胆子的话，就自己来华夏啦。该死的华夏，难道你们不惧怕国际舆论，不害怕成为全民公敌吗？鹰将总统想不明白，所以刚才他和几个国家的代表联系，想让对方给予华夏一些压力。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那几个国家百般推脱，全然是不想和华夏发生冲突。该死！再这样下去，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肯定会受到影响。对于华夏的声明，此刻鹰将总统也是纠结无比。去华夏的境内将矿物拉回来，他想都不敢想。现在的华夏完全不是他能招惹得起的。不行，坐以待毙不是我们鹰将的行事风格，必须要回应，而且要彰显出我们态度。长官，我有一计。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在回应华夏通告的同时，还能保住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华夏硬碰硬显然不是很理智的选择，而且一不留神就容易吃亏。不过我们可以换个角度，不一定非要对华夏产生震慑效果，只需要震慑住其他国家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派出航母去海域上巡游一圈，我们鹰将哪怕没有拿下军事竞赛的第1名，依旧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华夏的航母数量虽然比不过我们，但那上百台6代机就可以将鹰将的航母舰队全歼。将航母派出去，这不是自取灭亡吗？如果航母舰队受创，我们鹰将的国际地位岂不是更加不保？这不是伤赶着送菜吗？说到这里，鹰将总统看向国防部长的眼神愈发不善。你该不会是华夏派来的卧底吧？派出航母并不是和华夏发生冲突，反而要避开华夏6代机群所在的海域，因为我们的目的是震慑其他的国家，从而保住国际地位。那就按照你说的做，一定要稳定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明白，长官。与此同时，马里亚纳海沟中，现在开矿的速度已经几乎到达极限了，想再快就需要进行改造升级了。等回去再说吧，现在该进行下一项测试了。现在矿物开采还在继续，我们真的要离开吗？他们已经可以自主开采矿物了，并且和6代机的配合十分默契，不需要我指挥了。我们接下来就是进行太空测试。太空测试是我想的那个太空吗？我建议让小鹿同志回来休息休息，顺便采集海底测试时所产生的各种数据，等一切都研究明白了，再去往太空也不迟。既然选择相信他，那就相信到底吧。这段时间接触，我发现陆枫并非是那种会随意下决定的人。太空测试既然在他的计划中，那就说明他对这台机甲有自信，我们也该相信他。与此同时，刚刚还在漆黑海域的陆枫，此刻也已经冲出了海面，强大的惯性将海水带起了数十米之高。从陆枫说话要进行太空测试到现在才过去了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从海底上浮到海面，这个速度怕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都做不到吧。他们现在已经在朝着太空飞行了，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并且速度达到了10马赫，也就是10倍音速。他们现在每秒就能飞行3000多米的距离，而太空距离地面只有100公里，也就是说只需要不到1分钟的时间，他们就能抵达太空。5分钟进入太空，这是什么天方夜谭？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进入太空变得这么简单了？连一点前期准备都没有。而看着3人快速飙升的大手掌，不然也有些不淡定了。志毅，你尝试和陆枫联系一下，问问他有没有把握进入外太空。收到。万志毅在控制台操作了一下，通话便直接接通了。陆枫听得到吗？这里是万志毅。陆枫听得到吗？这里是万志毅。听得见，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正和大首长以及一些领导在观看你的测试画面。刚刚听说你准备对纳米机甲进行太空测试，请问对于这次测试你有没有把握？会不会出现意外？不会出现意外。纳米机甲在设计的时候，我就为其加入了相关功能。进入太空之后，纳米机甲的太空维生系统便会自动启动，可以实时保证驾驶员的安全。听到这里，所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我方已经收到，请继续你的测试。这小小的纳米机甲里面竟然还有一套完整的维生系统，简直是不可思议。不敢相信，这竟然是由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设计出来的。
而与此同时，实验室当中，李德佑等人也在观测着陆风的举动。他们已经脱离大气层了，气温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降低。此时屏幕上的数据正在以每秒10几度的温度降低。如果没记错的话，小鹿同志在进入那米盔甲的时候，身上只穿了一层单衣。如果维生系统没有恒温功能的话，再过个2、3秒，小鹿同志就会彻底被冻僵。在太空中出现这种问题，几乎相当于宣告死亡。李德佑捏了一把汗，死死盯着屏幕角落的数字，温度降低的速度比他想象的还要快，短短几秒，气温直接降低到了零下100多度。他连忙看向屏幕的另一角，那是驾驶员生命体征数据。还好现在的数据一切正常，看来这个维生系统真的有用，那我就放心了。启动太空雷达。万智亿，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小鹿同志说开启什么？没听错，小鹿同志刚刚说开启太空雷达。国际上有一种卫星被归类为间谍卫星，这种卫星的主要任务就是获取其他国家的信息，然后传送回自己的国家，从而定位间谍卫星的位置，再将信息传送回空间站。太空雷达就是对其进行定位打击，但这种雷达至今还没有造出来。太空雷达要求的技术太过严苛，一点误差放到太空中就能隔出数十公里。空间站的工作人员多少次无功而返，但没想到被小鹿同志制作出来了。小鹿同志研发的太空雷达在哪个位置？让我们见识一下。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在陆风的机甲身上。司令在测试装备时发现惊人的一幕，天上凭空出现大批陌生卫星，并且每一个都喷涂其他国家的标记。他们此刻才发现一直生活在别人的监视下。鹰将竟然将卫星调集到了我们头上，这是在监视，已经违反了相关的空间法。我就说鹰将为什么知道我们在挖矿，原来是靠卫星监视发现的。这次必须要让鹰将尝尝教训。这些卫星上面还带着标识，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全然没有将华夏放在眼里。万司令，按照国际法，他国的飞行器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进入我国领空会是什么下场？非法进入我国领空的飞行器属于入侵行为，应该予以他们3次警告。若警告之后对方不做出反应，可以就地反击。下一秒，陆风来到鹰将卫星面前，我仅代表华夏命令你离开我国领空，限你3秒之内做出反应，否则后果自负。陆风，卫星属于无人设备，根本没有人能听到你说的话。就算是有，你确定这么小的声音能够穿过驾驶舱吗？大首长，如果陆风贸然摧毁卫星的话，会不会激化我国和鹰将之间的矛盾？虽然以我们的实力完全没有必要害怕鹰将，但这种事情完全可以按照国际惯例来，要求鹰将在短时间内采取措施，还能要求赔偿。如果对方冥顽不灵的话，再采取反击也是可以的。鹰将之所以在我国上空布置下这么多的卫星，其实不只是挑衅，而是害怕。按照往常，鹰将会派出军舰在我国边防巡航，倒是很少用卫星来监视我们。毕竟这些卫星一看就不是专门用来做间谍的，明显是有其他的用处，临时被抽调过来。鹰将现在知道派遣舰队来我们边防巡航，我们完全可以在顷刻间毁掉他们的航母舰队，而鹰将是承受不起这种损失的。他们以为我们没有太空雷达，监测不到他们的卫星，所以用这种手段来监视我们。鹰将是不敢我们正面冲突的。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自然是痛打落水狗了。小鹿同志，经过我们商讨，你可以继续你的行动。你们现在有没有把握全部摧毁？10成把握。那就让他们长长教训，让鹰将知道敢惹我们必须得付出代价。保证完成任务。我看小鹿同志的样子，似乎是要把这些卫星给赶尽杀绝。既然赶来，就做好回不去的准备。可如果灭得太狠，鹰将那边估计会不安生。那又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想要矿物就自己来了，想要卫星到时候自己捡残骸就是了。有什么不满意的，让他们尽管来找我。正在锁定所有陌生卫星，正在启动光束武器，准备进行打击。原来上级陆风在测试太空雷达时，却突然发现华夏上空出现大批陌生卫星，所有就有了开头的一幕。此时鹰将某个秘密基地当中，几十人操控着卫星对华夏进行各种监视，随着工作人员操控，无数信息流从卫星传递到地面。报告长官，我方对华夏的扫描进度已经抵达50%，正在完善细节。按照这个速度，初步估计再有3个小时左右，华夏的所有信息就能被我们掌握在手中。继续扫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华夏所有地形图扫描出来，其中他们存放军事武器以及各种重要地点都要这种标记出来。若是战争发生，鹰将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对于这些地点进行着重打击，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极为恐怖的。报告长官，卫星正在显示有不明飞行物正在朝着卫星靠近，尽快确定那个不明飞行物的身份，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强制手段。长官，没有人可以发现我们卫星的存在，很大可能是出现了陨石或者太空垃圾。毕竟这种东西在太空中无处不在，只需要在第一时间避让就完全可以了。长官不要担心，此次行动我们总共派出了300多枚卫星，一颗卫星的意外根本微不足道，甚至就算是报废了，也对这次行动产生不了丝毫影响。不好了，长官，卫星上的雷达完全无法锁定对方，只能看到不明飞
飞行物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我们飞来。雷达功率调到最大，将所有卫星上的雷达全部对准这个不明飞行物，一定要找出来，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所有人员快速调整着参数，甚至开始透支卫星预存的能源，将所有雷达调整到最大功率。不好了，长官，即便所有卫星都开始高负荷运转，依旧无法锁定目标。再这样下去，卫星很快就要和它发生碰撞了。立刻安排卫星进行躲避，千万不要合起硬碰硬，同时打开卫星同步画面。在卫星被彻底损毁之前，我倒要看看华夏究竟研究出来的什么东西。这是检测到我的存在了，想要垂死挣扎。你们移动的再快，能快得过光速吗？给我锁定这颗卫星。锁定完成，接下来将为您锁定其他间谍卫星。下一秒，能量光束正面击中面前的位置，紧跟着是第二秒、第三秒。这样太慢了。随后纳米机甲将光束长度控制在100，所过之地，间谍卫星全接连爆炸。就是这样，一口气把鹰将的间谍卫星全部摧毁，一个都不要留，让鹰将尝尝教训。嘿嘿，数百枚间谍卫星，每一枚造价就算100万刀勒，合起来就是3亿多刀勒。但其中耗费更大的是发射费用，具体成本估计要翻1倍不止。我已经想象出来，鹰将总统在得知自己的卫星全部被摧毁之后，会是一副什么样子了。根据人类快乐指数理论，如今万之亿他们高兴，自然就会有人伤心。就比如鹰将他们。报告长官，我们并未能够躲避不明飞行物，并且现在我们的卫星已经被损坏100多个了。目前这个数字还在增加，估计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的卫星就会被彻底清空。华夏，这一定是华夏搞的鬼！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居然连一个小小的华夏都防备不住！你知不知道这100多枚卫星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丢失掉这100多枚卫星，我们要拿多少钱去补？又有多少国家会因为这100多枚卫星而脱离我们的掌控？你们这群废物、饭桶、白痴！我命令你们全力保住接下来的200枚卫星，一枚都不许出现意外，一枚都不允许！鹰将总统深深吸了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平复下心情。现在我们一共被摧毁了多少枚卫星？报告长官，我们卫星被损毁量已经达到了120枚。鹰将总统刚陷入沉默，对面的声音再次响起。报告长官，摧毁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31枚。这才过去了多久？卫星被摧毁的数量又多了11个。可恶，华夏究竟研究出了什么秘密武器？报告长官，已经140枚了。快操控所有间谍卫星开始逃离，远离华夏上空，远离既定轨道。现在你们唯一的任务是将这些卫星保护下来。而与此同时，陆枫看到100多枚卫星开始逃窜后，却是丝毫不在意。小陆同志，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现在鹰将的卫星已经开始逃窜，不知道还有没有继续攻击的必要？锁定所有间谍卫星，准备将其击落。西方霸国仗着先进卫星入侵我国，当我全部炸毁时，却被霸国连线警告。这里是六角大楼，我们已经掌握了华夏擅自攻击我们卫星的确切证据。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刻住手，否则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发起通告，在国际上严厉谴责你们这种行为。你们鹰将的卫星，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们什么时候攻击你们鹰将的卫星了？不要血口喷人呐！你们这台红色人形机甲，刚才攻击的和正在攻击的都是我们鹰将的卫星。到目前为止，你们已经击毁我国296枚卫星了。我要求你们立刻停下现在的行为，不允许对我国卫星离开做出任何阻拦。间谍卫星，可我们是在清理太空垃圾啊！难道这些太空垃圾其实是你们的间谍卫星？哎呀，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说啊？我们都快清理干净了，你才联系过来。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你们的间谍卫星会出现在我们华夏的上空？就算是我们有错在先，你们难道不应该对我们的卫星进行驱逐吗？为什么二话不说上来就摧毁了？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没必要联系了。我们还要继续清理我们的太空垃圾。下一秒，能量光束精准命中还在疯狂逃窜的间谍卫星，紧跟着是第二道、第三道。我都已经连线了，而且还被言语羞辱。都这样了，间谍卫星居然还是被摧毁，该死的华夏！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有这样被人欺辱的一天。就在他准备破口大骂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声尖叫。不好了，长官，那3个金属人形机甲现在竟然在朝着我们飞过来，而且速度很快，我们该如何应对？请求长官给予指示，请求长官给予指示。华夏居然有3台可以进入太空的人形金属机甲，他们是要摧毁我们的空间站吗？如果空间站被摧毁的话，我们鹰将的航天事业将会直接倒退20年，绝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鹰将总统终止联系华夏，快停止你们的行动！你们这样做是对我国的蔑视，是在激发我们2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快停止你们的行动，否则我将会认为这是你们华夏对我国的挑衅。嘿嘿，别紧张，我们华夏向来助人为乐，放心，他们只不过是想要帮忙检查一下你们的空间站。听到这话，鹰将总统深呼吸一口气，将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
华夏的好意我们接收到了，只是我们的空间站上有专门负责检修的维修工作人员，暂时还是不劳烦贵国动手了。华夏不愧是东方大国，我们这次算是真的见识到了，希望在以后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依旧可以进行如此友好的互动。只是我们的空间站真的不需要检修，再次谢谢来自华夏的好意。嘿嘿，你们以后有这种需求的话，可以随时说，我们华夏向来乐于助人。大首长关闭了连线，他并非是害怕鹰将的临死反扑，而是担心陆枫针对空间站动手的话，他自身会不会有危险。大首长不敢赌，也不会去赌，毕竟陆枫太重要了。虽然说没有摧毁他们的空间站，但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见到鹰将主动低头。首长，这件事情我们占了上风，但依照之前的惯例，不难推测出鹰将很快就会有所动作，我们是不是要防范一下？如果他们就这样偃旗息鼓，那就太不像鹰将的作风了。可以想象，在挂断连线后，鹰将总统就会开始着手对我们实行打击报复。不过现在的华夏已经不是以前的华夏了，想要对我们用什么小动作的话，我不介意跟他们玩点真家伙。对了，小陆同志，这次的太空测试你有什么评价？勉强及格吧，速度方面可以提升，攻击的方式也能改进一下。清剿那些间谍卫星用了太多时间，完全可以缩短一半的，不过还算可以。将鹰将300多枚间谍卫星摧毁，并且还能对空间站造成威胁的东西，在你眼里只是勉强及格，这也太严格了吧？严格点好啊，严格点才能出现更好的军事武器。小陆啊，太空测试既然结束了，是不是可以返航了？毕竟太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早些回来吧。好的，我们准备返航了。终于准备返航了，等他归来，我就立刻商量如何对我们海军的航母进行研究。邓京业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他一开始只是希望海军能够跟上空陆两军的步伐，在看到坦克机甲开采矿物后，他整个人都忍不住了。而与此同时，实验室里怎么回事？小陆同志这是在哪里？李老，按照实时反馈的画面显示，小陆同志现在的位置应该是在樱花上空。不是返航吗？怎么跑到樱花上空了？难不成是在刚才的测试中导航模块被损坏了？彼得又快速接通了万之翼的连线。万司令不好了，现在小陆同志所在的地方是樱花上空，我怀疑他那米机甲的导航模块发生了损坏，至于损坏到何种程度我不清楚，但我感觉短时间之内陆枫很有可能无法返航。万司令，我建议现在立刻派出6代机前往樱花上空接引陆枫。至于国际影响，只要陆枫的人身安全能够保证，我认为国际影响都不是问题。李老，不用担心，我的导航模块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我只是顺路飞到樱花上空，然后给他们留了点惊喜而已。小陆同志，你是怎么听到我们的对话的？我这台湮灭者在权限方面是大于军工部所有设备的，您的通话我这里无权搜取，但李老现在还是在军工部的。哦，小陆同志，你说的给樱花一个惊喜，这惊喜究竟是什么？也没什么，就是路过樱花的时候，顺手投下了一颗微型炸弹，按照炸弹上提前设置好的导航模式，现在应该已经快进入樱花附近的某座海底火山了。等过几天，这枚炸弹会自动引爆，刺激火山喷发，然后引起海啸。樱花那边最近不是在污染海水吗？到时候那些不干净的海水估计会倒灌回去一些，让他们自己尝尝咸淡。哈哈哈，不愧是小陆同志，真是捏坏啊！这叫正义执行。樱花不是说他们排出来的废水都是干净的吗？那就让他们尝尝味道，看看他们敢不敢喝。解气，真是太解气了！没想到小陆同志仅仅是测试机甲性能，就接连制裁了鹰将和樱花。小陆，你现在先不要回军工部了，先来我们这里吧。1分钟后，陆枫3人来到了这里。小陆，刚才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你出现在这里，还有你是怎么瞒过警备组的？这是光学隐身的效果。陆枫将所有性能讲解了一遍，接着看向邓京业。邓司令，接下来可以为海军的武器设备进行升级了。你们海军需要升级些什么？航母，我们海军打算升级航母。他有些忐忑地看向陆枫，毕竟改造航空母舰可不是一个小事情。行，那就航母。如果不是这次机甲测试耽误了太多时间，按理来说早就该帮海军进行改造升级了。为了表达歉意，这次就对海军的航母进行一次彻底的大升级吧。小陆同志，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既然答应了你，那就肯定是要做到的。我现在发送一个地点，先把航母开过去吧，到时候也方便检查。没问题，能不能让我也试一下机甲？待会还要去航母上面，如果开车的话，估计要浪费很多时间，绝对不是因为机甲太帅，绝对不是。随后，邓京业就穿上了机甲。老万，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我感觉现在的我已经可以重新入军队，争取一下今年的兵王了。海军把炮口对向不明飞行物，却发现是自家司令。战斗状态解除，那的不明飞行物是邓司令。很快，2道金属人影落在了甲板上。没想到不明飞行物竟然是我们董司令，这事闹的就差一点就要开火了。这位是陆枫同志，或许你们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我说几个东西你们就清楚了。现在空军配备的6代机，陆军配备的电磁坦克以及坦克机甲，还有我身上穿的这台纳米合金外骨骼机甲，都是他亲手发明的。你们别看他年轻，现在他已经是南方战区军工部的总负责人了。
上次军事竞赛记得吗？我们华夏之所以能拿下冠军，都是靠他发明的那些军事装备。这次我请陆丰同志过来，没有别的事情，就是请他帮我们把海军的航母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升级。司令，我有点好奇，咱们这艘航母还有什么地方是需要升级的？这艘航母哪怕是放到国际上都是顶尖水平的，为什么还要升级啊？我既然来了，就是要对咱们这艘航母进行一次统一的升级，毕竟是象征着军事实力的标杆，必须要做好看一些，不然怎么能威胁到那些人？至于这艘航母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因为我还没有真正了解过这艘航母的具体情况，所以要对哪个部分进行升级，暂时还不确定。接下来还要请教各位这艘航母的性能参数。士兵开始讲解整个航母的参数，但航母的体积是相当大的，其中所拥有的功能也是相当多的。小陆同志，你现在已经了解到航母的具体参数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改造升级？这艘航母的具体参数还是有点低，如果做升级的话，在经济条件很好的情况下，倒是可以完成改装，但我的建议是，不如重新造一艘新的。重新造一艘的成本非常高，很多国家都承受不起。虽然这艘航母不是世界最尖端的科技，但放在国际那也绝对是前3名的航母，现在居然连改造的必要都没有了。小陆同志，你可能不太了解，这艘航母的服役时间还很短，它上面装备许多性能其实都是世界顶尖水平。他也觉得这样一艘航母如果真的报废就太可惜了，可陆丰却是不为所动，反而将自己的分析和邓金叶简单讲解了一下。火炮威力比不上电磁坦克，装甲硬度自然也完全比不上。从里到外，这艘航母现在已经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完成改装的了。按照我的标准来做的话，从核心到外面航母的装甲，甚至连挡风玻璃都需要改装。如果不选择重新再造一艘，那就需要先把零件全部拆解出来，然后再对其进行一次升级，最起码时间要翻2倍，还不如重新再造一艘呢。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着手准备航母计划？就现在吧。陆丰在能量装置上点了一下，下一秒，纳米金属瞬间穿在身上，推动模组开始运行，以一种极快的速度瞬间消失在众人眼前。你们先把航母开回指定地点，然后继续巡逻，接下来的事情就用不到这艘航母了。陆丰回到军工部后，便开始快速整理技术图纸。造航母可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技术，而万志毅和刘国梁也从大首长的办公室赶了回来。老邓，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不是要去改造航母，怎么见到航母之后什么举动都没有，就这么直接飞回来了？邓金叶将刚才在航母上发生的事情简单讲了一遍。总之，小陆同志现在要重新造一艘航母。小陆同志要重新造一艘航母，不说好了是改装吗？重新整备一艘航母可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海军上一艘航母建造起来总共花了3年时间吧。这还只是主体建造用的时间，如果再加上设计以及其他的，总共用了大概5、6年的时间。只是照小陆同志的架势来看，必然不只是重新建造一艘航母这么简单，里面估计还有设计、自主研发，这样一套流程下来，时间可就有些长了。不管怎么样，小陆同志能够答应帮我们改造，就已经是很好的结局了。至于这个时间要用多久，我们不得而知，只能尽全力做好辅助工作。资料已经整理好了，这是航母改装全天候空间母舰规划方案，你们看一下。小陆同志，你确定这是航空母舰？这才过了多久，这么快就搞定了设计？航母当初设计时足足耗费了3年时间，再加上后面的5年建造，足足8年时间啊！而现在半个小时不到你就搞好了，这速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之前6代机和坦克机甲，甚至是超能粒子对撞机设计的时候，陆丰也没用多长时间，这么快就完成了设计，那设计出来的东西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邓金叶接过了陆丰手中的图纸，这不看不得了，一看发现自己完全看不懂，只认识图纸中的文字介绍：8核16发冷核聚变空天引擎、超远距离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防御系统。小陆同志，你确定这设计的真的是航空母舰？从外形上来看，这东西和航空母舰还真有几分相似，但从功能上来看，这完全就是2个东西啊！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而已。一点点？你管这个叫一点点？你看看这上面的功能，有哪些是一个航空母舰该拥有的？嘿嘿，本来想着是简单改造升级一下，大不了给航母装个核动，能让它跑得快一点，但没想到小陆给我整了个王炸。小陆同志，这艘航母的代号是什么？在航母建造之初，大部分工程师团队都会为其命名，一来是方便后面的交流，二来就是有一种为孩子取名的感觉，这也算是一个仪式。不如这艘空天母舰就叫凌霄号吧。好名字，取自凌霄宝殿之意，扶摇直上，直达天庭，就叫凌霄号了。邓金叶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他知道拍一拍陆丰的马屁，让他心情好了，肯定是没有坏处的。小陆同志，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开始航母工程吧。不急，我刚刚检查了一下你们海军的船坞基地，发现这里的设备不太行，想要造航母，估计得先把船坞基地改造一下，不然也不是造不出来，就是时间成本会3倍上涨。你放心，从现在开始，这次改造计划全由你来指挥，缺人的话直接从基地调取，如果有人不服从命令，你就让他直接来找我。那我先找些人把船坞基地改造一下，等基础设施弄好了，就可以开始凌霄号的建造了。在陆丰一声令下，整个海军的8成科研人员全都赶过来，紧跟着又找来一些士兵负责做体力工作，一群人浩浩荡荡朝着船坞基地赶去，而有着一海之
却忽然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海啸。这场海啸足足持续了7天。海啸来得太过蹊跷了。之前我们修建的防御工事是按照历史上所有海啸威力来设计的，甚至为了保险还加强了其防御力。但在这次海啸下，连一搏都没有撑住。我怀疑这其中是有人在动手，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然后要求赔偿。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他们说这次海啸出现的原因，意思是海底火山喷发。海底火山喷发，有关部门没有提前预知到吗？为什么在发生之前，所有人都没有动静？你们都是做什么吃的？你们知不知道，这一下我们樱花的经济最少倒退10年。为了给全国发电，军队召集所有军工建设可控核聚变，直到今天，遍布全国的金屋计划才彻底完成。耗费了大半年时间，终于把这些东西全都建造好了，这都是我们华夏未来的希望啊！回去之后一定要将这段时间的计划保密，谁也不能告诉我，老婆孩子都不行。众人纷纷点头。负责人见状，这才拿出手机打电话。喂，是万首长吗？我是临时负责金屋计划的小王。刚刚最后一座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已经建成，并且通过了质量检测。按照原本的计划，我国可以直接进入核电时代了。原本万之一是负责这个工程的，但前段时间在机甲测试时，在境外海底发现大量的氦3元素，需要出动大量6代机和坦克机甲，这就意味着随时可能会发生冲突。作为陆军总司令，他必须是要时刻准备的。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很快上报大首长，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万之一挂断电话，转而拨通了大首长办公室的电话。大首长，我这里现在有一个好消息，我们之前一直在进行着的金屋计划，今天正式完成了。今天距离金屋计划正式开始才过去多久？4个多月就完成了。大首长的脸色顿时有些古怪起来。要在全国各地建起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对于一个基本没有什么经验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他甚至都做好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准备，而现在4个多月就完成了任务。致意，再过几天就是除夕了。这1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太大的改变，不仅在军事竞赛中夺得了史无前例的第1名，而且还拥有了各种强大的武器，就连在科研方面也是突飞猛进。我们现在的金屋计划都赶在除夕之前完成了。首长的意思是在这次除夕夜我们要有所举动。没错，除夕夜对于我们华夏人来说意义非凡，许多老百姓还都不清楚我们国家现在究竟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今年的除夕夜也要向我们国家真正的主人汇报一下国家近来的变化。除夕夜的新闻就宣布我们华夏正式进入可控核聚变的新纪元吧，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一定要展现出我们华夏如今的风采。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全力办好的。万之一挂断电话后，又立马打给了战忽局。局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国家从今天开始朝着可控核聚变新纪元迈步了。嘿嘿，我们华夏都快要迈入核电新纪元了，这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华夏是真的站起来了。大首长刚刚下达了命令，决定在今年的除夕夜新闻中，对14万民众正式宣布华夏开始进入可控核聚变新纪元的消息。嘿嘿，相信收到这个消息之后，老百姓们也能感受到我们国家的强大，这对增强民族自信有莫大的好处。正好赶上除夕夜，除旧迎新，这个寓意很好吗？局座喜滋滋地说着，可渐渐的他笑不出来了，试探着问道：万司令，您打这个电话过来的意思，不会是让我去宣布吧？你很聪明，怪不得能当战忽局的一把手，这个事情交给你来宣布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这么大的事情交给我来宣传，谁家的公关部门能承担这种大事的宣传啊？哪怕是见多识广的局座都开始有点惶恐起来。不过听着万之一语气中的笃定，局座一股莫大的荣誉感渐渐压过了惶恐。万司令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办好，让全国人民都感觉到我们华夏从现在开始是真的变得强大了。承诺完，电话也被挂断。而与此同时，一座小白楼中，在场的众人都是华夏的高层，有摆在明面上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也有隐藏在暗处一直为华夏鞠躬尽瘁的。没有他们，华夏很有可能走不到今天这一步。诸位，我今天要将一个好消息告诉各位，就在今天，金屋计划彻底完成了，353座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全部落地，只要启动，我们华夏就可以顺利进入可控核聚变的新纪元。这件事情的主要功劳还得归功于小陆同志，他帮助我国少走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弯路，这样的英雄不能让他一直隐藏在幕后。我决定对小陆同志授予我们华夏的最高荣誉，并且举行一场盛大的荣誉功勋授予大会。他们身为华夏高层，自然清楚这个大会在华夏历史上曾举办过很多次，而参加的人则是在战场上为华夏鞠躬尽瘁、悍不畏死的将士，亦或者是在科研层面对于华夏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我觉得很好，毕竟英雄岂能一直在幕后，定然是要宣传出来，让广大青年作为学习目标的。小陆同志做出来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华夏如此高速发展的一年。没错，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功劳，必须要好好嘉奖一下，不能寒了孩子的心啊。所以此次授勋仪式一定要做得隆重，地点就选在京城。除此之外，为了能够让人民更真切地感受到陆丰在这段时间对于我们华夏的贡献，这次仪式我打算采取直播的方式进行。
大首长所说的直播几乎是全渠道铺开，整个华夏14亿老百姓将会有半数左右的人看到这一场直播。这样直播的话，陆枫的身份信息可是会暴露的。说到底，陆枫只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社会阅历本来就不深，如果陷入到国际纷争之中，很难保证陆枫不会受到影响。华夏已经威胁到了鹰将以及许多国家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要是这些国家对陆枫采取不限于暗杀形式的袭击呢？授勋仪式这是小陆同志应得的，但如果采取直播的话，我们很担心这会不会对陆枫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难道你们觉得现在的华夏庇佑不住陆枫？我们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华夏了，我们已经强大起来，完全不用再害怕其他国家。哪怕是1年前的我们，都没有人敢和我们正面冲突，而现在我们的华夏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直播必须直播，我都期待有国家想对陆枫动心思，但凡他们敢露出一点点苗头，到时候华夏的铁拳就会落在他们头上，让整个世界见识一下我们现在的强大。不光在国内直播，还要把声明宣扬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华夏出了陆枫这样一个人才，各种待遇必须给到最高规格，这些荣誉都是小陆同志该拥有的。众人激动不已。如今华夏的军事武器，无论是6代机还是机甲坦克，或者是纳米合金外骨骼机甲，这些东西都是华夏目前最为顶尖的军事武器。而之所以敢把这些武器全都露在外面，一是这些东西基本都在军事竞赛上露过面，二是华夏完全不怕其他国家采取反方向研究，制作出能够钳制这些武器的设备。想要做出强大的军事武器，必须是有强大的科学基础打底的。就算是将6代机的图纸公布到国际网络上，其他国家照着抄都不一定能抄得回，就更别说仅通过视频就发明出可以钳制这些武器的设备。也正是因为如此，如今的华夏有着莫大的底气。这次授勋仪式不仅要办，而且要大办特办，让全世界都知道陆枫的功勋。我先打个电话通知一下小陆同志。他直接掏出手机拨通了之前留给陆枫的手机，那个手机虽然其貌不扬，但通讯频道却是国家内部专线。小陆同志，我是大首长。大首长将准备为其举办一个授勋仪式，而且是公开大办特办的消息说了出来。话音落下，电话那头陷入沉默。嘿嘿，陆枫到底还是一个年轻人啊，在这种大场面面前，肯定是保持不了之前的沉稳的。这个授勋仪式有奖金吗？军队装备了最新型武器，却唯独海军没有，气得司令直接找到大首长告状。直到今天，陆枫终于答应帮海军改造装备，可司令却一口气想改造航母。小陆同志，航母改造计划进行的咋样了？大概啥时候完成啊？我前天已经把航母图纸设计出来了，接下来按照计划施工就行，时间要不多久。你这家伙急啥急？你还不相信小陆同志的实力吗？他之前改装飞机坦克时也没用多长时间，你催啥催？就算你们海军改装的是航母，也不会需要多少时间，最多1个月就完成了。哼，你倒是说的轻松，你们改装飞机坦克时咋不带我呢？好了好了，你们别说这些了。邓司令，你放心，我保证半个月之内给你把航母改装出来，效果绝对吊打世界一流航母。嘿嘿，只要小陆同志把图纸上的功能实现出来就够了。而与此同时，京都新闻演播厅里，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日子里还要上班，而且是和局座一起上班。小康，不用紧张，不过是宣布一个消息而已，没什么好紧张的。你先看一眼新闻稿，直播很快就要开始了。局座，这是真的吗？放轻松，新闻稿上的东西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宣布的重大消息，直播可以开始了。官方直播间开启后，早就收到消息的网民们直接蜂拥而入，直播间的人数快速飙升，1分钟人数就成功破亿，并且每1秒都有上百万的观众涌入。而与此同时，鹰将6角大楼里，华夏那边怎么样了？就在刚刚，他们也收到了华夏新闻和战忽局要联合发布重大新闻的消息，并且他们潜入华夏官方的直播间，想要第一时间从中获得信息。长官，现在新闻还没有开始，但直播间的人数已经在朝着10位数进展了。这次华夏究竟要发布什么消息？又会有什么样的大动作？鹰将总统为了能够在国际上和华夏抗衡，他几乎是调集了所有资源，全部倾注到科技领域当中。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军事武器再次升级了一波，虽然和华夏的6代机、电子坦克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只要时间充足，肯定能追得上。不管如何，我国最近在核领域上的发展已经今非昔比了。等再有1、2年时间，我们国家的第1座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星序就会出炉，到时候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绝对能够一举反超华夏。没错，让他们再嚣张一段时间，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在给我们打工。而就在这时，华夏的新闻晚会开始了。各位网友们，今天是除夕夜，也是对于华夏来说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正如我们通告中所说，在今天的新闻当中，我们要宣布一个重大消息，这也是给予大家的一个新年礼物。在过去的1年里，华夏各个领域高速发展，已经成功跻身世界前列。这其中许多案例大家都清楚，但还有一件是迄今为止没有对外宣布过的，我们已经成功突破了之前的技术壁垒，研发出来真正的可控核聚变。华夏竟然研发出了可控核聚变，这怎么可能？这可能是华夏为了成为
世界霸主抛出来的假消息。毕竟就算真的有了完整的可控核聚变，华夏也不会将其全部放出来。他们之所以敢将消息发放出来，就说明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可控核聚变，这只是一个假消息而已。我就说华夏的发展速度怎么这么快，原来是造假的。我们要不要揭穿华夏，让他们在世界面前好好出一出丑？可以，毕竟这几次冲突，华夏在国际上可是没有给我们一点面子，也要让他们没面子2次才行。那你去安排一下吧，速度要快，今晚上12点之前一定要弄出来。刚才的消息还只是一个开胃菜，接下来才是最重磅的消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已经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可控核聚变部署。从明天开始，华夏将迈入一个新的纪元。他刚才说什么？华夏已经研究出了可控核聚变，而且还实现了全国部署，还说要从明天开始，华夏就将进入什么新纪元？办公室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回话，这个消息太令人震撼了。原本他们还以为华夏是为了争夺世界霸主地位以及联合组织会长的席位，才说出来华夏已经研究出可控核聚变这种谎话，但现在看来，这完全不像是说谎的样子。我已经将全部资源调集到研究部门了，可你们都还没有制作出真正的可控核聚变，反而让华夏给抢先。我原本还想靠着这个可控核聚变来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的，现在这还打个屁！你们可真是一群人才。可控核聚变正式应用出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华夏发展的速度只会比以往更加迅速。这样一来，想要真正追上的话，可就难了。华夏这是开挂了吗？现在插入一条最新消息，由于视频更新速度太快，一不小心追上小说了。现在小说每天更新2章，而我做一集得5、6章，接下来会隔天更新。不过你们放心，整个剧情我会更新完的，毕竟我也喜欢看。在这期间，我会插入一个其他的改装剧情，主要是和鹰将对着干的，主打一个爽。